值寒秋，寒风呜呜咽咽地刮着。沈小婉躺在残破的土坯墙下方，医生不是应该宣告她死亡了吗？她怎么又醒了过来？为什么身上还会这么冷，肚子还会这么疼？不是说死了就解脱了吗？沈小婉用力地睁开眼睛，发现这里是一处破烂不堪的废弃屋子。这是什么地方？沈小婉觉得很不对劲，挣扎着想要坐起来。紧接着，沈小婉就看到一个妇人领着个瘦弱不堪的小孩，匆忙地向她走来。沈三妹，你真在这里啊？我还以为你家小宝在胡说八道呢。什么沈三妹？什么小宝？沈小婉愣了愣，她怎么听不明白？娘，哎，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你娘没事儿。说着，又同沈小婉说道：“刚才啊，小宝哭着跑到我家来，说你睡在地上，叫都叫不醒来，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死了，然后又在沈三妹的身体活了过来。要不是他阴差阳错地穿越来了，估摸着留下的只是一具尸体了。没了亲娘庇护的小宝，又不受江家老太他们待见，恐怕也活不长。想到这儿，张大嫂，你能给我一点吃的吗？哎呀，你这也太老实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张大嫂叹了口气，说完就往外走去了。沈小婉低头看着抽抽搭搭哭着的江小宝，莫哭了，便不知道说什么。娘，小宝不哭，娘不应小宝，娘坏，小宝喊娘，娘要回答小宝。你娘不是不应啊，而是没机会再应了。沈小婉抬手给他擦了擦脸。好。张大嫂的家离这个破屋子不是很远，很快她就回来了，手里端着一碗红薯。家里也没啥，今早剩下这么一点儿，你吃点垫垫肚子。沈小婉接过碗，红薯里没有米粒儿，只是用水煮成软软的，成了红薯汤。她喝了一口，温度正好，还有些甜。多谢张大嫂。沈小婉将碗还给张大嫂。嗨，谢啥呀，一碗红薯汤而已。张大嫂把碗筷放一边，又把棉衣给沈小婉穿上。这大冷天的可别冻坏了啊。谢谢张大嫂。沈小婉再次道谢。张大嫂觉得今儿的沈三妹有些不大一样，不过也没深想，只以为饿得还没回过神儿。快到吉时了，那边快要拜堂了，我也要过去吃喜酒了。你带着小宝继续待在这儿，还是回江家呀？在这儿待着也行，前面不远啊是我们家的地，里面有红薯，你要是饿了就去挖几根来吃。沈小婉不是性子软弱的沈三妹，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等着喜宴散了再回去。张大嫂，你先去吧，我想再歇会儿。也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张大嫂以为沈小婉是不敢回去，便也没有多做他想，匆匆地赶了回去。又歇了好一会儿，沈小婉才恢复了精神。娘，小宝仰着头望着沈小婉。娘，小宝饿。娘带你去吃好吃的。沈小婉牵着小宝的手，带着他走出了破土房子，顺着记忆往正在办喜宴的江家走去。江家位于槐树村的中央，没走多久
沈小婉就听到了喜庆的敲锣打鼓的声音，还有喧闹的人声，可见有多热闹。沈小婉牵着小宝走到江家外面，就看到了穿着一身大红色喜服的江长远。小叔在。沈小婉看着小宝害怕的模样，皱了皱眉。宴席已经摆上，肉香四溢，许久没吃过肉的沈小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小宝更是夸张地舔起了嘴巴，羡慕地望着大快朵颐的村民们。好香啊！沈小婉也有些忍不住了，拉着小宝绕过院子，按着记忆绕到了灶房后面，从后门走了进去。沈小婉轻哼了一声，将江婆子偷偷留下来的大扣肉和猪下水全都端了出来，就着还热气腾腾的粗面馒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很快，扣肉和猪下水被他们吃光了。小宝满足地打了个饱嗝，抬手擦了擦满嘴的油污。过来，娘给你洗洗。小宝长得真好看。得了夸奖，小宝腼腆的一笑，低声亲昵地喊了一声娘。沈小婉朝外面看了一眼，发现已经有人吃完下桌了，连忙问道：吃饱了吗？吃饱了。小宝顿了顿，眼睛亮亮地补充着：好吃。那咱们赶紧的走。沈小婉带着小宝就往外走，走了几步之后又折回去，把剩下的几个粗面馒头藏在身上，然后带着小宝偷偷摸摸地回到了他们娘俩之前住的小偏房。娘，香香的。小宝在被子上打了个滚儿，高兴地说着。沈小婉仔细看了看，发现被子被换成了8成新的被子。想来是昨日那江婆子将他们娘俩赶出去之后，将小偏房安排给了新娘子那边的亲戚住，为了面子好看，才特意换了被子。过来，娘给小宝把外衣脱了。不是一直说困了吗？快些睡吧。小宝咯咯地笑着钻进被子里，一直说着：好舒服，好暖和。娘也睡。沈小婉嗯了一声，把门栓插上，也躺到了床上。睡吧睡吧。小宝闭着眼，很快又睁开眼睛，小声地问道：娘，我们留着它吗？暖和，娘就不会咳嗽啦。沈小婉突然觉得很心酸，这么乖巧懂事的孩子，怎么江婆子他们就不喜欢呢？沈小婉越想越气，她可不是沈三妹，不是那种被欺负到头上还不知反抗的软性子。她实在不愿意再在江家受搓磨，最后落得个饿死的下场。只是该怎么脱离呢？分家，还是闹得老死不相往来？沈小婉望着透着光的小窗，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刚吃饱了，被子又暖和，她很快就昏昏欲睡了。等到她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2日的清晨。哎呦，老头子呀，大事不好了，家里进贼了！江老头问：偷了啥？我昨晚特意留下的几碗肉被偷吃了。江婆子破口大骂着：哪个杀千刀的鬼儿子偷吃了老娘留下来的扣肉？怎么没毒死你个鬼儿子？老娘就留下这么一点肉，都被这个黑心肝的东西偷走了，你是要死了吗？想当个饱死鬼，就跑来偷老娘的肉，下了阴间也不怕下油锅。你小声点儿，张元2口子还没起呢。江老头低喝了一声。其他还少了啥？一提到小儿子，江婆子不自觉地压低了声音。其他没少，
就是我偷偷留下来的几个大菜没，肯定是周家的那几个。昨儿没吃上扣肉，就他们闹得最厉害。想吃断头菜早说呀，老娘多给他送一点。呀，好了，别嚷了，丢人现眼。姜老头抽了口烟叶子。兴许是铁柱晚上起来吃了。铁柱是姜老头的大儿子，这时正好从屋里走了出来。爹，我吃啥了呀？昨晚留下的扣肉被人偷吃了，是不是翠花晚上起来偷吃了？姜婆子疑心重，立即怀疑到儿媳妇周翠花身上了。正在给女儿梳头的周翠花一听，立即嚷了起来：娘，你可冤枉我了，我可没有偷吃，你要是不信问铁柱啊。姜铁柱昨晚抱着媳妇儿干了大半夜，的确不是他们偷吃的。娘，翠花可没偷啊。别让老娘知道是谁偷的，老娘非打死你个黑心肝的东西不可！退！娘，你赶紧的弄早饭去，我都饿了。姜铁柱拍了拍肚子，吃就知道吃，老娘去你吃的了。姜婆子往灶房走了2步，突然想起了什么，然后大声喊道：沈三妹，沈三妹，这么晚了还不做早饭，又想偷懒是不是？今天别给老娘吃饭。周翠花提醒道：娘，前儿你就让三弟妹出去了，她现在还没回来呢。姜婆子这才想了起来，当即大声骂道：还没回来，又想偷懒不干活，好久没骂她了，不知道姓什么了是吧？三弟妹就是爱偷懒。呸，你也不是个好的。姜婆子呸了一声，又朝小儿子的房间看了一眼。常远他们就快起来了，你赶紧的烧火做饭。我去拿几个鸡蛋，给常远和秀香煮2碗荷包蛋。姜婆子说着就往自己住的屋子走去。家里的粮食、肉、鸡蛋这些重要东西都是锁在她屋子里的。娘，栓子也好久没吃荷包蛋了。周翠花忙道：栓子是她的儿子，也是姜婆子的长孙，平日除了姜长远以外，最疼的就是这个大孙子了。5岁的栓子眼巴巴地望着姜婆子：阿奶，我也要吃。哎呦，我的乖孙儿啊，奶奶也给你煮一个。姜婆子快步往房间里走去。沈小婉听到这儿，撇了撇嘴：娘，奶奶凶，骂人。不怕，骂我们一下又不会少一块肉的。沈小婉将小宝抱了起来。够了吗？小宝点点头。那穿上衣服，我们去吃早饭了。凶。小宝不敢去，抱着沈小婉也不让她去。没事儿，今天你小沈第1天在家吃饭，他们不会凶我们的。沈小婉给小宝穿上露出脚趾头的破鞋子，抱着他就朝堂屋里走去。现在一大家子正围着八仙桌在一起吃早饭，8个人正好凑够一桌。秀香呀，娘特意给你俩做了荷包蛋，快吃。刘秀香的娘家是在县里开铺子的，平日隔3差5就能吃上肉，对荷包蛋并不觉得稀罕。这荷包蛋怎么没煮熟啊？溏心鸡蛋更好吃。姜婆子心底有些不满。秀香不爱吃便算了，下次娘再给你煮。沈小婉拉着小宝就往里面走。哟，还知道回来了呀？早不回晚不回，吃饭了就回来了，可真会赶时辰呢。大嫂今儿怎么这么勤快了？饭都做好了，那可太好了。这么些年可从没吃过一次大嫂做的饭。你回来的正好，你去烧火，再把这碗荷包蛋煮一煮。刘秀香看着沈小婉身上的又破又脏的棉衣，嫌弃地往后面挪了挪。不用了娘，我肚子不饿，
不吃了。沈小婉瞧着他的动作，直接将装着荷包蛋的碗端了过来。既然弟妹不吃，那就给我们小宝吃吧。咱们小宝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荷包蛋呢，可多谢弟妹你了。被周翠花抱着的栓子哭着喊着：“阿妹，我也要吃！”江婆子脸色变得很难看，她的荷包蛋哪有小畜生吃的，伸手就去夺碗，破口大骂道：“吃个屁！哪有你这个小畜生吃的饭？给老娘放下！”娘，小宝也是你的孙子，吃2个荷包蛋怎么就吃不得了？沈小婉护着小宝，怕他被江婆子给抓到。老娘想给谁吃就给谁吃，你管得着吗你？江婆子使劲地将碗抢了回来，但用力过猛，碗里的荷包蛋以及汤汤水水瞬间洒得满桌都是，溅得刘秀香的身上到处都是。刘秀香看着自己新衣裳上的黄色蛋液，脸色难看极了，但江婆子还不自知，骂得更凶了：“好你个沈三妹，反了天是吧？老娘今天非打死你不可！”说着就拿着筷子狠狠地朝沈小婉的身上抽去。好你个沈三妹，你还敢躲？老娘今天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江婆子气得咬牙切齿，口不择言，泼妇十足地大骂着。刘秀香气得眼睛都红了，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气呼呼地说道：“我回屋了。”媳妇儿一走，江长远啪的一下把筷子重重拍在桌上。吃个早饭也不安宁。江婆子见小儿子生气了，这才回过神：“不吃了。”你闹成这样还吃什么吃啊？江长远恶狠狠地瞪了沈小婉和小宝一眼，也甩袖离开了。秀香这也太小气了，不就是没煮熟吗？怎么就不吃了？哎呀，这不是三弟妹惹的事儿吗？周翠花伸手将落在桌上的荷包蛋抓到自己碗里。栓子，来吃的。江婆子立即将火气全部对准了沈小婉。就知道你2个短命的在家没好事，老娘今天非抽死你2个短命的东西！哎呀，还敢躲？出去演了2天还敢躲了？给老娘站住！沈小婉不由好笑，她不躲，难道干站在那儿挨打吗？她又不是傻子，反正都闹起来了，她也懒得装柔弱了，反正活命要紧。你给老娘站住！江婆子拿起放在门边的竹竿就朝沈小婉追了过来，眼看就要打到了，倏然江婆子砰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哎呀，老天爷呀！我是做了什么孽，摊上这样的倒霉儿媳妇呀？你娘生你的时候怎么没溺死你？你没死就来折磨老娘！哎呦！紧跟其后跑出来的周翠花忙将江婆子扶了起来。娘，你没事吧？跟着就指着沈小婉骂道：“哎呀，三弟妹，你害娘摔倒了也不过来扶一下，你也太不孝顺了。娘要是有个3长2短的，有你好看的。”哼，沈小婉给气笑了。从院子门口到堂屋，足足还有5、6米的距离，这碰瓷儿也没有这么厉害的，他难道还能隔空推人不成？大嫂，你可莫冤枉我，是娘不小心摔倒的，可和我没关系。周翠花叉着腰：“你不跑，娘能摔倒啊？”沈小婉翻了个白眼，她不跑，难道任由老太婆打她？你老是站在这儿让她打你几下，会这样啊？又不会死，跑什么跑啊？你害得娘摔了，你高兴了？江婆子也跟着哭嚷起来：“哎呀，我怎么替老三娶了你这样不孝顺的媳妇儿？哎呦，烦了天了！老头子呀，这种媳妇儿要来做什么呀？还不如不娶回来呢！”
沈小婉心底一喜，不要就把我们分出去，老死不相往来最好。不过面上还是要继续哭着，像受了极大的委屈似的。江老头看着一直哭哭啼啼的三儿媳，很是反感地皱了皱眉。哎呦，哭什么哭，像什么话？哪家儿媳妇像你这样和婆家对着干的？不想过日子了就滚出去。老三不在了，我们留你在家里养你娘俩已经够仁义了，要是放在其他恶毒人家里，早把你们撵出去了。好好的给你娘认过错就算了。江婆子不满地哼着，这怎么可以？害得我摔得屁股这么疼，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一回不可，要不然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可别。沈小婉看了一眼离得不远的几户村民们都在往这边看，心生一计，直接抱着小宝跪到地上，大声哭了起来。爹娘，是儿媳不孝，儿媳没大嫂聪明，总是做错事，总惹娘生气。爹娘，你们说的对，我这样的笨人不配做你们的儿媳妇。你们看在相公为了这个家战死沙场的份上，再将我和小宝留在家里，不和我一般计较。可是我脸皮没那么厚，实在不愿意给二老添堵，不愿再给大哥大嫂添麻烦。我还是带着小宝走吧，不再给这个家里添负担了。沈小婉朝江婆子他们所站的位置拜了拜，然后又偷偷地瞄了一眼已经往这边走过来的村民们。有年岁大的老太婆实在看不下去，步履蹒跚地走到江家的院子里头。小山子，你们这可做得不对。老三媳妇儿勤快，又从来不偷懒，你们可不能冤枉她。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去哪儿找啊？小山子就是江老头的幼时名字，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这样喊他。不等江老头说话，又有人附和着说道：就是呀，这大冷天把人赶出去，他们孤儿寡母的能去哪里啊？眼看就要入冬了，没有屋子过冬，还不得冻死？就是，一家子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江嫂子，你看沈三妹和小宝他们都哭成啥样了？哎呀，你可别骂他们了。一个妇人说着，就上前去把沈三妹和小宝给拉起来。哎呀，快别跪了啊，快回屋去揉一揉，活活血，要不然呢，老了可有你受的。各位婆婆婶婶，不关爹娘的事，是我自己做的不好，又是寡妇身份，不吉利，我怕对爹娘的身体有影响。他记得江婆子之前就经常拿她寡妇的身份说事儿，说她生辰八字不好，克死了江老三，还说还会克他们两老，所以不准他们上桌吃饭什么的。寡妇怎么了？我还是个寡妇呢，怎么也不见我碍着谁了？哎呦，各位嫂子，没有的事儿，小宝是老三唯一的孩子，我们咋可能会撵出去啊？江婆子也反应过来，也开始和稀泥。今儿沈三妹和他大嫂拌嘴了，回头啊，我好好训训翠花。不过三妹啊，你也太小气了，这妯娌间总有些小打小闹的，哪至于会撵出去的？你安心在家里待着，别想有的没的。背了锅的周翠花扁了扁嘴，很是不满，但也知不能驳了婆婆的脸。沈小婉也很是窝火，这都成功一半了，被几个老婆子给搅没了，再闹下去她就不占理了。沈三妹，你也别和你大嫂气，好好的呀待在家里，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了。自以为帮了大忙的老婆子拍了拍哭得打嗝的小宝的脑袋。三妹呀，你快些把小宝抱屋里去，哎呦，这小脸都冻红了。沈小婉只得应下。
爹娘，那我就带小宝回屋去了。一进屋，沈小婉便掀起了袖子，看着胳膊上被筷子敲出来的红痕，痛得抽了口气。这死老婆子下手可真狠。娘，小宝给你呼呼就不疼了。小宝嘟着嘴吹了2口气。痛痛飞走啦。谢谢小宝，娘不疼了。沈小婉忍着火辣辣的疼，放下袖子，拿起布巾给小宝擦了擦鼻子。身上有没有哪里痛？小宝摇头。外间人已散去，江老头瞪了江婆子一眼。看你干的好事儿。江婆子很是委屈。这怎么能怪我？要不是沈三妹这杀千刀的短命东西能把人闹过来，平日里闷声闷气的，我还以为他是个好的，没想到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给他吃给他住，结果呢，养不熟的白眼狼。好了，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江老头低喝了一声，丢人丢到村子里去了，背着手就往外面走去。你去哪呀？不吃饭了？气都气饱了，吃什么吃？等江老头的背影消失不见了，江婆子回头望了一眼小偏房的方向。呸！怎么没冻死你两个？真是晦气的东西，果真是来克老娘的。江婆子揉着屁股走到堂屋里，看着一片狼藉的桌子，又骂了起来。就知道吃，吃完了也不晓得洗碗擦桌子。翠花，出来洗碗！就知道躲懒，信不信老娘抽你啊！躲进屋子里的周翠花不满地走了出来。娘，早上我做了饭，洗碗的活儿该三弟妹干了吧？你洗一下会死啊！江婆子又朝小偏房的方向骂道：赶紧的出来洗衣裳，洗好了就进山砍柴。喊了2声没得到回应，江婆子直接往后边的小偏房走来。听到了没有啊？就知道偷懒，懒死你个短命玩意儿算了。娘，我手全部都冻裂了，一碰水就疼，我去山上砍柴。她从沈三妹的记忆里得知，大多数村民都会去后山采野菜或者砍柴打猎，拿去县里挣几个铜板。冻裂了就不能洗，你怎么不去死啊？懒死你算了，赶紧的去，要不然有你好看的，不弄完不准吃饭。江婆子放完狠话又走开了。沈小婉才不管呢，偷偷地将昨夜偷的粗面馒头藏在身上，然后带着小宝出了门。后山需从槐树村村尾的那条小道往上走，翻过一片茂密的竹林，再走几分钟便到了。沈小婉牵着小宝进了山。娘，我们去哪儿？小宝走了一会儿就走累了，沈小婉不得不将他放到自己的背篓里，吃力地往山上走。小宝，听见野鸡叫了吗？我们去抓野鸡。小宝眼睛亮了亮，咽了咽口水。啊，好吃！沈小婉累得直喘气。沈小婉找了个背风的小石坡，找了一点干草，点了一堆火，然后拿着一根树枝，将又干又冷又硬的粗面馒头给插上，慢慢地烤了起来。很快烤热了，分了一半给小宝。快吃！小宝咬着热馒头，好吃。吃什么都好吃，真是好让我。沈小婉也咬了一口馒头，又粗又硬，一点都不好吃。她好怀念前世的又软又糯的米饭，还有12块1斤的猪肉。要是能回去，她再也不嫌猪肉是催肥的不香了。沈小婉抬手擦了擦泛红的眼睛，然后笑着问正在舔手的小宝：饱了吗？背篓里还有2个馒头。
嘿嘿，饱啦。小宝摸摸肚子，表示自己真的饱了，留着天黑了吃。槐树村除了农忙时节，都是吃早晚2顿饭的。小宝就在这烤火，娘去砍柴。沈小婉拿着柴刀走到了林子里，之前走过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个小水坑，边缘处有几个动物脚印，在这里挖陷阱，应当能抓住猎物。沈小婉寻了处合适的空地，费了大半天的功夫，才挖出了2个不到1米深的陷阱。做完了这一切，沈小婉拍了拍身上的土，往林子的另一边走去。那儿长着一棵野生的橘子树，茂密的枝叶间零星地长了几个果子，颜色微红，快要熟了。沈小婉小心翼翼地爬上树，摘了一个尝一尝，没有想象中的酸，却也极为涩口。不过她还是将几个果子都摘了。沈小婉捧着橘子回了石坡处。娘，我乖乖的没走开。真乖。沈小婉将几个橘子掏了出来，递给小宝。那，奖励你吃橘子。娘也吃。娘吃过了，小宝吃吧。娘，回家了。小宝不太想回去，一回家又要被骂。要下雨了，淋了雨会着凉的。那回家。娘背着柴火，小宝得自己走了。好，自己走。小宝兜着几个酸橘子，大步地往前走。2个人一前一后地慢慢走下山，走到竹林里，就碰见不少在竹林里歇脚的村民们。大家趁着这个功夫，正在说昨儿江家喜宴的事儿。昨天的宴席办得体面，扣肉大块大块的，比去年村长家娶孙媳妇办的还好呢，怕是花了不少银子吧？我听说至少花了2两银子。这么多呢？哟，这还多啊！听说聘礼都花了6两呢。我的天哪，这么多！江家哪来这么多银子啊？哪来的？去年江老三战死的消息不是传回来了吗？那不就是银子吗？再说了，也不看看人家娶的是谁，这娶县城里的小姐，能和娶一般村里的姑娘的聘礼一样吗？就是，人家娘家在县里开铺子，一月赚的再少也有2两银子呢。其实，像刘秀香家中的那种小铺子，在真正的大户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可在村民们却不是这么认为。县里的姑娘咋就看上江长远了呢？我儿子也不比江长远差呀。你说话还要不要脸啊？你儿子会认字不？你儿子长得黑漆漆的，能有人家长远白净？人家长远在县里书院读书，以后可是要考秀才的。被讽了，这妇人脸上挂不住，丢了一句也没见他考上啊，就背着柴走了。他儿子大字不识一个，长得又丑，就他当成宝。妇人呸了一声，然后正要和剩下的村妇们说话，冷不丁的一下子看见沈小婉母子俩，忙笑着说道：沈三妹也砍柴去了，哎，快过来坐这歇会儿。沈小婉确实觉得累了，也不客气，找了处空的位置放下背篓，然后望着这片竹林，发现不少地方的泥块是松动的，还有些裂缝。他抬脚轻轻地踩了踩，发现特别的松软。这下面会不会有冬笋呢？哎，沈三妹啊，你那个弟媳妇儿好相遇不？沈小婉想着刘秀香早上不好相遇的模样，柔弱地点了点头，也没说话。风呼呼地刮着，天渐渐下起了小雨。众人纷纷起身，背着柴火往家赶去。
沈小婉没急着走，而是蹲下刨了刨地上松软的泥土，果真在泥土下方发现了正在生长的竹子。沈三妹，你在干啥呢？嫂子，你也进山砍柴了？是啊，趁着入冬前多弄一些柴火存着，要是下雪了就来不及了。张大嫂也停在歇脚处。已经下雨了，你和小宝赶紧回家吧，别再淋湿了。嫂子，你也早些回家。我家近，倒是你要赶紧走，这雨已经下大了。等到家的时候，雨已经下得细密了。沈小婉将柴火放到屋后的柴棚子下面，江婆子像个鬼影似的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几个时辰的功夫，你就砍了这么点柴，你是不是又跑去山里偷懒去了？沈小婉恨得牙痒痒的，敛了敛神色，一脸痛苦地转过身，一瘸一拐地朝江婆子走去。娘，我的腿好像折了。什么？腿折了？抬手就朝沈小婉一巴掌扇了过来。老娘给你吃给你住，你还给老娘偷奸耍滑的，可真有本事啊你！慌乱间，接连几声痛苦的惨叫声响起，同时伴着的还有小宝的哭声。小宝被沈小婉脸上的血吓得哭得更大声了。娘，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哎呦，我的脚呀，我的脚呀！哎呦喂，我的脚呀！哎呦！刚才沈小婉整个人往墙上倒的时候，手胡乱撑了几下，推倒了靠着墙壁放着的2把锄头，这锄头倒下去，正好砸中了江婆子的脚。江婆子瘫坐在地上，捂着被锄头砸得肿起来的脚，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个杀千刀的玩意儿，这是想拿锄头打死我呀？不就是饿了你一顿吗？你就记恨在心上了，真是黑心肝的东西！哎呀，你个歹命玩意儿，一副倒霉相，就是来克老娘的。早知道老娘就不该给老三娶了你，白花了老娘2两银子，不如我一条狗。不准你骂娘！江婆子一听火大了，还有你这个小野种，自从你出生，老娘就没顺过。早知道还不如把你放在粪桶里溺死得了，免得来祸害我们。说着起身就要来打小宝。沈小婉撑着站了起来，将小宝护在身后，抬手去挡开江婆子。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吗？逼死你怎么了？你们吃我的喝我的，我让你去死你就得去死。周翠花听到屋后的哭嚷叫骂声，匆忙跑了过来，就看到2人厮打成了一团。哎，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娘和三弟妹打起来了！朝跟在后面的儿女喊道：小月，快去叫你们爷和爹回来！江婆子被抓得满脸血痕。不要拉我！我要打死这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下三滥的小媳妇！娘，三弟妹都流血了！对，老娘就是要打死他个狗东西！江婆子吐了一口带着血的口水，又想上手，可就是没力气了。沈小婉头发被抓得凌乱不堪，身上也被掐得火辣辣的疼，顶着一张肿得像猪头的脸，神情冷漠地看着江婆子他们，也不说话，就这样阴森森地望着他们。周翠花被满脸是血的沈小婉给吓了一跳，拉着栓子往边上挪了挪，刚走了2步，
就发现今日沈小婉背过的背篓里有2个粗面馒头，他3两下拿了出来，大声地嚷道：“原来是你偷了锅里的馒头啊！我就说不可能是吃酒席的人进去拿了呢。”沈小婉眯了眯眼，暗道糟了。江婆子一听，立即瞪向沈小婉：“扣肉是不是你偷吃的？没想到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哎呦，好你个沈三妹，好的不学，竟然学偷！你是贼窝里出来的是吧？老头子，将他送官，关起来！”三弟妹，没想到你竟然偷家里的东西，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呐！娘，四弟妹的表哥不是做衙役的吗？让他来把他抓去坐牢。没偷，没偷，不准抓我娘，不准抓我娘！滚一边去，小畜生！周翠花推开小宝：“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栓子也有模有样：“小畜生，小野种，偷东西！”给我闭嘴！江老头匆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老头子，你一边去！今天我非得打死他不可！江婆子没看到跟在江老头身后进来的李村长他们，撸着袖子又要上前继续打沈小婉。江老头啊，这都打得流血了，别给打坏了。打死他活该！吃我的住我的还偷吃，打死他算轻的。江婆子，好歹也讲点道理，大家都看着呢。江婆子梗着脖子：“她是我儿媳妇，我打不得骂不得了。村长，你也管得太宽了吧？我们的家事你管得着吗你？”李村长气得不行，胡子抖了抖：“哎，行行行，我不说了。”说着背着手就要往外走。“村长，求你救救我，我不想被打死，不想死。”呜咽无力的哭诉声，像是真的快要活不久了似的。沈小婉整个人都趴在地上，抱着李村长的腿，呢喃着：“求求村长，救我！”沈小婉说完这句话，就没了什么声息。周翠花吓得一哆嗦：“他不会死了吧？”江婆子也被吓了一跳，平日怎么打怎么骂都没死，今儿就掐了几下就死了。“你给我起来，别装死啊！起来！”娘！小宝哭的眼睛肿得核桃仁似的，也拉着李村长的裤子：“救娘！救娘！”李村长也有些慌：“江老头，还不快去请大夫，流了这么多血，别真的死了。”江婆子咬死不干：“不请，请什么请啊？没银子！”李村长急了：“去年官府送回来的训奶银子呢？”“用了，没了。”进了江婆子荷包的银子，想让她拿出来，门儿都没有。李村长气得发抖：“没了，那可是10两银子呀！长远念书、娶媳妇、翻修新房，不花钱呐！请什么大夫？不就是流一点血吗？找点蜘蛛网糊一糊就好了。”周翠花忙跑到屋檐角落里，找了些蜘蛛网过来。一直装死的沈小婉可不愿意被脏兮兮的蜘蛛网糊住伤口，便装着清醒过来了。一看到周翠花放大的脸，就装得很害怕地躲开了，嘴里还不停地念着：“大嫂，你别打我，别打我！”三弟妹啊，我是帮你止血，你躲什么躲呀？不流血了。沈小婉一直压着伤口，早已经不流了。我头疼，肚子疼，心口疼，全身都疼。好了，我是不是要死了？我不想死，
不想死。村长，救救我，帮我请个大夫。请什么大夫啊？江婆子觉得不可能是真的。你别给我装！听到吵闹声，冒雨过来看热闹的村民们也忍不住劝道：江婆子，我看沈三妹是真的很难受，你别再凶她了，赶紧的给她请个大夫呀。请什么大夫请？我没钱我不请，要请你们拿银子请。江婆子这话一出，便没有人吱声了。沈小婉瞧着众人不愿意的样子，便又道：四弟妹应该有银子，大嫂帮我去借一天，等我养好了身子，便去县城做工，有了银子就还给他。周翠花有些为难，但还是去了。她也想看看这个四弟妹是否大方。一直躲在屋里的刘秀香听到了沈小婉的请求，当即不满地和江长远说道：相公，我是有点嫁妆，可那都是给相公念书的，还有我们的孩子的，若是给了嫂子，她能不能还得上啊？那就不借。那三嫂会生我的气吗？她敢。哎呀，别急，天还没黑呢。刘秀香推开江长远：我们也去瞧瞧。有什么好瞧的？沈小婉早料到刘秀香不会借银子的，她又咳嗽了2声。那我同村长借，等我们江家有了银子再还给村长。什么我们江家？你要借是你的事情，和我们可没关系。村长啊，你可得小心点啊，借给他怕是有去无回哦。村长您放心，我会努力还上你的银子的。沈小婉顿了顿，又说道：娘，咱们又没分家，是一家人。三弟妹啊，你这话就不对了，你借的银子是你借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是一家子啊。沈小婉装着听不明白，很无辜地望着周翠花。江长远得了自家娘子吩咐：娘，要不分家吧？什么啊？分家？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江婆子和江老头立刻开口。江长远指着沈三妹：反正老三已经死了，把三嫂分出去当过也没关系啊。沈小婉觉得江长远简直就是神助攻啊，不过脸上还是要装成不同意的样子，渲然欲泣地望着江长远。四弟，你们也太狠心了，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江婆子眼睛转了转，觉得把沈三妹和小崽子分出去也好，能省下不少粮食。只是将人撵出去，就没人干活了。江长远又凑近小声说道：娘，秀香家里合八字的时候，说我在家里犯小人，大前年同生适才不中。江婆子眼睛瞪圆了：你怎么早不说呀？这不是才知道吗？江长远斜了一眼又黑又瘦的沈三妹。而且我在县里听人说又要增税了，三嫂和小宝他们在家，咱们还得多交税，早一些分开也好啊。自古以来，爹娘健在不分家，没有哪家打破这个先例的。更何况老三死了，我们咋能将小宝娘俩给分出去？说出去，岂不是说我们心狠？李村长也瞧出这中间的玄机了，江家怕是很想将人分出去了，又瞧着可怜巴巴的小宝，心底闪过一丝不忍。可以分吃不分家呀？真的可以吗？沈小婉装得很开心，其实她心底觉得这种分家法子江婆子他们是不会同意的。果不其然，
江婆子嚷了起来：“想得美！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沈三妹，你想分家可以，但你什么都别拿到。”李村长皱了皱眉，但也不好再说什么。那该怎么分就怎么分。沈小婉说。江婆子装模作样的擦了擦眼泪，痛心疾首地说道：“我们8心8肺的对你，你却这样子对我们啊！还闹着要分家，今天你闹这么多，就是要分家是吧？好，我江婆子也不是那种恶毒的人，你想分家，我们同意便是。那劳烦村长给我们作证，分家。”江老头哼了一声，当作默认了。李村长叹了一口气：“唉，常远，你家中有纸笔吧？”“有啊。”江长远回了屋子，拿了纸笔。李村长又说：“既然分家了，那家中的屋子与地、牲畜怎么分呢？”江婆子啐了一口痰：“他还想要房子和地？哎呦，想得美！是他自己要分家的，不是我们逼着他分家出去的，不能分给他。”“江老三也是你们的儿子，不分，怕是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老三都死了1年多了，保不准啊，他是想改嫁，这才闹着要分家。我可不想我们家的地被他改嫁带走。”李村长望向沈小婉，也有点怀疑：“村长，我没想改嫁，爹娘，你就分一点地给我和小宝吧，我们以后每年是要给你们奉养的，如果没有地，我们哪有银钱给奉养钱？”“不要你给，我不稀罕。”江婆子骂道：“你以前是怎么来我们江家就怎么走，别想占我们家的便宜。我告诉你，沈三妹，你今儿从我们家走了，以后就别再来我们家了。”“娘，你这是要和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吗？”沈小婉又进一步地问道。“有谁稀罕和你往来，晦气的玩意儿！可小宝是你的孙子，你也不见他了吗？”沈小婉再一次下套：“哎呀，都给我滚！你要分家就给我滚远一点，别碍着我的眼。请村长帮我写下分家书吧。”李村长觉得江婆子说的那些要求实在是苛刻。“你可要想好了，没房没钱没地，还没了江家做倚仗，老死不相往来，以后的日子很难过的。”“想好了。”沈小婉点了点头。“我实在太笨了，没有大嫂弟妹聪明能干，我还是早早的离开，不碍着爹娘的眼了。”李村长叹了口气：“唉，今日我和几个村民们来见证江家和江家3房的分家仪式。江沈氏和其子江小宝正式和江家主家分家，自立门户，不分江家1分1毫，也不用奉养江家2老。”“再加一句，断绝关系，免得有些人眼红有巴巴的赶上。”江婆子哼了一声：“以后我们长远可是要做大官的人，可不会认这种人做亲戚。”李村长望着沈小婉，一脸的可惜。沈小婉却不放在心上。“江长远要是能考上秀才，都是烧了高香了，还想做大官，这一家子还没睡醒吧？”见沈小婉不在意，李村长摇了摇头，也觉得他没有远见。“既然这样，那我便添上了。”江婆子把分家书收好，就让沈小婉和小宝滚出家。“天都黑了，再让他们娘俩住一宿吧。”看热闹的人说：“住什么住？
一个外人住在我家，我怕呀他把我家给偷没了。江婆子瞪着沈小婉：翠花，你去盯着他，别让他把我们家的东西给拿走了。沈小婉嫁过来的时候，就用一个背篓背了几件旧衣服，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沈小婉挑挑拣拣地装了一口小木箱子，还把之前他们盖的一床破被子给拿上了。这被子是你带来的还是我们家的？周翠花问。沈小婉冷笑：大嫂，这是老三的被子，你要盖？一听是战死的老三的，周翠花嫌恶地摆摆手：收拾好了赶紧走，别磨磨蹭蹭的。沈小婉背着背篓，抱着小宝出了江家。细雨纷飞，寒风凛冽，冻得她打了个哆嗦。不过心底却是轻松的，终于脱离这个家了。你带着小宝打算去哪儿啊？回娘家呀？好心的大娘问道。沈小婉摇头，看向李村长：村长，我们能留在村子里吗？李村长点头：村委有间屋子，屋主人早些年搬走了，虽然破，好歹也能遮风避雨，你们就去那里住吧。沈小婉弯腰鞠躬道谢：多谢村长。谢甚呐。李村长摸了摸胡子，同情地望着这娘俩。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再多便不能了。过2日我便去县衙给你们立户籍，到时再将村委废屋的地契给你们。顿了顿，又道：老三死了，你们家便只能立小宝为户主了。你们家没地，但人头税还得交，你可莫忘了啊。多谢村长提醒。沈小婉想了想，又道：村长，可否在立户籍的时候将名字改一改？李村长诧异地望着他：改名字？你和小宝的名应当是未入户籍的呀。没入。沈小婉想想也是了，都没将他们当作人看，怎么会录入户籍中呢？未录入户籍的人虽可免了各种税，可若是被官府查到，那便是当作流民奴仆，可以直接买卖的。沈小婉想了想：那劳烦村长这次将我的名字也一并录入。我的名字叫沈小婉，小宝便叫江怀瑾。怀瑾握鱼，愿小宝做个品性高洁的人，莫像江家那般缺德。李村长问了问是哪个字，然后便应下了。住得不远的张大嫂得知他们被分家撵出来了，和婆婆商量着背了一大杯的干柴过来，还送了一些红薯以及一小碗粗粮。家里也没啥吃的，这点东西你先拿着。多谢张大嫂你了。今晚怎么住啊？张大嫂看着这个废屋，角落里倒是不漏雨，可已经放了火堆，难道坐一晚上？等火将这片地烤热乎了，我们铺些干草就在这儿睡。沈小婉指着火堆的地方说着，同时又扔了3个大红薯进火堆下面。待会儿这点火灭了，红薯也熟了。这也好。张大嫂给火堆加了一点柴。这红薯烤着好吃。沈三妹啊，你们还没吃饭呢吧？沈小婉嗯了一声，又道：张大嫂，你叫我小婉吧，小婉是我的名字。我一直听他们叫你沈三妹，也跟着这么叫了。原来你叫小婉啊，名字怪好听的。沈小婉笑了笑，也没解释。沈三妹已经去了，
活着的是他沈小婉，还是叫他自己的名字舒服一些？你咋打算的呀？这江家什么也不分给你，你可是要回娘家啊。娘家兄弟也娶媳妇儿了，我带着孩子回去怕是不好，以后我就住在这儿了，和张大嫂做一个邻居，可行？行，那可太好了。以前村委啊就我们家一户，现在有了你，倒是能做个伴儿了。张大嫂，你说的是，要是我一个人待在这儿，还觉得有点吓人呢。沈小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边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总感觉有人似的。哎，没人，别自己吓自己。这大冷的天儿啊，哪有人不窝在家里的？你头上的伤没事吧？要不去县城里找个土郎中看一看？不用了，已经结痂了。哎，小婉呐，这还未下雪呢，你们住在这儿还行。可若是下雪了，你们又没柴火的话，怕是难熬啊。我明儿就去多砍些柴回来，应该能熬过去的。过2天啊，我家男人做工就该回来了，到时候让他砍些竹子，给你把屋顶弄一弄，这样冬天也好过些。沈小婉心底一喜，但嘴上还是问道：会不会太麻烦张大嫂你们了？嗨，不麻烦，搭个屋顶能费多少功夫啊？那我需要去哪里弄搭屋顶的草？呀，村子里倒是有些人家有稻草，可是要花铜板买的呀。哎，实在不行啊，我家还有2捆稻草，最多能搭一个角落。你到时候啊，先拿来用，其余的拿了松树枝也行。张大嫂，我怎么好意思拿你家的稻草呢？你已经帮了我这么多了。以后你有了再还给我就是了。张大嫂其实没指望沈小婉还，一个女人家带着一个儿子，自己又浑身是伤，哎，也不知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她是能帮一把是一把了。谢谢张大嫂，你真是个好人。没事儿，都是乡里乡亲的。那我就回去了啊，你有事儿啊就叫我们。张大嫂慢走。沈小婉送走了张大嫂，火堆的火光也渐渐暗了下来，下面的红薯渐渐散发出了浓浓的甜香。将3个烤得软软的红薯放到一旁的石块上晾着，然后将小宝唤醒了。睡眼朦胧的小宝望着他：娘，起来吃烤红薯了，来吃吧。沈小婉喂给早已流口水的小宝，吹一吹，别吃得太急，别烫着了。小宝吹了吹，然后小口小口地吃着，满足地笑眯了眼。嘿嘿嘿，好吃。那多吃点，娘烤了3个呢。娘也吃。娘再吃呢。吃完了红薯，沈小婉给小宝擦了擦手，就把它塞进了暖乎乎的破被子里，又添了柴火，便也躺下了。沈小婉再次睁开眼，天光已经大亮，给只剩下一点零星火光的火堆又添了一点柴，等火大了一些，又埋了2个大红薯进去。娘，又吃烤红薯啊？小宝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望着沈小婉。醒了，快把衣服穿上。会穿吗？会。小宝脆生生的应着，然后手脚并用的把衣服给穿上了，很骄傲的喊着：娘，你看。真棒。沈小婉带着小宝吃了红薯，然后拿打回来的水洗了手洗了脸，又将剩下的水烧开了，待会儿用来喝。收拾妥当之后，这才带着小宝去了隔着几百米远的张家走去。站在江家的竹栅栏门口朝里望去，
关着门，也没有看到人。沈小婉喊了2声，也没有人应。今天天气好，应该是进山砍柴了。沈小婉想了想，等江大嫂他们干活回来了，再过来见。于是回屋背着背篓，带着小宝也跟着进山了。脚冷不冷啊？沈小婉看着小宝露脚趾的小鞋子，不冷，热乎。小宝刚爬上一个小山坡，正喘着气。你慢慢走，别跑，出了汗没干净的衣裳换。沈小婉真的觉得当妈真的很累，劳心劳力的。不跑，慢慢走。快的。沈小婉带着小宝沿着昨日的路到了那座山上，刚走到昨日的石头处，就听见叽叽叽的鸟叫声。顺着声音走去，发现这声音是从陷阱的方向传来的。沈小婉当即高兴得不行，腰也不酸了，脚也不痛了，飞快地朝他挖的陷阱跑去。跑近了后，发现一只尾巴很长的山鸡被草绳套住了，正在拼命地挣扎着。沈小婉麻利地将山鸡给抓住。好家伙，还挺重的。娘，快来看，这里有。小宝站在陷阱边上，指着一个陷阱坑，高兴地说道。沈小婉将绑好的山鸡放进背篓里，走过去朝陷阱里看去，发现里面有一只灰色的兔子，已经被立在里面的木刺给刺死了。娘，这是什么呀？是兔子。沈小婉趴在地上，伸手把兔子拿了起来。小宝伸手摸了摸兔毛。啊，它怎么不动啊？它已经死了。我们今晚有肉吃了。沈小婉抱着小宝。高不高兴？吃肉。小宝吞了吞口水，然后点点头。高兴，肉香，好吃。沈小婉又将陷阱弄好，又编了几个套绳，分别布置在了林子里。我们回去了。回去吃肉？回去挖些冬笋炖兔子肉吃。沈小婉背了一捆树枝柴，就慢慢地下山去了。回到破屋，差不多下午酉时了。沈小婉觉得张大嫂他们也应该回家了，便跑去张家。张大嫂，你在家吗？在家呢。张大嫂从屋子里走出来。嫂子，你们都去山里砍柴了？是啊，一家子都去砍柴。我和大丫来回跑快一点，一天能跑10几趟呢。大丫就是张大嫂的9岁的大女儿。嫂子，我想借一下你家的锄头和菜刀，晚些时候还给你。那我给你拿。张大嫂转身回了屋子，将锄头和菜刀都拿了出来。是要修理屋子？我想挖点野菜。沈小婉怪不好意思的，分家了，连一把镰刀都没有。晚些也给张大嫂你们送进来。你最好啊，往西边找找，村子那边怕是没有野菜了。沈小婉点头。晓得了。张大嫂瞧着沈小婉不信，便也不好再多说，等她挖不到就知道了。天色还早，我还得进山啊，背几趟柴呢。那我不耽搁你的时间了。沈小婉拿着锄头回了破屋，先挖了点淤泥，在破屋门口的位置垒了一个小灶台。娘，马上能吃肉了。小宝跪坐在被子上，眼巴巴地望着陶罐里的肉。还不能，娘先煮一煮血水，待会儿再重新打水回来煮。焯了水，沈小婉用一个小破竹篓子装着兔肉，吩咐小宝不能吃之后，便背着背篓和陶罐，并且扛着锄头朝竹林里走去。刚走到竹林里，
就遇上了歇脚的村民们。众人见他走近，都纷纷地朝他打听着。沈三妹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沈小婉说：去找找有没有野菜。啊，找野菜呀？这时节怕是没有什么能吃的野菜了吧？其中一个妇人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声：我也不知道，找找看吧。另一个妇人问道：要我说呀，你怎么就那么老实分家了呢？分家啥都没有，你们娘俩吃的口粮都没有，这日子咋过呀？就是啊，你该要些东西的。可是我分都分了，也回不去了。要不，几位婶子嫂子借我一些粮食过冬，等来年开春了，我开了荒地收了粮食，就还给你们。这话一出，这些人立即纷纷寻个借口回家了。沈小婉撇了撇嘴角，然后放下背篓，找到昨天发现冬笋的地方，开始挖。没一会儿，就把竹林中央这条路上的笋都挖光了。回到破屋，把焯过水的兔子肉全部放了进去，又将煮过的冬笋一起放进去。娘，多久能吃？小宝已经咽了不止10次口水了。沈小婉望了望屋外的天，天黑了就能吃了。哦。小宝安安静静地坐着，托着腮，目不转睛地盯着陶罐。在家盯着火，我去还菜刀。沈小婉和小宝说了一声，然后又拿着菜刀和锄头，将挂在墙上的一小半兔肉拿着，快步往张家走去。张大嫂，你回来了吗？啊，回来了，回来了。张大嫂匆匆地从屋里走出来，似乎刚洗了手。挖到野菜了吗？没有挖到。沈小婉说：这都快入冬了，寻不到野菜了。你要是没吃的，再来我们家拿一筐红薯去吃。今年我们家红薯啊种得多。不用了，张大嫂，虽然没有挖到野菜，但我今天运气好，捡到了一只死兔子。沈小婉将剩下的一小半兔子肉，大约1斤半左右，递给了张大嫂。张大嫂拿去吃。哟，这么大只兔子，你留着拿去县城卖，也能卖10几文钱呢。都切好了，卖也卖不出去了。张大嫂，你别和我客气，拿着吧。那你留着自己吃。沈小婉想了想，说道：要不这样，张大嫂，我拿这个半个兔子和你换一些盐和姜块。哎，那你等我一下。成。很快，张大嫂又拿了1小包盐和2块老姜出来。我看你那儿啊，除了一个陶罐，也没什么装水的东西。这儿啊，有一把没有把手的木桶，虽然不能挑水，但是拿来装水还是可以的。张大嫂给了我，那你们？嗨，我们家有好几条木桶呢，这个你拿去用就是了。谢谢张大嫂。谢啥呀？张大嫂笑了笑，又说道：下次再捡了就拿去县城卖，也能攒几个钱呢。好，听嫂子你的。要是还要用锄头啊，就直接来拿，别和我客气啊。沈小婉挥了挥手。哎，好的嫂子，那我先回去了。娘俩捧着碗，将满满一锅的兔子肉和笋子全都吃完了，连带着剩下的汤也全部喝了。喝完之后就觉得全身都是热乎乎的。许是神灵听到了他昨夜睡前许的愿。第2日进山的时候，沈小婉又在陷阱里抓到了一只兔子，这次还是活的，还扑腾扑腾的蹦跶的厉害。另外，他还在设下的绳套里抓到了2只山鸡，再加上昨日逮回去的那一只，他们就有3只山鸡了。重新布置了陷阱，
沈小婉瞧着天色尚早，便背着几只猎物，带着小宝往林子深处再走了走。沈小婉翻了翻草丛，试图寻找着山鸡和野兔的踪迹，但似乎都躲起来了。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只。虽然没有找到活物，但沈小婉找到了几丛蘑菇。没想到啊，这个季节还有，活得可真够坚强的。捡了蘑菇，沈小婉就打算往回走了，结果一转身就看到小宝正蹲在地上捡果子。小宝，你在干嘛？小宝噔噔噔地跑了过来，将捡到的几个暗黄色的小果子递给沈小婉。娘，捡来吃。沈小婉并不认识这种果子。这个不能吃。啊，不能。小宝有些失望，又舍不得丢。喜欢？沈小婉见他很喜欢，又瞧着这果子的表面还挺干净的，便说道：那你捡回去玩，但千万别放到嘴里了。好。我们要回去了。好。两个人出了林子，走到陷阱附近，又将之前砍下的柴火绑在背篓的上方，下面就专门用来放山鸡和兔子。他们脚程慢，等到他们下了山，已经是半下午了。沈小婉想明日去西山县卖掉山鸡和兔子，于是又和张大嫂家借了锄头，去竹林把刚冒头的冬笋都挖光了，堪堪凑够了半背篓。去还锄头的时候，沈小婉便和张大嫂商量着：张大嫂，明日我想去县城赶集，能不能将小宝放你家？小宝他很听话懂事，不会哭闹的。张大嫂，你去山里砍柴就把他放到一边就行，只要偶尔看一下就行。我不太放心他一个人在家里。张大嫂爽快地答应了。啊，那你明早送来就成。大丫他爷爷奶奶啊，这2日累着了，明日就不去上山了啊，可以给你看着小宝。那可多谢大娘他们了。沈小婉很感激。那嫂子，你们可有要买的？我可以帮你们带回来。张大嫂说：哎呀，没啥要买的，你顾着你自己就成。那好的，谢谢张大嫂。小婉，你还客气啥呀？银夜时分，沈小婉咬着牙，背着将她的腰都快压弯了的背篓，一步一步往县城的方向走去。终于是在某时初的时候，走到了下一个村子。他到的时候，牛车大爷正在清点人数，准备赶车走人。沈小婉气喘吁吁地喊道：大爷，还有没有位置啊？还有位置，2文钱一个人。坐稳了，走喽。牛车大爷拍了拍牛屁股，牛车便动了起来。不到1个时辰，便到了县城。沈小婉磨磨蹭蹭地等到了最后，拎着一只较小的山鸡给牛车大爷，不好意思地说道：大爷，我将这只山鸡压在您这儿，等我卖了这些再拿车子回来赎。牛车大爷看着沈小婉手里扑腾的山鸡，下午还坐牛车回去吧。沈小婉点头：坐。那下午一起给。牛车大爷顿了一下，叮嘱道：申时莫迟了。沈小婉只能走到街尾的位置，寻了个不算偏的位置，将山鸡、兔子和冬笋摆了出来，等着买菜的客人们上门。呀，这个天还有笋子啊！旁边卖青菜的大娘看着还挺新鲜的笋子，讶异地叫了出来：我咋没在家后的竹林里看见呢？这笋子上泥土还挺新的，是刚挖的吧？现在大部分啊只有笋干卖了吧？没想到这么冷的天也有笋子，我还以为只有开春后才有呢。我也回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挖到。
沈小婉垮着脸将摊位往旁边挪一挪，他就知道会这样，下次再来县城，说不定到处都可见冬笋了。心底不高兴的沈小婉等了一会儿，就有一个提着篮子的老妇人走了过来，看着他摊位上摆着的冬笋，惊讶地说道：刚才听见有人说有笋子，哎呀，没想到真有啊！大娘，这个笋子很嫩的，你要不要买回去尝一尝？拿回去炖汤做菜都很好的。老妇人想到今早出门时，家里老头子说不想吃笋干，就想吃新鲜的笋，他还骂老头子异想天开。没想到到了菜市场，竟真的听到有人在卖这个笋子，当即问道：怎么卖啊？沈小婉琢磨了一下冬笋，犹豫了一下，开了5文钱1斤的价格。大娘，你如果不要这外面的皮，只要中间的话，就算你10文钱1斤。冬笋长得也并不大，去皮也剩不下多少。这么贵啊？老妇人声音抬高了一点。大娘，这已经不贵了，你看看整个县城哪还有第2家有这新鲜的笋子，不是干菜就是萝卜白菜的，你买些笋子回去换换口味。剥了皮就不好保存了，你便宜点，3文钱1斤。老妇人还价。沈小婉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妇人。大娘，这真的是最低价了，这些笋子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功夫寻到的，为了保持新鲜，我子夜时分就背着背篓出门，走了将近4个时辰才赶到县城。若是再便宜，我这几日就白忙活了。那4文。大娘，要不这样，你若是全要的话，就4文拿去。沈小婉继续劝道。大娘，你家里人多吗？多的话，这么一点笋子也就够吃2、3顿。若是少，你要是吃不完，可以用来做泡笋，以后用来做老鸭汤什么的也是极好的。还能做泡笋？可以啊，和泡泡菜是一样的。那成，我全要了。老妇人大手笔的全要了，沈小婉高兴的不行，拿秤称了称。一共是32斤半，算你32斤。沈小婉看着老妇人手上的篮子，已经装了不少东西。大娘，你的篮子还能装得下吗？要不我给你送家里去。那正好，我还正愁没法拿回去呢。老妇人看着沈小婉背篓里还有兔子和山鸡。哎呀，会不会耽误你做生意呀？没事的。沈小婉在这儿做了这么久，发现来买菜的都是一般人家，并不富裕，最多买些菜或者割一点肉，根本不会花银子买野物。与其在这儿等着，还不如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沈小婉将笋子送到了老妇人的家门口，然后小心翼翼地将128文铜板藏到了棉衣里面的口袋里。谢谢大娘。不谢，麻烦你专门给我送过来了。你这些野物最好是去酒楼或者是肉铺问一问，他们那些地方啊要得多。谢谢大娘，那我这就去问一问。沈小婉道了谢，背着背篓就出了这条清幽的巷子，往热闹的街道上走去。沈小婉挑了一间看上去规模比较大的酒楼客栈进去了。还不到饭点儿，大堂里除了不停拨打算盘的掌柜以外，一个人都没有。他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掌柜你好。酒楼掌柜抬头打量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背篓里的山鸡。小娘子啊，我们店里有人专门送野味，你还是去别家问一问呐。沈小婉失望地点了点头，但还是笑了笑。多谢掌柜。从酒楼出来，
沈小婉又连续问了几家，都被拒了。沈小婉找了家面铺子，要了一碗素面，花了5文钱。捧着一碗素面，吃得她泪流满面。小娘子啊，可是受了委屈了，和大娘说说。大娘，我没有受委屈，就是开心。沈小婉出了面铺，就迫不及待地绕路去了一家良心良铺。小娘子要买些什么？老板，我要5斤荞面，2斤白面，再要5斤碎米。好的，我这就给小娘子称。老板很快就称好了，又见沈小婉没有拿布袋子，还专门给她寻了3个。加上3个小布袋子，我收小娘子100文。多谢老板。下次再来啊。出了粮食铺子，沈小婉又去了相隔不远的一家官盐铺子买盐。盐极贵，38文1斤。她也不敢买太多了，只买了半斤。买了一把菜刀，花了50文，然后又赶去了菜市场。小娘子，买肉啊！坐在板凳上打瞌睡的屠户招呼着他。老板，有没有猪肝和骨头这些？没有，一早就卖掉了。怎么没了呢？小娘子，你没出来买过肉？屠户望着沈小婉。平日最好卖的就是猪下水和骨头这些了，每次赶集俺摆10几20副猪下水都能卖光，好多人还买不上呢。小娘子想要，明儿早点过来，俺给你留着。来看看俺们家的猪肉，一指肥膘，安逸的很呢。整个县城今天就俺这肥肉安逸。沈小婉瞧了瞧，多少钱1斤啊？18文1斤。小娘子要多少啊？18文1斤，确实听着挺贵的，但沈小婉还是要了1斤。1斤半，多了一点。行。沈小婉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数了27文钱递给屠户。谢谢老板。不客气。小娘子若是想买猪下水这些，下次赶集的时候早一些过来啊。好的。沈小婉将肉放到了背篓的最下面，又拿草叶子遮了遮，便往县城城门的方向走去。走过一个布店的时候，他停下了。沈小婉朝布店里看了看，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客人啊，自己看，选好了我给你扯布。沈小婉左右看了看。老板，这种布怎么卖的？麻布20文1尺，棉布50文1尺。这么贵？沈小婉想了想，又问：你们这里卖棉花吗？卖啊，有好的80文1斤，有差一点的50文1斤。老板娘起身，从柜台后面掏出2种棉花。就这样子的。沈小婉想了想，最终决定要了4斤50文1斤的棉花。老板，你看我买了这么多，你送我1枚绣花针和1点线吧。给你1枚针，线不能给你多了，只能给你这么一点儿。老板娘找了一团白色的细麻线。收好啊，别掉了。多谢老板娘。老板娘，你做的棉衣怎么卖啊？上衣500文，下衣400文，全套都买的话就是700文。老板娘一边往棉衣里装上好的棉花。我这些棉花呀都是好的，那布料子也是好的，不会坑人的。我知道老板娘你是好人。沈小婉转头又看着地上堆了不少剪碎的小碎布，心底一动。老板娘，你这些布还要吗？老板娘看了他一眼。你要？能给我吗？沈小婉眼睛亮了亮。屋里还有一大口袋呢，你全部都拿走吧。太谢谢你了，老板娘。沈小婉不停地道谢。好人有好报，祝你生日兴隆，万事如意。背着满满一背篓的东西，沈小婉终于在申时前
赶到了县城城门口。早上的牛车大爷已经在城门外面的路边等了，旁边还站了2、3个人。大爷，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沈小婉将背篓放到了牛车上，寻了个位置坐下。等人到齐了，牛车缓缓前行，迎着夕阳往村子里赶去。等沈小婉到家的时候，已是酉时3刻，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这才去张大嫂家接小宝。娘，你终于回来了。小宝一见到沈小婉就抱着不愿撒手，生怕她又不见了。小宝想娘。好了好了，不哭，娘不是回来了吗？沈小婉听着小宝低哑的声音，今日肯定是哭了，要不然不会这样的。哎呀，他白日啊就站在那院门口望着路口那边，一直说要等你回来，怎么劝都劝不回来。张大嫂叹了口气，哎呀，小宝很黏你的。大丫也凑过来说道，小宝都哭了，哭着要小婉婶子呢。怎么哭了？娘昨夜不是和你说好了吗？是不是忘记了？沈小婉刮了刮小宝的小巧的鼻子，这么大了，羞不羞啊？小宝将头埋在沈小婉的怀里，不说话。你带着小宝啊，快回去吧，别冷着了。哎，我这就带他先回去了。沈小婉走了2步，又想起荷包里还放着几颗糖和一把干枣，转身将这些都给了大丫。我买了点糖给大丫和石头吃。张大嫂一看大丫手上的糖块和枣子，连忙拒绝。哎呀，你快拿回去给小宝吃吧。说着又对大丫说道，给小宝弟弟。大丫很久没吃糖，咽了咽口水，有些不舍。嘿，你这孩子！张大嫂上前就要去拿。张大嫂，我这里还有，给大丫和小石头吃。哎呀，这哪好意思啊，这得花多少钱呢？要不了多少钱，我先走了啊。沈小婉不再和张大嫂多说，带着小宝就回了几百米远外的破屋。火已经燃了起来，火光照亮了整个屋子。娘，还有吗？小宝舔了舔嘴巴，眼巴巴地望着沈小婉，他也想要吃糖。还有很多。沈小婉从背篓里把剩下的几块糖拿了出来，全部塞到了小宝的手上。还有5块糖，一天吃1块，不能多吃。吃1块。小宝拿着糖，嘴巴咧得都快合不拢了。在张大嫂家吃了什么？早上馍馍菜汤。小宝舔了舔手上沾的糖液。晚上想娘，不想吃。哪个不饿？饿。小宝拍了拍肚子。娘没回来不饿，现在饿了。那待会儿吃面疙瘩的时候多吃一点。啊！借着火光，娘俩一人捧着一个碗，吃着他做的不怎么均匀的面疙瘩。好吃吗？小宝捧场的点头。好吃。还要吗？沈小婉又问。不要了，娘多吃。小宝将剩下的一点吃完了，满足的打了个饱嗝，左右乱蹦了起来。娘，小宝吃得好饱啊。刚吃饱了你莫要乱蹦，乖乖的在这坐着，站着也行。那不动了。小宝听话的坐下，托着腮望着娘吃饭。沈小婉给小宝把外面的棉衣脱掉，将人塞进被子下面。睡吧睡吧。娘也睡。娘给你把衣服上的破洞缝一缝，你先睡了。沈小婉俯身在小宝额头上亲了一下。
乖乖睡觉。白日里哭累了，小宝没一会儿就睡熟了。沈小婉一早起来就发现整个村子都被乳白色的雾气包裹住了，远远望去，发现朦胧的雾气中有一个人影往这边走来。仔细看了看，发现是张大嫂，张嘴便喊道：张大嫂，这么早就进山砍柴了？不早了。张大嫂背着背篓走了过来。小婉，今儿大丫她爹就从县里回来了，明儿就能帮你修屋顶。你今天没事的话，最好多砍些带叶子的树枝回来。张大哥不做工了，不会耽误张大哥的活吧？啊，那处活做完了，得歇2天才有活呢。正好趁着这个空闲时间，帮你弄弄屋顶。这都入冬了，你们娘俩可别冻着了。现在已经入冬了？可不是入冬了，都打霜了，差不多就是入冬了。再过几日，估计还会再冷一些呢。到了冬月初10的样子，差不多就该下雪了。你们最好啊，还是多弄些柴火回来。这入了冬下了雪就不好进山了。好嘞，我给小宝收拾收拾，就进山砍柴去。啊，大丫她奶今天在家，你可以把小宝送过去。会不会太麻烦大娘了？沈小婉昨儿看到张家两老了，走路都不太利索，她怕太麻烦人家了。不会的，大丫她奶啊，在屋后的菜地扯草，能时不时的看着，比你带进山里好多了。而且石头也在家呢，他们还可以一起玩。那成，那我给他收拾一下就送过去。沈小婉回了屋子，给已经醒过来的小宝穿好衣裳。今天你要进山里砍柴，你和石头哥哥一起玩，好不好？小宝焉了。那娘什么时候回来啊？下午。又从陶罐里拿出一个还热乎的荞面馒头，塞到他的手上。那快吃，吃了我送你过去。沈小婉又给小宝的荷包里装了几枚干枣。饿了就拿出来吃。将小宝送去张家，又请张大娘干活的时候帮忙盯着废屋，免得有人进去偷拿了他买回来的东西。娘放心，小宝盯着。小宝拍着胸脯说道：那就辛苦咱们小宝了。沈小婉又叮嘱了几句就回了，拿起剩下的一个馒头就进了山。小宝坐在菜地旁的干草上，一眼不眨地望着废屋，连石头叫他一起玩石子儿都不愿意去。沈小婉从一边的山路往另一边不好走的山上走去。沈小婉寻了处松枝繁茂的位置停下，将刀绑在竹竿上，开始给这些松枝剔枝叶。不大一会儿，连枝带叶的砍了不少，然后慢慢地往林子深处的陷阱走去。地上的草绳套子已经被挣扎坏了，但却没看见一只山鸡。一旁挖的陷阱里也没有收获。哼，这些野物还都学聪明了，竟然不入套了。沈小婉叹了口气，又往林子深处走了走，重新设置了几个草绳，然后便折返回去了。往背篓下面装了些引火的干草，上面再放一捆松树枝，背着就往山下走去了。娘，你回来了！小宝老远就看到沈小婉的身影了，哒哒哒地跑了过来。我乖乖的，没哭。真棒！娘好累啊。小宝从荷包里摸出一块糖，递给沈小婉，天真地说道：娘吃块糖就不累了。娘不吃糖。不吃吗？很甜，很好吃的。大人不爱吃糖。沈小婉叹了口气，没想到有一天她也会说出这样的谎话。
小宝留着自己吃吧。那娘吃这个。小宝把干枣都摸了出来。娘给你的怎么还没吃啊？想和娘一起吃。那喂给娘一个。沈小婉含着一颗热乎乎的枣子。剩下的小宝吃，多吃一点，起身的时候头就不晕了。小宝甜甜地说道：和娘一起吃。好了，你在家玩，娘还要去山上背柴呢。沈小婉将背篓腾空了，又要上山了。娘早点回来。小宝眼巴巴地望着沈小婉，学着她的样子挥了挥手。我在家等娘。沈小婉第3次背柴火下山的时候，天快要黑了。刚走到竹林的时候，就听到小宝在哭，哭得撕心裂肺的。半个小时前回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这会儿就哭起来了？沈小婉心底一慌，莫不是江婆子他们来找茬了？连忙朝废屋跑去。一出竹林，就看到小宝被栓子推倒在地上，拳打脚踢，而周翠花则站在外面供村子里行走的大路上看着，还不停地给自家儿子加油。使点劲儿，打死这小畜生！栓子嘴上也不停地喊着：打死你个小畜生，偷我家的肉，打死你个小野种！看到这一幕，沈小婉飞快地跑了过去，一把将栓子推开，然后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宝给拉了起来，掀开衣服。有没有被踢到哪里？和娘说，别怕。小宝扑在沈小婉的怀里，呜呜地哭个不停。被推倒在地的栓子也跟着哭了起来，爬起来，抬脚就朝沈小婉的大腿踹了过来，一边踹一边哭。你敢推我踹死你个带命的东西！我要踹死你！沈小婉转头朝栓子恶狠狠地瞪去，栓子丝毫不怕，还朝他吐口水。对，你敢动我，我让阿奶挖了你的眼睛！熊孩子，不可忍！沈小婉抬手就朝栓子脸上甩了一把子。你娘就是这样教你的，没教养的东西！栓子捂着脸跳着骂道：你敢打我！我要让阿奶打死你，还要打死这个小畜生！好你个沈三妹啊，你竟敢打我儿子！周翠花放下背篓，凶巴巴地跑了过来。我打死你个小娘劈！沈小婉拿着砍柴的镰刀挥舞着。周翠花，你来啊，看谁打死谁！沈三妹，你要是打死我，你也没好下场，把你抓去官府，砍了你的头。没事，死我一个，砍死你们两个，划得来。沈小婉拿着镰刀挥了挥，周翠花跳着脚骂道：你别过来，沈三妹，你别欺人太甚了。谁欺人太甚？你说话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你们不想我们娘俩活，把我们撵出来，现在还欺上门来打我们，这还有没有道理了？沈小婉看了一眼竹林那边的几个背柴的人，声音又高了几分。你们是不给我们娘俩活路呀？我还不如死了算了。老天爷啊，你这是要我们去死啊！周翠花，你干啥呢？张大嫂背着柴从竹林里走了过来。你们都和人家断绝关系了，又不给人家吃，又不给人家住的，还跑来人家这地方闹，你要不要点脸了？哼，关你屁事儿啊！周翠花梗着脖往后退了2步。再说了，是他打我家栓子，再拿镰刀来砍我的，你眼瞎呀？你是什么人，我们还不知道。你不欺上门，沈三妹她能这样吗？张大嫂骂道：真是人不要脸，鬼都害怕。呸！你才不要脸呢！周翠花呸了一声。你这么帮着一个寡妇做什么？怎么着，还想让你家张老大肩挑2房啊？我就说你怎么对他们那么好呢？原来是打着这主意呢。周翠花越编越觉得自己真像了。
沈三妹是寡妇，再嫁给你们早死的二房当媳妇儿正合适。张大嫂气得手都抖起来了。周翠花，你他娘嘴巴怎么那么臭啊，就会胡说八道。你给老娘等着，我拿尿给你好好洗洗嘴巴。怎么被说中了就不让说了？你们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我怎么就不能说了？我这就去给大家说说，你们张家捡我们江家不要的寡妇。沈小婉气得咬牙切齿，什么话也不说，拿着镰刀就朝周翠花身上砍去。我让你胡说八道，让你乱编，让你乱编，让你乱编！哎呀，救命啊！杀人了！周翠花被吓得屁滚尿流，一下子摔到路边的旱田里。沈三妹，住手！砍死人是要偿命的。张大嫂大声说道。就是，你砍死我，你也活不了。周翠花吓得直哆嗦，也不敢再胡说八道了。我不瞎说话了啊！你别过来！砍死了你，免得去祸害别人。啊！住手！四周一片寂静。沈小婉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周翠花看着落在自己耳边1寸的镰刀，吓得脸都白了。哎呦喂，周翠花啊，你都吓尿了！张大嫂哈哈大笑了起来。你胆子可真小！周翠花哆哆嗦嗦地坐了起来，又看着沈小婉阴沉的眼，嘴巴突然冒出来一句：沈小婉疯了，她疯了！对，我是疯了，但是被你们逼疯的。沈小婉将镰刀拔了出来，拿在手上掂了掂。你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不关我的事儿啊！往日里都是娘的不让你吃饭，让你干活的，我可没欺负你。你要找就找他去。你们一个一个的都逃不了。周翠花拉着栓子，灰溜溜的就要跑了。望着周翠花飞快逃走的身影，沈小婉也没有再追，身体瘫软地坐在了地上，将头埋在膝盖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小婉，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哎，这周翠花也太过分了，你们都分家了还来闹，真的是把你们欺负惯了呀。沈小婉觉得心烦，不想再说周翠花他们。张大嫂，真是对不住，还害得你也被他骂了。没事儿，周翠花那张嘴不干净，我就当听狗叫了一会儿，不会放在心上的。你也别放在心上啊！你今天这一下啊，可真是吓得不少人了，我们还以为你真的要拿镰刀砍他呢。我就吓吓他。张大嫂鼓掌。吓得好，周翠花啊，吃硬不吃软，多吓他几次他就不敢来了。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村子里乱说。他敢，到时候我就给他洗洗嘴巴。张大嫂哼了2声。哼，再说了，刚才大家伙可都看见他胡编乱造的，不会信他的。公道自在人心。沈小婉点点头。那就好。张大嫂说道。你别怕，刚才站在那边的人里面啊，还有李村长家的大儿媳妇呢，他回去肯定会和村长说的。要是周翠花敢去胡编乱造，村长绝对要发火。村长还管这些？沈小婉没想到李村长这么善心。张大嫂说，我也是听人说的，村长的老娘年轻的时候啊就成了寡妇，也没有再嫁，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啊供村长读书，后来被人嫉妒诬陷这种不好的事儿，差点把人逼去跳河。所以村长最讨厌的就是造谣的人了。这事儿要是真传到村长耳朵里啊，绝对没有周翠花好果子吃。原来是这样。沈小婉松了口气。那应当不会了。
肯定不会的。好了，我也回去了，还得回去做饭呢。张大嫂慢走。等张大嫂走后，沈小婉给小宝拍了拍身上沾着的泥土和草屑，又将他脸上的泪痕擦去。疼吗？不疼。小宝摇了摇头，很委屈地说道：franz哥哥坏，以后别叫他哥哥，哥哥才不会打你呢。沈小婉不想小宝认他们。他打你，你都不知道还手。小宝委屈的不行。打不过。那就咬他，他一身肥肉，咬得的痛就不会打你了。小宝眨了眨眼睛，小声地说着：下次咬他。但是你不能先去招惹他，知道吗？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他要是追着你打，你就咬他。你还是不要一个人在外间玩耍，只和石头哥哥他们一起玩，不准去村子里，知道吗？小宝点头。也不能随便咬人，咬人是不对的，只有别人打你，你又打不赢的时候才能咬。沈小婉顿了顿，又补充道：打人也是不对的，打人的都是坏孩子。不打人，我是好孩子。小宝挨着沈小婉，小声说着：小宝是乖孩子。快些回屋里去，我把柴背回去，就给你做饭。火光明亮，映在身上温暖舒适，让沈小婉有些犯困了。但小宝还精神得很，蹲在陶罐旁边，看着锅里焖煮的红烧肉焖饭，不停地咽口水。娘，好香啊！很快就可以吃了。沈小婉打起精神，又往火里加了点柴。可以吃了。沈小婉看着米饭已经全部好了，就将陶罐端下来放到空地上，舀了2碗饭，娘俩就围着小石块吃起了饭。慢慢吃，别急，锅里还有呢。我不吃。好了好了，要是喜欢，改天娘再做给你吃。洗好了碗，沈小婉坐在火堆旁，开始整理昨天拿回来的布条。昨天用了一些放到了被子和衣服里，还剩下不少，许多布条还有成人的手那么长。她将这些大块的全部整理了出来，用来缝制小毯子。一日，沈小婉早早的起来了，不一会儿，张大嫂就和张大哥2个人扛着几捆稻草过来了。小婉，你起来了呀？我们家就只有5捆稻草了，都拿过来了，应该够盖小半边屋顶的。谢谢张大嫂。沈小婉拉着小宝站在边上。张大嫂，你知道村子里谁家还有多的稻草吗？我想凑够这间房子的。张大嫂想了想，说道：入秋后啊，家家户户都修整了屋顶，怕是有剩的也剩不下多少了。你要是都想换成稻草的，就每家每户的去问一问。张大嫂停了一下，又说道：你就去村长还有王家文家那边问一问就好了，其他家的你肯定得花钱才能买到。几捆稻草啊，虽不值几个钱吧，但也是没必要花那冤枉钱。说着又和张大郎说道：你帮着看看还差多少稻草啊？张大郎看了看废屋的大小，屋子不大，还得5、6捆就够了。但房梁都腐朽的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角落还有一点，这个得重新砍树弄，得花不少功夫。能不能拿竹子代替？沈小婉问。可是可以，但用不了多久，明年又得换，很麻烦的。那就用竹子。那成，我去竹林砍些黄竹回来弄。张大郎说完，就拿着刀往竹林方向走去了。那屋顶修好了，把那点垮塌的墙补好了，再弄个床，这屋子就能像个样子了。你快去找村长他们，要不然去晚了，他们就出门干活去了。
好，我这就去。沈小婉让小宝和石头在屋子里玩，自己背着背篓就往村子中央找去。他带了20来文钱，要是没人愿意白给，他就花点钱买。不过运气还挺好的，王家和文家的稻草全部拿去翻新屋顶了，只剩下2捆。大抵又是觉得沈小婉被分家什么都没拿到，很可怜，就把稻草白送给他了。而李村长又是个好心的人，也给了他3捆。一道了谢，沈小婉便回去了。等他走后，李村长的大儿媳妇和公爹李村长说道：爹，我咋感觉沈三妹分家后人还变得机灵了，也肯说话了呢？以前就是个闷声不吭的闷葫芦，一脸老实相。是变了一点。李村长也深有同感。老大媳妇儿，你去和马家刘家说说，过2天赶集的要去办户籍，要办就一起拿去办了吧。好的爹，我等下就去。张大郎手脚利落，不一会儿就砍了10几根黄竹拉回来了。张大哥，能不能多留一点？我想这一车下面堆的柴。哦，可以。因为只有这么一间屋顶，花了1个时辰就绑好了。张大郎坐在土墙上，这边就用这些松树枝铺。对，随便铺一铺就好，只要不大面积淋雨就成了。好。张大郎继续铺了。趁着这个空隙，沈小婉将屋子好好的整理了一遍，整个屋子就焕然一新了。沈小婉又在张大嫂的帮助下，在之前铺床的角落里用石头简单的垒砌了一个床。娘，有床了，晚上在这里睡。小宝踮着脚爬上简易的床，滚了2圈，开心的不得了，爬起来就想跳。哎呦，这床啊可不能跳，要不然就塌了。张大嫂忙将小宝抱了下来，和沈小婉说道：再将你的东西摆一摆，这屋子就差不多了。一切都做好了，时辰还早，张大郎准备回去了。沈小婉请他们晚上过来吃饭，张大哥说什么都没应，把自己干活的工具收拾收拾就回去了。沈小婉想了想，就背着背篓上山了，看看山上的陷阱里有没有猎物，要是有就弄好了送过去，要是没有就把剩下差不多1斤的肉当作谢礼送过去。当沈小婉到了布置陷阱的地方时，里面有3只死翘翘的野兔子。满心欢喜地背着柴回了家，不甚熟练地将兔子剥了皮。沈小婉将1只兔子给张大嫂他们送去了，另外1只给村长家算作酬谢，剩下1只对半分开，给王家文家各送了一半去。不过是2捆稻草，哪能要你的兔子呀？王家大娘推拒着。我也是运气好，在林子里捡了2只撞死的兔子，也不是我自己弄好的，不值钱。大娘，你就收下吧。你要是不收，我以后都不敢再请你帮忙了。一番推拒后，王家大娘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张大嫂，你快收着，别和我客气。你再这样，我以后都没脸再来接东西了。沈小婉将兔子塞到张大嫂的手上。哎，你快收着，别掉地上了，脏了你还得重洗一遍。哎，我哪能再要你的兔子呀？前儿个你还给了我们半只呢。那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快拿回去啊！拿回去，拿盐呐抹一抹，熏干了，过年再吃。不用的，张大嫂。沈小婉坚决不收回来。今儿多亏了张大哥和嫂子你帮忙，要不然我和小宝还得睡在地上。张大嫂摆手道：哎，这有啥呀？就是顺手帮个忙。
这可是帮了我们大忙，要不然我们还得担心刮风下雨。张大哥和嫂子你们心好，已经不收修屋顶的钱，所以这兔子你们得收下，要不然我住在那个房子里也良心不安。乡里乡亲的帮个忙，这有啥不安的？你快拿回去吧啊！正因为是邻里乡亲，我才会不安呀。张大嫂，你要是不收，我以后就不好意思上门来借锄头这些了。这时，一旁听了半晌的张大娘说道：“秋芬啊，那你就收下，莫要再推了。那成，我收下了。往后啊，你要借啥都过来，莫再这么客气了啊。”好的，嫂子。那我就收下了。哎，你家还有吃的不？要不我再给你切一半拿回去吃。沈小婉忙拒绝：“哎，不用，我家还有的。”你有啥呀有？运气好捡到2只兔子，还送了1只去给村长家，别以为我不知道。张大嫂拿着兔子就要往屋里走。哼，你等着，我给你切一半。沈小婉忙说：“真不用了，嫂子，你们今天帮我修好了屋子，我没给工钱，又没能请你们吃饭，已经是不好意思了。你们留着吃，我要是想吃呢，再去山上抓。”你当后山上兔子那么容易抓呢？要那么容易，那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去山上了。你今天也是运气好捡到2只罢了。别走，别走，我给你切啊！沈小婉看了一眼黑压压的天色，真不用了，嫂子，天黑了，我就先回去了。说完就急吼吼地往家跑了回去。晚上的时候，张大嫂还特意派了大丫送了一碗芋头烧兔肉过来，害怕沈小婉又太客气不收，大丫将碗一放下就跑了。沈小婉望着消失在田埂上的身影，叹了一口气。小宝坐在小木墩上，眼巴巴地望着摆在简易小桌上的兔子肉。娘，肉肉，昨晚吃了肉，又想吃了？想吃。小宝不好意思地捂着脸。太香了。香啊。小孩嘴馋那是正常的，看见能吃的都想吃。沈小婉将碗筷放到小桌上。那小宝先吃着，你要把汤面煮好就来。哼，等娘一起。小宝望着沈小婉，不愿意先动筷子。真孝顺，知道等娘一起。沈小婉拿筷子在陶罐里搅拌了一下，面还没有煮熟，还得再等1-2分钟。小宝，帮娘一个忙好不好？小宝乖乖地点头。帮你。帮娘尝一尝肉冷了没？小宝愣了愣，呆呆地望着沈小婉，不懂娘的意思。沈小婉重新说道：“你尝一尝肉被风吹冷了没？冷了，娘就再放锅里热一热。”沈小婉简单地吃了早饭，先去打了水。经过竹林的时候，遇到了昨儿借了他2捆柴的文家二媳妇。小婉，打水去了？哎，咋不去村子里打水呀？离村子远，太耽搁时间了。沈小婉礼貌地笑了笑，就打算错身走开。你昨儿送来的兔子可真肥，在哪儿抓到的？沈小婉抿了一下嘴巴，指着山里的方向。就山里啊。山里哪一片啊？不是我们砍柴的那一片吧？不是，往深山里走。我就说呢，这小半个月我们都在山里砍柴，怎么就你运气好捡到兔子了呢？原来是在深山里抓的。文家二媳妇儿觉得很不可思议。你胆子可真大，竟敢往深山里跑啊！不能进去吗？沈小婉不想被文家二媳妇知道她是在另一边的山林里抓到的，所以装作很好奇的样子。哎呦，你别是不知道吧，那山里有猛兽的，
以前还咬死过人呢，你真是太胆大了。你以后要进山啊，最好是和村里人一起进去，别单独一个人。要是遇上什么野兽，有你后悔的。沈小婉后怕的拍拍心口。这么吓人，我不知道。你也是不知才大胆呢。文家二媳妇煞有其事地指着他。你呀，也是运气好，要是运气不好遇上了可就糟了。我知道了，谢谢我二嫂子。竹林那端传来人声：淑芬，你比我先走这么久，咋的还在这儿啊？文家二媳妇回头看向来人，当即朗声说道：桂花，我特意在这等你呢，你怎么这么慢呢？明儿30了，你要去赶集不？去呀，家里攒了不少鸡蛋，明日拿去卖了。你不去啊？去，我去扯2尺布，给我们家狗蛋啊做双鞋子。做鞋子呀？哎，我带你去上次我买的那家布店，又便宜又结实耐用。那成，明儿咱们一起。看着两人相伴往后山上走去，沈小婉眨了眨眼。明日是1月14的大吉日，很热闹，她想带着小宝进城去玩一下，顺便再挖些冬笋去卖。沈小婉又借了张家的锄头进了山，往林子深处靠近水源的地方挖了几个大的陷阱，又编了几个绳套，撒了一点炒香了的碎米，等着山鸡入套。沈小婉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着自己做好的陷阱，双手合十，念了一句佛语，希望运气好一点，能抓住几只兔子。他得赶紧回去，也不知道小宝在家饿了没。沈小婉背着柴刚走出竹林，就看到村口住着的崔婆子领着3个人往他家的废屋走去。这几个人是谁呀？往他的屋子去干嘛呀？上门来找茬的？沈三妹，你快回来，你娘家人来看你啦！沈小婉神情冷漠地看着眼前这3人。沈宝书嫌弃地看着四周，一脚踢翻了沈小婉放在门口当板凳的小木墩儿。你爹娘进村找不到你现在住的地方，我正好啊去山里背柴，就把他们带过来了。崔婆子自觉办了件好事儿，又和沈三妹的娘沈婆子说道：沈家嫂子，你们好好说说话，我呀就先进山去了啊。呀，崔家嫂子，你慢走，今儿啊可多谢你了。等崔婆子一走，沈婆子立即变脸了：赶紧的开门，搬板凳让你爹和你幺弟坐，走了好几个时辰的路，累得不行了。微胖的沈宝书满脸不耐烦：娘，我口也渴了。哟，儿子渴了呀？沈婆子担忧不已，忙冲着沈小婉吆喝着：赶紧的舀水给你幺弟喝呀。我不要白水，我要喝糖水，累死我了。对，赶紧的去烧水，多放点糖。沈小婉冷笑地看着几人，没动。沈老爹抽着烟，烟雾缭绕。听不懂话，你娘让你给你幺弟搬板凳烧开水，还不动啊？沈小婉深吸了一口气，暗暗告诫自己莫要冲动，装了一碗冷了的白开水出来。家里没糖，只有白水。不要。沈宝书看都不看一眼，朝着沈婆子撒娇：娘，我要喝糖水。没有就去买呀，我记得村口的槐树下有人摆小摊，上面就有黄糖卖。那娘给银子，我这就去买。沈婆子气得叉腰：哎呀，要什么银子？你没银子啊？请爹娘和幺弟喝一碗糖水还要银子？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不孝的东西？我没银子。沈小婉看了一眼屋里藏在床下背光处的箱子，幸好
出门前将东西藏在下面了，只要不趴在地上就看不到。你没银子？你分家江家人没给你分银子？沈小婉心底笑了一下，他就说沈家人自从原主嫁人后几乎就没有来往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还大老远跑来了？原来是得知他分家了，脸上装着很诧异。娘怎么知道我分家了？你香草嫂子娘家的侄子的媳妇儿的表嫂说的。沈婆子一脸不愉地看着沈小婉。分家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和我们商量商量？要不是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还不知道你分家了呢。沈婆子碎碎念着，江老三死在战场上，发的银子江家人也没分给你，你还给江老三生了个儿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呢。这江家人也太不是人了，连这点银子都不给你。江家人就是看你老实，才什么都不分给你的。你还真是要气死我，怎么就这么老实你？沈小婉低着头没说话，一副老实窝囊的样子。沈婆子越看越火大。你要分家也不知道和我们说一声啊！我和你爹带上你小弟过来，怎么也能帮你要到几两银子吧？我可是听那带路的老嫂子说了啊，前几日江家娶了县城的新媳妇，可是大办了宴席，丰盛的很呢，也没说请我们这些个亲家过来吃顿肉。呸！简直不把我们当亲家，我们以后还不会和他们走动了呢。沈小婉轻轻挑眉。沈家当初为了2两银子，上赶着将原主送给了江家。再则江家不喜原主和战死了的死鬼丈夫，能当沈家是亲戚才怪了。不行，这分家不能这么分，我们去给你把江老三战死的银子要回来。沈婆子顿了顿，我听人说赔偿差不多有10两银子呢，可不能让江家全摊了去。你娘说的对，你去把江家人叫过来，我们俩亲家面对面的好好摆谈一下，可不能让他们贪了你和婉儿的银子。不去。沈婆子一听怒了，单手叉着腰，一只手就要过来拧沈小婉的耳朵。你不去，老娘大老远的跑过来给你撑腰，你还不去？老娘怎么生出你这种女儿了啊？老娘白养你了，早知道还不如生出来就直接丢粪坑里溺死算了。沈老爹也很不满。白眼狼。沈宝叔也附和着，我们天还没亮就开始走了，走到现在连糖水都没喝上一口，你还这样说，真是伤爹娘的心。转身拉着沈婆子的袖子，娘，我要回家，我要喝糖水。宝叔别急啊，待会儿娘就给你买糖水喝去啊。沈婆子立即安慰道。沈老爹的烟也抽完了，拿着烟杆起身就要朝沈小婉打来。沈小婉又迅速地躲开，冷着脸看着他。爹，你们要去找江家要银子，你们自己去，我可不敢去。你怎么不敢去啊？江家新媳妇的表哥可是在县衙做衙役的，江家人说了，要是我敢带人上门去闹，就将我们抓去衙门打50大板，还要罚银钱。沈小婉擦了擦眼泪。爹娘，你们是不是真的想为女儿讨一个公道？我刚才想了想，爹娘一心为我着想，我还推辞真的很不孝。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找江家要银子，要是要回来了，咱们就有5两银子了，再凑一点就能买2块田地了。要是要不回来，要不来又咋样？要不回来的话。沈小婉望着沈老爹和沈婆子，又看向一旁的沈宝叔。爹娘身子熬不住打，但幺弟身体好，肯定能扛得住的。要是罚款的话，我记得家里还有3、4亩田，卖2亩肯定是够的。什么？你幺弟的身体这么弱，怎么能挨打呢？你安的什么心呢？竟然想害你幺弟被抓去挨打？哎，你的心怎么就那么狠呢？我真是恨不得生出来就溺死你，免得你这样来祸害娘家人。你嫁出去的姑娘就是泼出去的水，你还敢打家里田地的主意？那可是我和你爹给你幺弟攒的，你别想碰啊！
沈婆子指着沈小婉的鼻子，不停地骂着：“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自己老是没本事，还敢打你娘家的主意，想都别想，一文钱都别想！”沈宝叔叉着腰，不停地嚷道：“那是我的，你们想都别想！”爹娘，幺弟，你们帮帮我吧！分家时我什么都没有拿到，家里连口锅都没有，我和你外孙子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马上寒冬就来了，我们也没有银钱买棉花做新棉衣，要是能要到几两银子，我们就不用担心被冻死了。啊呸！你是想害死我们呐？他们家有亲戚在县衙做衙役，还怂恿我们给你要银子，你安的什么心呐？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祸害呀？那沈小婉擦了擦眼泪：“娘，那我带着你外孙一起回家吧，反正我在这儿也没地没房，这个屋子也是借的村里的，还不如和你们一起回去，至少回家去能吃饱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哪有回家的道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吃都吃不饱，还要给你幺弟娶媳妇呢，哪有多余的粮食养你们俩？他爹呀，这银子也要不过来了，我们回去吧。地里那么多活还没干呢，欠一屁股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上。沈婆子站起来就往外走。沈老爹斜斜地看了一眼沈小婉：“家里日子也不好过，没事就不要回来了。”沈婆子又补充道：“过年过节也别回来了啊，家里穷，也吃不上啥好东西，免得你白跑一趟。”沈小婉望着走远的三人，听着沈婆子哄着沈宝叔说待会儿要去买糖水喝的话，嘴角溢出一抹冷笑。哼，有这样的家人，真是三生不幸啊。张大嫂将小宝送了过来，往屋里瞅了瞅：“走啦？”“走了。”“张大嫂你坐。”“我就不做了，家里还有事儿呢。”张大嫂偷偷看了看沈小婉的脸色，见还算好，又小声说道：“刚才瞧你那边在闹，我就没让小宝过来。”“让嫂子你见笑了。”沈小婉摸了摸抱着自己腿的小宝，苦笑着说道：“刚才那个是小宝他外公外婆，也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分家了就过来了。”“你分家的事儿闹得挺大的，村子里又人多嘴杂的，估摸着传出去了。哎，你也别难过，这熬一熬就过去了。”“嫂子说的是。”沈小婉点了点头，望着远处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明日嫂子可是要去赶集？”“要去啊，家里晒了许多干菜呢，明日拿去卖了。”张大嫂又问：“你要去啊？”“也想去看看，以前我都没去赶过大集，听说很热闹，我也想去看看呢。”“哎，行啊，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张大嫂想了想，又说道：“明日村里赶集的人肯定特别多，村长家的牛车肯定坐不下，我们得早些走路去水墨村，那边有几头牛车，去早些也能坐到位置。”“好，那得起早一些。”“寅时左右，到时候我叫你。”约好了时间，张大嫂便走了。沈小婉抱着小宝进了屋子，放在床上。“肚子饿不饿？”小宝摇头：“吃了一颗红枣，不饿。”说着舔了舔手指，小心翼翼地看了沈小婉一眼，怕她生气。“石头哥哥看见了我的枣，他也想吃，拿陀螺给我玩，和我换。”“那下午去玩的时候，再多抓几个枣子，你给大丫姐姐和张奶奶也分一个。”“小宝甜甜一笑：“娘，我给石头哥哥也吃了一颗红枣，他说特别甜，特别好吃，可高兴了。”“那小宝喜欢吃不？”“喜欢，甜甜的，好吃。”
小宝笑眯了眼，多吃枣子好。沈小婉又从床下的箱子里摸了2个枣子，递给小宝。拿着吃，娘将早上的稀饭热一热，很快就可以吃了。喝完了稀粥，沈小婉把门关上，又把小宝送到了张家。沈小婉又进山了。刚穿过一处草木繁茂的林子，眼尖的发现一些翠绿的羽毛在眼前忽闪而过，朝茂密的草丛林子钻去。他当即什么也顾不得了，一下子朝前扑去，抓住了，死死地抓着山鸡长长的尾巴，死也不松手，将山鸡绑了扔到背篓里，继续朝自己挖陷阱的方向走去。刚走近，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儿，顺着风扑面吹来。探头往陷阱里看去，蓦地看到一只野羊，小心翼翼地滑下陷阱，将已经死得僵硬了的羊搬出陷阱，直接下山了。小宝盯着背篓里的山羊，眼睛都看直了，嘴巴都合不拢了。娘，这是我们的？是我们的。过来，把这个衣服套上，莫要沾上了脏物，娘洗衣服很麻烦的。不摸。小宝乖乖地应下，然后又跑到背篓旁。娘，这么大，我们要吃好久。娘打算明天背去卖掉。小宝在家待着盯着他，莫让他跑了就没法子换糖了。小宝问：娘要去哪里啊？娘去竹林里看看有没有笋子，你就待在屋里。沈小婉拿着锄头和一只小鸢鸡往外走去。沈小婉穿梭在竹林里，寻找着冒头的冬笋。沈三妹，你在干啥呢？哎呦喂，这是笋子啊！哎呀，这么冷的天还能挖到笋子呢？这人叫刘三娘，是出了名的爱占便宜。她弯腰拿起一个笋子，掐了掐根部。哟，还挺嫩，嘿，这个炒腊肉啊，肯定好吃。来，你这一鸢鸡的笋都给我吧，还剩下一块去年的老腊肉，嘿，正好做来吃。沈小婉脸色微沉，先一步将鸢鸡提到了一旁放着。你家腊肉给我吃吗？刘三娘顿时不高兴了。给你吃？我家腊肉为啥给你吃啊？沈小婉觉得好笑。说的是，那我挖的笋子为什么要给你吃？刘三娘脸色不甚好看。你吃你几个笋子怎么就不行了？沈三妹，你咋这么小气呢？你才小气呢，吃你点肉都不舍得。我和我儿子都快饿死了，你就不能大方一点送我一点粮食吗？沈小婉叉着腰大声说道。你以为你谁呀你？美的你还想吃我们家腊肉，那么贪吃呢，难怪江家人不要你。沈小婉嗤了一声。你以为他们要你？江家人更讨厌你这种占便宜的人。你可没少薅家家种在地里的葱，上次怎么没打死你啊？哎你，哼，不就是要你几个笋子吗？就在这儿乱说话，不给就不给呗，我自己挖去。说着转身背着柴就朝村子里走去。小婉啊，你咋和刘三娘闹起来了？张大嫂从竹林后面挑水回来，正好看见刘三娘气冲冲走出去的身影。她想要我挖的笋子，我不给她，她就不高兴了。嫂子，你们吃不吃笋子啊？这林子里有不少笋子，你快些来挖。我听刘三娘的口气，估摸着是回去拿锄头了。你挖来吃还是挖去卖呀？张大嫂问道。我原本想着是拿去卖的，但被刘三娘这样一闹，只怕是不成了。这刘三娘啊，就是可恶，这点便宜都占，害得你连这点银子都赚不了了。没事儿，我也挖不了多少。张大嫂，你赶紧的回去拿了锄头来挖，多挖些回去吃也好，晚了我怕他们就来了。张大嫂点头。那成，我这就回去拿锄头。没过一会儿，
刘三娘就领着几个妇人们扛着锄头过来了，遥遥地喊了一声：“哎，婶子们，你们少挖点啊，可别都挖完了，我们这儿还要挖呢。”呸！村子里又不是只有这一处竹林，他们哪家哪户屋后没几丛竹林的，就想着占便宜，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沈小婉看了看自己和张大嫂背篓里装的冬笋，他们来也挖不了多少，这片竹林就这么大，都被我们挖得差不多了。张大嫂点头：“这么多就够了，可以吃好久呢。”张大嫂可以拿去卖的，价格应该还不错。沈小婉也不好说，她上次赶集的时候就卖了一次了，只能说个大概的价格。25那天我去赶集，就看到有人卖，剥了皮卖10文一斤，不剥皮啊，能卖上5文钱一斤呢。是挺高的，比卖干菜划算，干菜也才5文钱一斤呢。张大嫂有些心动。哎，我知道后山山上还有处竹林，要不我们再去挖些？张大嫂，这天都黑了，我们还去，你不害怕？沈小婉有些犹豫。你胆子也忒小了。我就是害怕。我叫上你张大哥，3个人去就不怕了。沈小婉摇了摇头。我家里还有些东西，再挖我就背不去县城了。张大嫂，你们去吧，多挖一些。嗨，没事儿，明儿你张大哥也要去县城做工，可以帮忙背一些。沈小婉想想，还是摇头。真不去啊？那我们可去了啊。张大嫂，你们去就是了。沈小婉顿了顿。只是我担心他们都挖去卖，会不会卖不出好价格？没事儿，反正又不是种的，浪费一点体力而已，大不了便宜卖了。第二天还未到寅时，张大嫂就在外面喊了起来：“小婉，该起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沈小婉立马惊醒了，摸黑爬了起来。张大嫂，等我一下。天还在下雨呢，天又冷了不少，你还要带小宝去吗？还在下雨。雨下得挺大的，你还是别带小宝了，淋了雨染了风寒就不好了。大丫石头他们也想去，我都没让呢。那我还是把小宝抱到嫂子你家去吧，就麻烦大娘他们帮忙看顾一下了。那你快些抱过来啊，咱们得赶紧出发了，下雨天的路难走，去水墨村恐怕还得花不少功夫呢。张大嫂顿了顿。你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啊？要不我给你抱过去。都收拾好了，我关上门就能走。沈小婉就背着背篓，跟着张大郎和张大嫂后面，一步一步地往村子外走去。路上还遇到了好几个早起走路去县城的村民。你们挑这么多，咋不坐村长的牛车呢？我昨儿问村长了，这不农闲了，赶集的人多吗？坐车的人也多，也没位置了吧？我们去水墨村那边看看，看有没有多的位置。张大嫂的背篓里装满了地里种的白菜、萝卜和干菜，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爹呀，前面找个地方歇一下，好累呀。哎，前面就有处。沈小婉也累得不行，她的背篓里也背了很多，下面装着那只羊，上面装着竹笋，笋都是剥了皮，剩了中间最好的部分。一行3人走走停停，终于在卯时2刻左右走到了水墨村。村口停了几辆牛车，稀稀拉拉的坐了不少人。坐上牛车就轻松多了。哎呀，要是坐马大爷和崔大爷的牛车，就不会多收几文钱。哎，这人怎么这么贪钱呢？好了，别说了，咱们家东西是挺重的，因为载了我们，他少搭了好几个人。张大郎活动了一下肩膀。走吧，我送你们去菜市场，等下还得去上工，莫要迟了。知道了，知道了。张大嫂背着背篓起身走了几步，
又回头看了一眼一路直说腿软的沈小婉。小婉啊，你还背得动吗？能行。沈小婉咬着牙背着背篓起身。嫂子，咱们快些走，去晚了找不到好地方了。哎，说的是。张大嫂点点头。今天人好多啊。沈小婉兴冲冲地说道。弄闲了，没事的都去逛一逛。张大嫂左右看了一眼，然后小声说道：小婉，小心点，这么多人挤来挤去的，容易遇上耙耳哥。耙耳哥是西山县这边的方言，就是小偷的意思。没走多远，就遇到一个送菜的贩子朝烦闹的街市那边走去，还大声嚷嚷着：借过借过啊，别乱挤啊，把送去县老爷府上的菜挤坏了，你们赔得起吗？县老爷很喜欢吃菜吗？怎么运这么多呀？县老爷和我们果真不一样，我们就想天天吃肉。你们知道啥呀？县老爷明日要给老母亲做寿，要请不少人呢，这些菜肯定是为了寿宴才送过去的。一个县城本地人说道。一个乡下村民奢想着：原来是这样，做寿要不少菜和肉，也不知道会不会要我们的干菜。县城本地人轻蔑地哼了一声：哼，你想得美，人家是专门有人送的，就你这点干菜啊，县老爷才看不起呢。小婉啊，快着点，我看今天好多卖菜的，我怕我们真的找不到位置了。张大嫂很担忧。沈小婉嗯了一声，继续跟走，但走了几步之后，又朝刚才菜贩子消失的方向看去，犹豫地和张大嫂说道：嫂子，我想去县老爷的府上问一问，看他们要不要笋子。县老爷他们能要？张大嫂迟疑地说道：他怕是看不上我们这些下等的菜吧。哎呀，小婉，你还是别去了，万一……张大嫂担心沈小婉被县老爷府上的人给抓进大牢。你还是和嫂子去菜市场摆摆摊吧，别去了。没事的，我去问问，他们不要我就回来。沈小婉拉了拉背篓上的绳索。嫂子，你们先去菜市场占个位置，我要是卖不掉，就回来和你一道摆摊。说着，不等张大嫂说话，就朝县衙的方向走去。一会儿，沈小婉就走到了县衙的后门外面清静的巷道里。刚才送菜的菜贩子正和一个小厮打扮的人说话，临末尾了，还从衣服里摸出一把铜钱递给了小厮，又说了几句，这才离开。小厮收了钱，笑了下，还挺识趣的。正要转身进院子的时候，就看到沈小婉走了过去，语气极差地说道：这里面是私人住宅，赶紧离开了，得罪了贵人有你好受的。小哥，我听人说老爷家里要做寿，我想着做寿肯定需要很多菜，恰好我这里呢有些菜就送过来了，小哥你看看还有没有需要的。哎呀，走开走开，不需要不需要，别在这挡道啊。说着走进门里，砰的一声把后门关上。沈小婉连忙往后退了2步，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尖，差点儿就把他的鼻子给夹住了。不要就不要，这么凶干什么？沈小婉将背篓放在门口的石阶上，坐着歇了一会儿。片刻后，后门吱扭一声打开了。哎呀，谁呀你啊？怎么挡在这儿啊？沈小婉一回头，就看到一个身材虚胖的中年男人，行色匆忙的样子，似乎正急着去哪儿。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不让你走了吗？小厮冒出头来，看到沈小婉之后，就不满地骂道：赶紧走赶紧走啊，别挡住了我们府上管家的道。沈小婉瞅了瞅中年男人，这就是管家呀？那管家能做主买菜？当即谄媚地冲着管家笑道：
管家你好，我听说府上做寿，请问还需要菜吗？我这里有新鲜菜，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哎呀，走开走开，我们不要！再不走，我让衙役来抓你了。小厮冲出来就要打沈小婉，沈小婉朝旁边躲开，望着管家走出去的背影。管家，你真的不看看我们的菜吗？有羊肉，有笋子，笋子炖羊肉，味道正好。沈小婉喊完之后，小厮就死命地瞪着他，恨不得掐死他。他缩了缩脖子，怯怯地往后退了几步。不要就算了，我走就是了。原本走出几步了的管家又折回来了。你说你有羊肉？是的，管家你要看吗？在哪儿啊？在背篓下面。这是我在山上挖陷阱抓到的。这种羊年纪不大，肉质鲜嫩，但又因整日在山里活动，所以肉质又很紧实。冬天用来熬汤做菜都是极好的。已经死了。管家皱了皱眉。也不大。沈小婉将羊拿出来。管家，这羊除去皮毛之后还有30-40斤呢。府上请的客人多，做菜可能是不够，但用来熬汤确实足够了。而且我也将它体内的血清理干净了，保证剥了皮后看不到什么血，很好处理的。管家已经和山里的猎户定了野味，但唯独没有羊肉。刚刚县老爷还说想吃羊肉，这一时半会儿怕也是寻不到。那就用这一头。小六啊，抬进去啊。哎，小厮将羊搬了进去，管家直接从钱袋子里摸了一锭5两银子给了沈小婉，也没说让他找补。我没银子找补给你。哎呀，不用了，多也多不了几文钱。谢谢您，您真是个大好人。我不敢占先生您的便宜，这些竹笋一并给先生，熬汤做菜都行。将竹笋打包送了之后，沈小婉背着空背篓，开开心心地往菜市场走去。那个站住！他回头一看，发现是那个叫小六的小厮追了出来。我叫你好几声，你都没听见呀？小六气喘吁吁地说道。我没听见。沈小婉小声问着。小哥，是有什么事儿吗？小六冷笑了一声。哼，要是没事儿，我追出来干什么呀？沈小婉脸色微变，强撑着笑。是什么事儿？做宴席的厨子说你的笋子很嫩很新鲜，问你还有没有了。沈小婉松了一口气，不找他退钱就好了。有，我有个同村今日也背了不少竹笋来，在菜市场那边，我带小哥过去吧。成。沈小婉带着小六走到菜市场，找到了街尾后方角落里的张大嫂。大嫂啊，你看看我家的白菜，长得可水灵了，又甜又好吃。1文钱4斤，我就买5文钱的。哎呦喂，大嫂子，这个价真的卖不出去，1文钱2斤已经是很便宜的了。前面还有1文钱3斤的呢。嫂子，我回来了。张大嫂一见他回来了，当即也顾不得和那买菜的人说话了。呀，你回来了，我给你占了一个位置呢。不用了，我都卖出去了。沈小婉指着小六和张大嫂介绍着。这是县老爷府上的管事，他说我们的笋子好，要买些笋子。要笋子？张大嫂高兴的说话都结巴了。这些都在这里呢。小哥，你看看，都是才从土里挖出来的，特别新鲜。小六看着2只箩筐里的笋子都包着壳，上面还有泥土，皱了皱眉。怎么和你送去的不一样啊？沈小婉忙道。我送去的剥了皮，就只剩下中间娇嫩的地方了。我嫂子他们挖得多，担心剥出来压坏了，所以就没有剥开。小哥，你们要是要剥了皮的，我们现在给你剥都行。张大嫂连忙说。
啊，对，你们挑着给我送过去啊。好，我这就给你们送过去。张大嫂忙不迭地说道。小哥，你们还要不要白菜萝卜？沈小婉又连忙问道。小六不满，你别得寸进尺啊。我就问问，小哥莫生气。沈小婉又看向张大嫂。嫂子，那你挑着送过去，我在这里帮你看着摊子，价格都是多少？要是有人问，我帮你卖了。啊，白菜萝卜都是1文钱2斤，干菜5文钱1斤。张大嫂挑着箩筐就要起身。麻烦小婉你了啊。不麻烦，嫂子快去快回。沈小婉看着张大嫂他们走后，这才坐在箩筐上，看着周围热闹的街道，发现很多人都是卖白菜和萝卜的，又看着满满的一背篓白菜萝卜，这怕是不好卖呀。沈小婉沉默地看了一会儿，张嘴大声喊道：卖白菜卖萝卜喽！白菜5文钱2个，10文钱买5个啦！萝卜5文钱3个，10文钱可以买7个喽！5文钱2个，10文钱7个。哟，4文钱7个呀，听上去很划算，很便宜呀。我买7个萝卜，给我挑大一点的啊。那我要5个白菜，给，这里是10文钱。好的，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我给你装上。沈小婉麻利地将白菜给客人们装上，不一会儿，满满一背篓的白菜和萝卜就全部卖光了。等到张大嫂一回来，看到空荡荡的背篓时，还以为被打劫了。小婉啊，你没受伤吧？没有。沈小婉笑嘻嘻地将一把铜钱交给张大嫂。嫂子，你数一数。都卖光了。嫂子，真的卖光了。沈小婉说道。10文钱5个白菜7个萝卜，买的人可多了，一下子就卖光了。这么便宜啊？张大嫂脸色微变，但很快又说道：小婉啊，嫂子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开心一下子都卖光了，要是嫂子自己来卖，我估计卖到下午也卖不完呢。这笋子也是100多斤全都卖掉了，嫂子谢谢你了。嫂子，和我客气干啥？沈小婉看了看四周，小声说道：嫂子，你别觉得吃亏了，其实这样卖白菜萝卜咱们还赚了呢。沈小婉见张大嫂还一脸懵，又解释着：嫂子，你听我说，你家的白菜裹得不算紧，大多数就是3、4斤，少数2个有5、6斤，萝卜也是不算大。如果1文钱2斤，你一个白菜也就卖2文，5个也最多卖12文。但你看看街上卖白菜的这么多，哪个能卖到1文钱2斤？多是1文钱3斤。这样算下来，你这个白菜还能比他们多赚2、3文，萝卜的话就赚得更多了。张大嫂仔细想了想，比较了一番，欣喜万分。还是小婉你聪明，嫂子可真笨呢，还以为这样更便宜呢。嫂子，只剩下这点干菜没有卖掉了，晌午应该就能卖光了吧？买干菜的人也多，等一会儿应该就卖出去了。张大嫂现在心底高兴，脸上也是止不住的笑。今天可真是谢谢小婉你了，要不然我这么多笋子和白菜，怕是只能贱卖出去了。这有啥？我还要谢谢嫂子你们帮我修房子和看顾小宝呢。张大嫂搓了搓手，哈着热气。那还是该谢的。嫂子卖的多少钱1斤？沈小婉小声问着。我也不敢要高价，他们要的多，我3文钱就给卖了，100多斤，差不多卖个400多文钱。张大嫂高兴得合不拢嘴，比大丫他爹做工还赚钱呢，下次再挖些来卖。我今天看街上也有不少人卖竹笋，嫂子再挖来，怕是也卖不出好价钱了。沈小婉劝说着。今天也是咱们运气好，
遇上大户了。是啊，我也看见了，刘三娘也在前面摆摊卖笋子，昨儿还说挖回去做腊肉吃，结果还是拿来卖了。我就说她咋那么大方呢？张大嫂嗤了一声，幸好昨晚上去山里挖了不少。嫂子，你们多晚才回去的？嗨，是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把山里的笋啊都挖光了才下山的。沈小婉哭笑不得，嫂子好歹也留一点啊，要不然明年开春还吃不了春笋了。啊，这样啊？张大嫂倒是不知道这个道理。那我就不挖了，要不然明年做干笋的笋子都没了。两个人又说了会儿话，把剩下的干菜便宜卖完之后，两个人收拾收拾就准备离开了。我先去和大丫他爹说一声，然后咱们再去买东西，到时候就直接出城回去。小婉，你看可以不？好的。沈小婉没什么意见，陪着张大嫂往县城的另一边走去。那地方比较偏，两个人为了不耽搁时辰，就抄了近道，从一条破烂肮脏的小路穿过去。刚走了没多远，一个男人从旁边的巷道里跳了出来。张大嫂被突然跳出来的男人吓了一跳。你这人怎么走路的呀？走路也不知道看着点儿，差点撞上我。沈小婉看着这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察觉到不对劲，和张大嫂小声说了句嫂子快跑，然后转身就想朝来时的路跑去。但刚一转身，就发现后面也站着一个长相凶狠的男人，拿着一根棍子拦着他们。嘿嘿，还想跑？往哪里跑？你们想干什么？嘿嘿，小娘子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流里流气的男人桀桀地笑了几声。我们兄弟没有恶意，就是手头紧，想和小娘子借几个钱来花花。你们别过来啊！光天白日的，你们还敢抢钱呢？我们喊人了啊！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来。画风怎么变了？不是劫财吗？怎么变成劫色了？沈小婉突然在脑子里开了小岔。老子别他娘跟他们废话，赶紧的把人揪出来。流里流气的男人呸了一声，也跟着说道：麻溜的给钱，要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我们就是乡下妇人，哪来什么钱呢？你们行行好，放过我们两个吧。我们大老远的走来县城，就卖了点萝卜白菜，也就20-30文钱。你要的话，我都给你们。你们行行好，放过我吗？20-30文钱，大夫要饭呢。真的没有了，没有了。你没有，他有。死婆娘，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再不拿出来，没你好过的事。沈小婉小脸苍白，还在挣扎着。我没钱。没钱？你今儿卖给县衙后门上的山羊就值几两银子，你当老子没看见？还说没钱？流里流气的男人呵呵地笑了2声，搓了搓手。呵呵，赶紧的，不然我就上手了。说着又淫笑了2声。虽然长得跟黑豆芽似的，但也是个女人，好歹也能爽一下。沈小婉脸色变了又变，她和张大嫂2个瘦弱女人根本不是这2人的对手，跑估计也跑不掉，可让她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送出去，她舍不得。小婉，张大嫂慌了神，不知道该咋办了，下意识地抓着沈小婉的手臂，问她该怎么办。是不是我给了银子，你们就放我们走？你给我们就放你走。对，你赶紧的交出来，不然我们不客气了。流里流气的男人说完，又看了巷子两头一眼，担心有人进来了。沈小婉飞快地看了巷子两头一眼，隐约
又听见巷子外面有脚步声，他心底微微有了主意。赶紧的，快点！好，我这就拿。沈小婉忙不迭地点了点头，将背篓放了下来，打算将银子从背篓里掏出来。张大嫂不忍心地看着沈小婉：“小婉，你别……啰里吧嗦的，摸个银子还慢吞吞的。”流里流气的男人一把将背篓拽了过去，弯腰着去摸索。趁着这个功夫，沈小婉抬脚就向巷子的另一头隐约有声音的方向跑去，边跑边喊：“救命啊！抢劫了！杀人了！快来人啊！”没钱，你个臭娘们儿！流里流气的男人把背篓一扔，抬脚就朝沈小婉追去。你敢骗老子，老子要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下一瞬，沈小婉就被男人一把推倒在地上，一巴掌朝他扇了过去。还敢跑？跑得了吗你？这破巷子压根就没人，你以为你喊两声能有人来救你？美的你了！说着就往他棉衣里摸。沈小婉被扇得脑袋发昏，嘴巴里都有了血腥味儿。在地上摸索了一番，将墙角的一块石头拿起，就朝着男人脑门上砸去。男人摸着脑门上流下来的热乎乎的血，眼睛都瞪圆了，一巴掌又朝沈小婉扇来。贱人，你他妈敢打我！打死你个杀千刀的东西！沈小婉拿起石头又朝男人脑门上砸去，但这次被男人给挡住了，还把石头给夺了过去。贱人，老子要杀了你！男人喊出这话的同时，举起石头就朝沈小婉的脑袋狠狠砸去。不要啊！张大嫂失声大喊着，她想上去帮忙，但被这个凶狠的男人给踢得坐在地上爬不起来。你们这些杀千刀的玩意儿，怎么这么狠毒啊！刚才用力的砸那两下，已经耗费了沈小婉全部的体力。现在看着石头砸了下来，她连挪动的体力都没了，无奈绝望的只能闭上眼睛。沈小婉等了片刻，睁开眼，就看到了刚才还要对她痛下杀手的男人躺在不远的地上，捂着肩膀嚷着喊痛。一脸凶相的男人这时跑了过来：“杨二哥，你这是干啥呀？”“老子干啥？老子倒是要问问你们在干啥？青天白日的欺负女人，欠打是不是？”他回过头朝来人看去，就看到上次赶集时在赌坊门口遇到的那个买了他兔子和山鸡的大糙汉。大糙汉叉着腰走过去，一脚踢在那男人的腿上。“叶老三就是这样教你们的。杨老二，你敢打我们，有你好看的！打的就是你，上次抢了老子的东西，老子还没找你算账呢，今天正好碰见了，正好一起算。”大糙汉撩起袖子就要揍人。“你妈的杨老二，老子和你拼了！”一脸凶相的男人又冲了过来，两个人打一个，大糙汉最后赢了。“都跟老子长点记性，别再抢老子的生意，要不然就不是今天这么简单的事儿了。”两人捂着心口和折断的手。“杨老二，你他妈等着！”说完就相互搀扶着跑了。呸！两个怂货！大糙汉呸了一声，然后转头看向沈小婉，仔细瞧了瞧，发现曾经见过。“哟，还是熟人啊！”沈小婉在张大嫂的搀扶下站了起来。“小婉，你认识这位壮士啊？啊，那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壮士。”沈小婉望着眼前这个虎背熊腰、一身匪气的大糙汉，眉心跳了跳，嗫嚅着嘴巴，小声道了一声谢。他是赌坊的打手，
什么？张大嫂脸色变了变，刚出狼窝又入虎穴，这还要不要人活了？我虽是道上混的，可也是讲道义的，不会对女人动手，你们怕个卵啊！张大嫂讪讪地笑了笑。你说的是，今天多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就被那2个坏人给害了。鞠躬道谢。多谢壮士，多谢你了。大糙汉嗯了一声。啊，这条路很偏，抢劫的溜子多，你们女人家最好还是走大道，莫要走这里。多谢壮士提醒。张大嫂又问，不知壮士叫什么呀？改日我让当家的亲自过来道谢。我叫杨二郎。大糙汉帮忙将扁担背篓捡了起来。不用道谢了，我就是路过顺手而已。我虽也是道上混的，但不欺负女人。说着又看了一眼沈小婉，也没有多说什么。没事就走啊。等人走后，张大嫂庆幸地说道，多亏这个杨二郎了，要不然咱们这点银钱留不住不说，虽然是赌坊混的，但是也算是好人。沈小婉重新背上背篓。嫂子，赌坊里的人能有什么好人？说的也是。沈小婉点了点头。嫂子，我们还是赶紧的去找张大哥吧，我怕待会儿那2个人又回来了。小婉，你说的是，那我们走小路还是折回去走大路啊？嫂子，我们继续沿着这条小道走，你不是说张大哥干活的地方就在前方吗？那成，我们赶紧的过去吧。张大嫂背起背篓，一瘸一拐地往前面走去。张大郎看着自己媳妇儿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很是担忧，又听到媳妇儿说差点被抢，男人的火气一下子就起来了，拿起扁担就要往外冲。我要去打死那2个杂碎！张大嫂忙拉住他。哎呀，你去哪儿去啊？我们这不没事儿吗？再说了，那些都是地痞流氓，不讲道理的，你不能去啊。我们这么多兄弟，能怕他们2个地痞流氓？张大郎大声嚷道。张大哥，正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张大哥，你们还要在县城干活，还是莫要招惹上这些地痞流氓为好。更何况嫂子和我都没有受伤，银子也没有被抢，这事儿就算了吧。小婉说的对，你别冲动。张大嫂也拉着张大郎抱怨道，你就是这个驴脾气，我都有些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带县城了。哎，好了好了，我不去就是了。张大郎叹了口气。你腿怎么样？没事儿，就是在地上磕了一下。张大嫂没敢说实话，她又从钱袋里摸出银子。今儿多亏了小婉了，要不然我们还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呢。给你100文，你要是馋了，出去打打牙祭。不用，你都收着，我这里管饱的。张大郎把钱推了回去。天越来越冷了，快要下雪了，你拿着钱去买些棉花回去，给爹娘石头他们添一身新衣裳。对了，我这个月就不回去了，等腊月里做完了，结了工钱再回去。你不回去，石头他们得想你。下月我们得空了，带他们来看你。好。沈小婉站在一旁，看着这对平凡夫妻撒着狗粮，心底很是感慨。小婉，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呢？张大嫂在沈小婉的眼前挥了挥手，喊你几声都没应。沈小婉回过神，嫂子，你们说完了。张大嫂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完了，那咱们现在去市场那边，去晚了就买不到下水了。小婉啊，
你这也太大手大脚了，买粗面就成了，咋还这么多白面和大米呢？把银子存起来，买块田地，或者是把屋子重新修一修也好啊。你想想，以后你家小宝长大了要娶媳妇儿，你们本身就是孤儿寡母的，要是再没有屋子和田地，哪有人家愿意把姑娘嫁过来呀？还早呢。那也不能大手大脚的，节省一点才是对的。哪家哪户买田地和做屋子的银子，不是每日从嘴巴里省下来的？沈小婉点了点头，表面应着。嫂子说的是，只是家里缺的东西太多了，总得补上。张大嫂想想也是，笑了笑，然后说道：嫂子也没其他意思，就是担心你。你和我娘家妹子挺像的，年纪也差不多大，我就把你当亲妹子一样对待，所以话才多一点儿。嫂子能真心待我，是我幸运。沈小婉抿了抿嘴唇，怅然地说道：除了娘家的大姐和二姐，就只有嫂子你待我最好了。那以后你就是我妹子了，你可莫要再跟嫂子客气啊，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就和嫂子说。哎，好的，嫂子。沈小婉低声应下了。回到村子，天已经黑了。沈小婉回到家，把东西放下，又去了张大嫂家接小宝。娘，小宝一看到沈小婉，就朝她扑了过来。娘回来了，小宝想娘。娘也想小宝了。沈小婉从荷包里摸出一颗薄荷糖递给他，那给你。同时又将剩下的4颗给了石头。石头，你和你姐姐分着吃。谢谢婶的。石头甜甜的应着。沈小婉抱着小宝正要回去，张大嫂才从屋里走出来。小婉呐，你和小宝就在家里吃吧，家里的饭都做好了，你们回去再做饭太麻烦了。哎，不用了，嫂子，你们吃，我带着他回去随便弄点疙瘩汤就吃了。小婉，你又和我客气。张大嫂将沈小婉给拉住。今天的事儿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要不然我还卖不了那么多银钱呢。大丫她奶奶已经在做菜了，你留下来一起吃。这怎么好意思呢？有啥不好意思的？快进来，快进来。张大嫂拉着沈小婉进了灶房里，又给提了一个装着炭火的烘笼给她。来，烤烤火，暖暖身子。哎，谢谢嫂子。沈小婉又和张大娘说道：就麻烦大娘你们了。没有的事儿。张大娘也是个热情善心的人。你坐着啊，我泡了2斤豆子，做豆子烧肉，好吃得很。小婉，来吃饭啦。张大嫂叫人上桌吃饭了。几人围坐在堂屋里的八仙桌上，借着油灯微弱的火光吃着饭。小婉，你吃，别客气啊。我做菜不是很好吃，小婉你将就着吃啊。大娘，你的手艺很好，很好吃的，比我做的呀好吃多了。吃过晚饭，沈小婉帮着张大嫂收拾了碗筷，正准备走的时候，就看到屋檐下放着几个烘笼。哎，嫂子，张大爷编的烘笼真好看，看上去秀秀巧巧的，很精致。不是嫂子和你吹牛，大丫她爷爷编的东西呀，都怪好看的，村里好多人都找他爷爷帮忙编呢。那咋没拿去县城卖呢？卖过呀，篮子、背篓、笸箩这些呀都拿去卖过。但是大丫他爷爷这几年手啊这个骨头啊疼得厉害，渐渐的就不做了。现在编这么几个烘笼啊都要费不少时间呢。我和你张大哥就不让他多编这些了。哦，那就可惜了。可不是嘛。张大嫂笑了笑，也没再说这个话题了。等收拾好灶房，沈小婉便和张大嫂道别了。
嫂子，我就先回去了。好，陆华，你们娘俩呀，走路小心点，别摔着了啊。哎，好，知道了。沈小婉背着小宝摸黑往家走去。昨晚累了一夜，沈小婉睡到天大亮才起床，李村长就上门来了，递给他一张登记着他和小宝的各种信息的纸。这是你们的户籍，你们可要收好了。李村长又摸出一张地契给沈小婉。这是这处乌鸡的地契，一共3亩，前面这2块小菜地还有后面的一块都是你们家的，收好了，丢了我可不管了。谢谢村长。李村长摆了摆手。哎，我也是看着姜老三长大的，他以前没少往我们家送差，你要谢就好好的把小宝给养大，莫让他走上了歪路啊。你收好，我走了。李村长背着手转身离开了。沈小婉将地契和户籍都放到了他的那口小箱子里，又摸出藏在里面的银子，数了数。昨儿卖了5两银子，但买锅和锄头这些就差不多花了1两银子，还买了一点米面和几个碗，又给自己和小宝各买了2套新棉衣。等会儿收拾收拾，趁着今儿出太阳了，烧些水来洗个澡。新衣服香香的。小宝高兴得不行。暖和不？暖和，脚也暖和。那就好。沈小婉给小宝把头发擦干了，便又送他去了张大嫂家玩。他这才回去重新烧水给自己洗澡。沈小婉换了干净的衣裳。哟，这都把新衣裳穿上了啊，人还漂亮不少呢。哪有啊？沈小婉笑了笑。这衣服穿着还真挺舒服的，好久没穿过这么暖和的衣服了。你以前的衣服啊，是太旧了。张大嫂说道。换上这新衣裳，整个人都精神好看了。哎，就是太贵了。还算便宜，4套衣服外加被子也才2两银子，给我便宜了那么多，我已经算捡到大便宜了。沈小婉顿了顿。而且我也做不来衣服，她的绣工啊还是不错的。这倒也是，针脚比我做的密实多了。嫂子做的好看，我要是会做也自己做了。嫂子，我就先带着小宝回去了，回去洗衣服，再把昨儿买的下水洗干净。好，那你回去忙你的去啊。大丫他奶奶一早就拿着肠子去村外的小河沟里洗去了，估计现在也该回来了。哎，那我等下也去那边洗。回了家，沈小婉先带着小宝把早上剩下的一点面疙瘩汤热着吃了。小宝在家和娘去河边，还是去找石头哥哥玩？沈小婉问道。找石头哥哥玩。那娘送你过去。沈小婉锁上门，又把钥匙挂了一把在小宝的脖子上。莫丢了，丢了咱们就没办法回家了。小宝乖巧的点头。娘放心，小宝会收好的。真乖。沈小婉将小宝送过去找石头以后，就背着猪下水和衣服这些去了河边。去小河沟必须得经过村口的大槐树，大槐树下坐着几个人正在打叶子牌做针线活，其中就有姜婆子。我们家秀香呀可孝顺了，昨儿赶集的时候还给我和我家老头子呀买了肉和新棉衣。哎呦，那棉衣穿起来呀可暖和了。哟，你们家常远媳妇儿可真是孝顺呐，看着这颜色可是好棉布呢。那可不，就是最好的。哎，你家常远和常远媳妇儿都搬去县城了，咋没叫着你和姜老头去呀？喊了呀，但是我们家常远是去县城读书的，秀香呢是去照顾他的，我们俩老的过去了也帮不上忙，所以就没去。
啊，这样啊。这人撇了撇嘴巴，眼尖的发现沈小婉埋着头从旁走过，心生一计，故意大声的和他打起了招呼。沈三妹啊，去河沟里洗衣服啊。快过来坐会儿，你婆婆也在这儿呢，我估摸着自从你们分家后多半都没见过呢吧。哎，快过来坐下说会儿话。不了，我先去洗衣服了。妇人看着沈小婉走远的背影，这沈三妹啊就是勤快，我让她来坐着歇会儿她都不过来。是勤快的。和江婆子不对付的人多，当即就有人接着说道：我瞧着沈三妹的衣服还挺厚实的，似乎还闻着点肉味儿。哎呀，这分家了，日子还越过越好了。江婆子，我瞧着你那三儿媳妇是个厉害的，你就这么把人给赶出去了，以后你可别后悔啊。哼，我后悔个屁，我就要他干点活，他就要死要活的要分家，分了正好。自从他进门，我和我老头子的身体就不大好，长远大前年考试就没中，分了我这身子就不痛了。哼，早知道这样就早些赶出去，妨碍了我们江家的气运。大槐树下的对话，沈小婉并不清楚，因为衣服穿了很久了，很脏。沈小婉拿着皂角抹了抹，然后就放在一旁浸泡着，然后就开始清洗买回来的猪下水，差不多耗费了2个时辰，也就是4个小时。等好不容易洗干净了，天都快要黑了。娘，你在哪里啊？婶子，你在哪儿呢？石头也跟着喊。在这儿。沈小婉快步走了出去，就看到石头牵着小宝往他这边走过来。咋过来了？婶子一直不回家，我就带小宝来了。石头说：石头哥哥带我来的。小宝攀着沈小婉的脖子，小声抱怨着：娘，你一直不回去，想娘。太敏感了，一会儿不见他就追着找他。沈小婉摸了摸他的头：娘在给小宝洗衣服呢，洗好了就回去。小宝在家等娘回去也是一样的。那娘洗好了吗？那洗好了，我们这就回去了。沈小婉将小宝拉到外面的平地上。你和石头哥哥走前面，我背着背篓就跟上。等娘一起。小宝固执地说道。那就在这等。沈小婉转身往上游走去，背了背篓后又折了回来，牵着小宝就慢慢地往村里走去。走了2步，又回头看着在河边玩水的石头。石头不能玩水，走，回家了。哦。石头把手上的小石子儿往河里一扔，然后小跑着跟了上来。婶子，夏天的时候能在里面抓到鱼呢。那你抓到过吗？没有，我爹抓到过，好大一只呢，有这么大。又有不少人扛着锄头往竹林里走了。张大嫂努了努嘴：刘三娘嘴巴也够大的，自己卖竹笋卖了10几文钱，就不知姓什么了，到处宣扬。现在村子里啊都在挖竹笋。现在就算拿去卖，就2、3文钱，价格估计抬不起来了。那也是他们活该。张大嫂对于刘三娘泄露了他们赚钱的法子一事耿耿于怀，心底很是不爽。嫂子，我不和你说了，先把柴背回去放着先。沈小婉拉了拉背篓绳子，往自己家走去了。小宝，小宝你在哪儿？在这里。小宝和石头的声音在屋子后方传来。怎么跑屋后去了？沈小婉赶紧沿着他前几日清理出来的小路往屋后走去。
看到2个小娃子蹲在地上玩东西，也不知道玩的什么，这双手全是白色的泡泡。你们在干什么？沈小婉走近了，问他俩人。石头伸出手，婶子，你看我们的手白白的。这是什么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不是让你别玩水吗？弄得脏兮兮的，一点都不听话。小宝扁了扁嘴巴，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眼泪也跟着滚了出来。婶子，你别凶小宝弟弟啊，我们就是捡这个果子玩的，手上黏糊糊的，这才在这里洗手，我们没有玩水。是这样吗？沈小婉看着小宝，小宝哭着不停地说道：没有玩水，洗手。真的只是洗手？沈小婉其实已经信了，看了看一旁的小土沟，里面的水浑浊不清。怎么不在木桶里舀干净的水洗？这里的水好脏的。快些把手放在袖子里捂热，冻着生冻疮了，有你们痛的。沈小婉又将就着水洗了洗，很快发现手上也沾染起了泡泡。奇怪地看着这些白泡泡，感觉还挺细腻的，和洗面奶、香皂弄出来的泡泡差不多的感觉。石头看着沈小婉睁大了双眼，又不说话，还以为她发疯了，当即大喊道：娘，婶子发羊癫疯了！大大的小宝一下子又哭了起来。娘，你别疯！沈小婉这才回过神，娘没疯没疯。然后抱着小宝柔声问他：小宝，你知道这个泡泡是怎么来的吗？小宝还没说话，石头立刻抢着说道：婶子，我知道，是我们捡的果子搓出来的，它的皮也可以黏糊糊的。在哪里捡到的？沈小婉又问。在这里呢。石头从旁边堆柴的墙边捡起2个，沈小婉接过来仔细看看。诶，这不是上次带小宝进山在那片林子里捡的吗？当时他还嫌脏，让小宝不要捡。小宝，这是上次在山里捡的，对不对？小宝乖乖点头。沈小婉把外面一层还算新鲜的壳子剥下来，加了一点水，在手上搓了搓，泡沫很快又出来了，很细腻柔软的感觉。沈小婉心底有了揣测，又将放在锅里还沾着油的锅铲拿过来，用壳子洗了洗，然后发现铲子上面的油洗得干干净净的，去污能力很强。沈小婉眼睛都亮了，拿着黑不拉几的果子看了看，这难道就是无患子？那如果这是无患子，那它就可以用来制作肥皂，洗衣服、洗头什么的就方便了。小宝，你真是帮了娘的大忙。沈小婉激动地在小宝脸上亲了一下。娘今天不该凶你的，小宝别和娘生气啊。娘不生气啦。婶子，这个可以吃吗？不能吃的，等婶子琢磨琢磨就知道该怎么用了。沈小婉顿了顿，石头答应婶子，这个果子起泡泡的事情不能和别人说，好不好？好。小宝乖乖点头。石头抓了抓脑袋，和娘奶他们也不能说吗？暂时别说，婶子琢磨好了再和你娘说。好。石头点了点头，也没有多想，很快就抛之脑后，拉着小宝去玩了。小婉锁了门，背着背篓继续往山上走去。他想去那片林子看看还有没有那种果子。小婉很快就到了那片长满无患子树的林子，寻到了一棵
还剩下一些无患子果实的树下。先把落在地上的捡了捡，将还没有烂掉的全部捡了起来。奋斗了一下，把这一大片林子都清理得差不多了。最后将果子放进背篓，才发现比预想的要多不少，估计有近100斤。特意绕了一圈，去了另一边挖陷阱的林子，又捡到了2只运气不好的野兔子，这才回了家。娘，你捡这么多果子回来玩啊？小宝扒着背篓，看着里面的无患子，萌萌地问道：是啊，小宝帮娘把果子外面的壳剥下来，好不好？沈小婉一边处理兔子，一边和小宝说着：把外面的壳丢到这个木盆里，果子呢丢在这个簸箕里面就行。娘，我包好了。小宝剥了20多个，就有些疲软了，端着小木盆放到沈小婉的眼前。够了吗？够了，过来洗洗手就去玩吧。沈小婉找了一只石臼，把壳全部放了进去，加了少许水，然后用石杵反复地捣着，直到外壳被捣得稀碎，白色的泡沫浮在了表面上，才停下来。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进了一个大海碗里，然后把里面的壳全部捞了出来，放到一旁，又往大海碗里添了些水，同时还拿了些白面出来，慢慢地放进大海碗里，一边放一边搅拌着。娘，这是要做面团吗？不是做面团，是做媳妇的东西。沈小婉把筷子递给小宝：要不要试一试？好。小宝拿着搅拌的筷子，学着沈小婉的样子顺时针搅拌着，一边搅动一边催促道：娘，你放，我搅。好，我放，你搅。沈小婉又慢慢地往里边加着面粉。看这水没了就不搅了。小宝郑重地点点头。好了，不用搅拌了，已经好了。哦。小宝连应了3声。这就好了？等一下我找个东西把它们装起来冷硬了就好了。第2天，小宝一爬起来就跑到了屋外。娘，好啦，硬的，硬邦邦的。正在理被子的沈小婉连忙按了按竹节里的肥皂，被寒风吹了一夜，冷得已经硬得不能再硬了。找了刀，将肥皂从竹节里弄了出来，切了差不多5块，也不知道好不好用。沈小婉拿着1块肥皂就走了出去，把昨天挂在外面的一张沾满油污的布巾拿来，抹了抹，加水搓洗了一下，泡沫很快就出来了，油污也洗得比较干净，效果很不错。没想到真被他做成了肥皂。吃了早饭，沈小婉就把昨天背回来的无患子全部剥了壳，寻了张大爷帮忙做了200来个小竹盒子。木盒子做好之后，沈小婉这才将这几日趁着空闲时间捣碎了的无患子加水加面搅拌均匀，然后一一分装进了做好的小竹盒子，一共装了180个。小宝啊，你可把这些肥皂盯紧了，莫要让野鸟给折腾了，咱们就可指望着这些住上新房子呢。沈小婉很有信心能把这些肥皂卖个好价钱。小宝连忙嗯了2声，做出一副凶狠的样子。不让，石头哥哥碰我也不让。转眼到了11月15号这日，槐树村渐渐飘起了小雪。沈小婉带着小宝，背着30块肥皂，就去县城，赶集了。李村长的大儿媳要回娘家走亲戚，她的娘家离西山县不远，沈小婉就搭村长家的牛车去县城，一路顺畅，4时出就到了。
你们啥时候回去啊？到时候一起把你们娘俩搭回去。沈小婉问道。嫂子，你们不住2天？家里活还多呢，中午吃了宴席，再坐会儿就回去。你们办完了事儿就往我娘家村子走，我们在大道上等你们娘俩啊。沈小婉想了想，也就应下了。那麻烦嫂子你们了。这有啥呀，顺路的事儿。崔淑芬坐上牛车。你们娘俩呀，赶集去吧，我们也赶紧去走亲戚了，还得过去帮忙呢。哎，好的，李大哥，嫂子你们慢走。沈小婉牵着小宝往县城里面走去。沈小婉直接就去了坐落在那条街上的胭脂铺，店掌柜正在拨弄算盘。哎呦，客人要买胭脂啊。态度不算太差，也不算好，很冷淡。掌柜的，你这里可卖皂角？不卖。掌柜不耐地抿了下唇，但没发火，指了下外间。外间的杂货铺就有卖，你们去那处问问。那可有皂角的替代品？你要买枣豆。掌柜从旁边的架子上拿出一颗纸包住的枣豆。100文一个。掌柜的，这枣豆的味道也太刺鼻了吧。买不起就别乱碰。掌柜说着就将枣豆收了回去。掌柜的，我这里有一种新东西，可以洗头发、洗澡、洗衣服，甚至还可以用来洗碗，很方便，去污能力比皂角好不少。掌柜的，你要不要看看？掌柜的拿起肥皂看了看，又凑近闻了闻，淡淡的清香，还算不错。这叫什么？沈小婉想了想，叫香姨子。香姨子。掌柜的拿着又闻了闻，香味倒是有，只是不知效果如何。掌柜的可有较脏的布巾？沈小婉提议道。有。掌柜的吩咐一旁的打杂小厮进了后堂端水出来，然后拿着肥皂洗起了布，很快泡沫就出来了。这种香姨子就是这样，多泡沫，这样呢也洗得更干净，也可以让手变得细滑，不会伤布匹。沈小婉一本正经地胡吹着。掌柜的，你看是不是这样的？这不是皂角做的吧？是拿什么做的？沈小婉笑了笑。掌柜的，这个可就不能告诉你了。顿了顿，又问：掌柜的，觉得怎么样？城里的小姐贵人们可会喜欢这种香姨子？掌柜还有什么听不明白的，笑了一下，没说话。掌柜觉得不行，那我去别家再看看吧。小娘子莫急。掌柜已经从这块香姨子里发现了巨大的潜力，咋可能让人离开？小娘子，我花钱买这个方子，你开个价。掌柜的，你这可不道德，哪有这样直接拆桥的？掌柜的也瞧出香姨子的好了，相信县城里的贵人小姐们肯定会喜欢这种香姨子的。掌柜若愿意，我可以长期供货给你们胭脂铺。掌柜略略思忖了一番。你有多少香姨子？加上这块有30块。沈小婉没有把家里的那些说出来，免得掌柜的坑他。这么少？掌柜，这已经不少了。制作香姨子的材料极为难寻，我也是运气好才得了这么一点。沈小婉顿了顿。掌柜的，这东西少才显得珍贵，要是多了，岂不就是和那些枣豆一样了吗？掌柜点点头，这的确是稀罕物。小娘子，那我出50文一块。50文？沈小婉觉得自己听到了一个莫大的笑话。她指着柜台上摆着的几款脂粉。掌柜，你家这么一点脂粉，还没我的香姨子1/6厚，就卖400-500文，你觉得开50文的价格合适吗？而且我这香姨子你也用过了，绝对比枣豆和皂角好用数倍，
只要简单包装一番，至少能卖半钱银子乃至更高的价格。掌柜，您是生意人，不会不明白这种法子的。沈小婉说道。掌柜，你给个诚意一点的价。100文一块，这已经是最高了，我也只能给这么多。虽说这香姨子不错，但我还要担各种风险，也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用这种香姨子。沈小婉打断了掌柜的话，直接报价了。我500文一块给掌柜你们家的铺子。掌柜摇头。太贵了。这个价格虽然听着有些高，但它可以一块抵3个枣豆，算下来，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而且，我也是想和掌柜你们家铺子长期合作的。如果掌柜的同意，以后就仰仗掌柜的照顾了。掌柜，你若是担心在县城卖不出好价钱，那可以去州城、京城，想了那些富饶之地的贵人们舍得花银子买些稀罕物的。沈小婉叹了口气。唉，说实话，若非州城遥远，去途危险，我倒也想去州城奔一奔。掌柜听到这儿，立即点点头。好，我同意了。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我们不是亏本了吧？沈小婉心底肉痛。早知道开价1000文一块了，失策。不过小娘子做的这香姨子只能送到我这云凤楼里来。这是自然，我虽是乡下女子，但也是讲信义的。既然与掌柜的做了生意，自然就只会送你这一家的。那我们写份文书。沈小婉抿了抿唇，想了想。可以，只是我只和掌柜的签1年。掌柜的脸色变了变。莫非小娘子还想卖给别家？不是的，掌柜，只是因为我家中没多少存货了，我怕以后供不上，以免耽误了掌柜的生意。沈小婉也不想一竿子打死了，万一她的香姨子火了，那她岂不是没有涨价修改文书的权利？若是这样，那价格可就不能这么贵了。真是老狐狸。沈小婉笑了下。掌柜放心，我只要有货了，都优先送到掌柜这里来。掌柜若是不要，我再去寻别家。掌柜没法，但也只能按说好的来写文书。沈小婉靠着柜台，看着掌柜写字儿。掌柜抬眼看了一眼沈小婉。认字？不认识。沈小婉憨厚一笑。瞧着怪好看的，你们读书人可真厉害，写字好看。沈小婉把按了手印的文书小心翼翼地收好，这才把背篓里的肥皂全部拿了出来。掌柜，你清点一下，加上这块一共是30块。沈小婉将用过的那一块放在柜台上。这块就不算在一起，送给掌柜了。会来事儿。掌柜笑眯眯地收下了，然后数了14两500文的银子给沈小婉。小娘子家中若是做好了再送过来。那我还得回去寻寻有没有那种材料。掌柜，你不知道，那材料实在是太难寻了，说是下雪了，怕就得到明年夏日之后了。掌柜拱了拱手。还请小娘子尽力啊。多谢掌柜了。沈小婉顿了顿。哦，对了，还未请问掌柜贵姓？免贵姓刘。刘掌柜，那我先告辞了。说是还能寻到材料，下次赶大集的时候给掌柜送来。沈小婉说完，这才抱着小宝出了铺子，往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走去。小宝，娘带你逛街去。沈小婉拉着小宝往热闹的街上走去，一路上听到各种叫卖声。豆花，新鲜热乎的豆花。卖笋子喽！新鲜的笋子，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笋子哟！卖糖葫芦喽，又酸又甜的糖葫芦。沈小婉又去肉铺子里买了2根棒子骨，还买了一些带肋骨的肉，拿回去做腊肉。
还买了一些肥瘦相间的肉以及一点小肠，拿回去做香肠。买的差不多了之后，就出城了。县城门口没有顺路的牛车，沈小婉只能带着小宝慢慢的往崔淑芬的娘家那个村子走去。身后的方向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马车一下子就冲了过去，扬起一地的灰尘。冲这么快赶去投胎啊！乌篷马车跑出了几米远，却又停住了。赶车的人从马车上跳了下来，朝后面走了过来。看清来人的时候，沈小婉皱了皱眉，怎么又遇见这人了？真的哪儿都有他。虎背熊腰的杨二郎大步走了过来。去哪儿？我顺道送你。不用了，离得不远，我们走路过去就行了。哎呀，不用客气。杨二郎一只手就把沈小婉的背篓给端起来了。你这个小身板还背这么重，别压折了。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就好了。沈小婉不想和这种人扯上关系，拼命的想把背篓给抢回来。不准欺负娘！小宝跳了出来，对着杨二郎的脚拳打脚踢着，凶狠的放着狠话。不准欺负我娘！哟，这是你儿子，还挺血性的。杨二郎根本不把这点力道放在眼里，一手提着小宝，一手提着背篓，就朝乌篷马车走去了，直接将人塞了进去。放心吧，我又不吃人。沈小婉脸色微白。那咋好意思麻烦壮士你呢？之前就很麻烦你了。我帮你好几次了，也不多这一次。去哪儿？在上河村村外的道上就行。杨二郎听到上河村这3个字儿，挑了下眉。你是上河村的人？沈小婉没想把真实地址告诉杨二郎。我也是上河村的，咋没见过你呢？杨二郎直接拆穿了沈小婉的谎言。新搬去的？尴尬了。沈小婉干咳了一下。有人去这里走亲戚，我搭他们的牛车回去。杨二郎哈哈的大笑了几声，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快就到了上河村。壮士，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就是了。沈小婉抱着小宝要下马车。这么防备？杨二郎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来日方长。那成吧。说着帮忙把背篓给提了下来。你搭谁的牛车回去啊？我进村了帮你喊一声。不用壮士你了，我们就等在外面就行了。哎，叫什么壮士，实在太难听了，你就叫我杨二哥就成。杨二郎跟着又问道：小娘子叫小婉，我以后就叫你小婉妹子了。沈小婉脸色变了变，定是上次张大嫂叫她的名字，被她给记住了。我们不熟，别乱叫。不等她说话，杨二郎露出痞笑。切，小婉妹子，那你就在这儿等会儿，我进村了帮你喊一声。笑什么笑啊？以为自己长得很和善很好看？沈小婉沉了沉脸。不用不用，不想麻烦壮士你了。杨二郎抢先说道。哎呀，没关系，要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我，下次赶集再给我送点野味来就行。送你妹，想得美了，脸皮够厚的。那我就先进村了。杨二郎大嗓门吆喝一声，赶着马车就朝另一条岔道往上河村走去了。娘，坏人捏我脸！小宝委屈地说道。娘给你吹吹就不疼了。沈小婉心疼地抱着小宝，对着他的脸颊吹了吹。坏人和叶婆婆一样坏。小宝细声细气地说道。那我们下次不搭理这个坏人，看着他就躲开。没等多久，李老大和崔淑芬带着几个孩子
赶着牛车就出来了。等沈小婉娘俩搭上了车之后，崔淑芬忍不住问道：沈三妹啊，你咋认识杨二郎的？嫂子，杨二郎是谁啊？我不认识。啊，不认识就好。崔淑芬也没多想，杨二郎啊，不是个好的，在县城赌坊里做事儿呢，赚的全是黑心钱。沈小婉没吱声，不想多说，免得被人误会了。上河村这里边，杨二郎抱着大海碗正在狼吞虎咽。杨老娘一边纳着鞋底，一边问道：二郎啊，你年纪也不小了，该找个媳妇儿了。娘请村子里的王婆子给你看了几家，都是好姑娘，你啥时候有空啊，去看看。不急，还早呢。怎么不急？我还等着抱孙子呢。哎，等着，我有喜欢的了，就和娘你说。杨二郎脑子里突然闪过那个俏村妇。哎，娘，刚才赶牛车走的那个是崔瘸子的女儿？是啊，是他二女儿淑芬，回来给崔家老娘过大寿的。他家男人是哪个村子啊？杨老娘想了想，好像是山里头的，晓得是槐树村还是水墨村，你问这个干啥？哎，就随口问问。沈小婉他们还不到申时就到槐树村了，他要给村淑芬车资也没要，没法，只能摸了一把糖出来，给了崔淑芬的3个娃算作酬谢了。崔淑芬看了看包着糖纸的糖，孩儿他爹，我瞧着沈小婉自从离了江家，整个人都精明了，还赚了钱。你看这糖得好几10文钱一斤呐，我闻着他那背篓里还有肉味呢，也不知买了多少。你别乱打主意啊！我是那种人吗？我就感叹一下，上头没人压着了，他就把日子过好了。我觉着呀，咱们得和他关系搞好，说不准以后还能沾点好处呢。以后他有啥需要咱们帮忙的，咱们也帮着点。张大嫂刚从地里回来，专门给沈小婉送了几个萝卜白菜。小婉啊，你这么早就开始做腊肉了呀？现在天气这么冷，我想着早点做，也能早点吃上。小宝也念着想吃。小宝还是个小馋鬼。张大嫂看着沈小婉买了小肠，是准备做腊肠？打算做一点。小婉啊，这些油也别剪掉，不要浪费了。张大嫂看着剪下来的油脂，心疼得很。这些油啊，都能做不少菜了。哎，你别都给扔了。沈小婉额头全是黑线。哎，知道了，嫂子。第二天，沈小婉一早起来了，打算顶着寒风再次进山，又寻了一些无患子回来。张大嫂见他背篓里的无患子，小婉，你捡些烂果子回来干啥呀？拿来烧啊？沈小婉笑了笑，没说话。哎呦，你这香肠都做好挂上了啊？昨晚熬夜做好的。昨晚风大，都快要吹干了。风就是大，今天刮得我脸啊又痛又红的。哎呀，快要下雪了。真的？那可太好了。好啥呀？到时候冷得出屋子都不敢出。张大嫂望着竹竿上的肉。小婉呢？你这些肉挂在外面可小心一点啊，遇上眼红的人就糟了。嫂子说的是，我也是怪担心的。沈小婉叹了口气，我一个女人家想防也防不过来，这2天都让小宝在家守着，等风干了就收屋里去放着。张大嫂想想也是，这倒也是，你多拿些柴遮挡一下，别让人给瞧见了。夏赏去山里背了柴，就把这边给挡住。沈小婉端起开水喝了一口。嫂子，要是有狗就好了，谁敢偷上门就咬它。养狗多费粮食啊，你小心一点就行了，没必要费那个钱。再说了，我也没瞧见哪家哪户养了狗，
你想要狗崽子都要不到。沈小婉嗯了一声，也没有多说这个问题，回屋拿了一块最开始做的肥皂出来给张大嫂。嫂子，上次借了你不少好几个皂角，这个和皂角的效果差不多，我拿这个还给你。不用，就几个皂荚也没磨成粉给你，哪还用你还呢？这东西瞧着就怪金贵的，你快拿回去自己用吧啊！我这里还有呢。沈小婉把肥皂塞到张大嫂的手里。嫂子拿回去用，这个洗衣、洗头、洗澡都可以，方便得很，比皂角好用。真的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张大嫂摸了摸肥皂，觉得滑腻腻的。哟，怪滑的啊！这叫啥名字呀？香姨子。沈小婉把说给县城掌柜的名字说给张大嫂听。洗了澡身上香喷喷的。那我回去试试。送走了张大嫂，沈小婉又去山上背柴了。转眼到了11月的最后一天，赶大集的日子。赶车大叔吆喝了一声：还有没有人要搭车？不搭我就走了。哎呦，等一下，我们还要搭车。江婆子和周翠花他们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小月和栓子。5文钱一个人。这么贵，都能买半斤糖了，你这心也太狠了，咋这么贵呀？赶车大叔不高兴地哼了一声：哼，下雪了，年底了，都涨价了，你们做不做？不做就只能走到县城去了。骗谁呀？走到水墨村搭车也才2文钱。年底了，大家都要去县城准备年货，搭车的人多，哪还有空位给你们搭？你们村隔得这么远，雪积得比我们那儿厚得多，要不是想着你们这里搭车的人多，我还懒得进来。赶车大叔不耐烦地拉了拉绳索：你们做不做呀？不做我就走了。哎呀，坐，你们回去，我一个人去把东西买了回来就是了。啊？周翠花一脸的憋屈：娘，你一个人去咋行啊？我还想着去给栓子他爹送棉衣呢。再有半个月就回来了，送什么送？江婆子可舍不得多花5文钱的车钱，不嫌难走啊。他爹只穿了1件棉衣，我想着今年比去年冷得多，就想给他送1件去。娘，我让栓子和小月回去，我陪你去。我不，奶，我也要去。哎呀，好，奶带你去。奶，我也要去。小月也想去，她的小伙伴们都去了，她也想去找他们玩。小丫头片子，去什么去？回去！江婆子骂骂咧咧的，抱着栓子就往牛车上坐上去了。周翠花也紧跟着坐了上来，朝小月挥了挥手：哎呀，赶紧的回去！江婆子见她坐上来了，当即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哼了一声，转过头去骂周翠花：当我们家的银子是大风刮来的呀，你撵着非要去，车子你自己给啊，我不给你给。周翠花脸都绿了：娘，栓子他爹做工的钱都上交给娘你了，我没钱。没钱你还去？当老娘的钱白来的呀？走不走啊？不给钱就下去啊！赶车大叔不满地喝道：啊，坐，没人了，走了吧。做完了，走了。江婆子看了一眼牛车上坐着的10几人，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前面一点的沈小婉，阴阳怪气地说道：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样子，别不正经的整天就往外跑，招惹野男人。张大嫂听着江婆子指桑骂槐的话，火气一下子起来了：江婆子，你这话说的可不中听，咱们可都是女人家，光明正大的赶个集，怎么就是不正经了呢？哼，我没说你啊。
江婆子哼了一声。张大嫂哦了一声。哦，不是说我呀？啊，那就是说马大嫂呗，还是牛大嫂啊？被点名的马大嫂和牛大嫂当即板起了脸。江婶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没说。江婆子的话还没说出口，又被其他人堵住了。她气得没法儿，指着沈小婉说道：“我说他呢！”沈小婉板着脸：“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江婆子叉腰大骂：“分家的时候你可是连饭都吃不起的，哎呦，还不到个把月就又赶集呀，又吃肉的，不是傍了野男人还是什么呀？我就说你怎么拼死拼活的要分家？哎呦，原来啊是方便和野男人勾的！哎呦，我呸！真是不要脸！”这话一出，牛车上的其他人看向沈小婉的视线都变了。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你可以穷，可以弱小，但是名声一旦坏了，就会被别人的唾沫星子给吐死。沈小婉沉着脸，很快又笑了笑，悠悠地说道：“娘，您老今天也是打扮一新，嘴巴这么红是涂了口脂吧？进城是见哪个男人？难怪不让大嫂他们去。”你胡说八道！江婆子气得发抖。你以为谁都和你这个寡妇似的，缺男人啊？那我可不知道了。有些人有男人也喜欢外面的，毕竟野花比家花香。沈小婉说完又笑了一声：“沈三妹，你别太过分了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娘呢？”周翠花大声嚷道：“你别乱造谣啊！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巴？”沈小婉被气笑了：“那你嘴巴一张一合就胡说八道就行了，我凭着自己劳力赚了点小钱，怎么就不行了？”江婆子呸了一声：“呸！谁知道你是卖东西赚的还是咋赚的？”老江家的，你还记得20年前不？那个时候你可没少和……一旁一个60多岁的老婆子很看不起江婆子这副咄咄逼人的样子，话说完了就没话说了，然后笑吟吟地望着江婆子。沈小婉转头看见江婆子的脸色暗暗，不自在地转过身，不再说话了。20年前咋了？不过还没深思，那老婆子又开口问道：“我听说竹林里长了很多笋子。”“就是，我之前就听人说啊，沈三妹在挖竹笋卖，应该能赚不少吧？”“肯定能赚钱呐，刘三娘他们也挖了不少去卖呢，一斤能卖个3、4文钱。”“哟，这么多啊！”到了县城之后，沈小婉好不容易走到了胭脂铺的时候，这铺里的学徒立即迎了出来。“小娘子，你可终于来了！”沈小婉被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事情。“怎么了？是香姨子出了什么问题吗？”“小娘子，你终于来了！”刘掌柜也从里间走了出来。“等了小娘子许久了，若非不知晓小娘子的住处，我已派人上门寻你了。”“寻我做什么？”“哎呦，小娘子莫要开玩笑了，你还不知我寻你是什么事儿啊？小娘子那处可还有香姨子，这次可能多供给一些。”沈小婉挑眉一笑，她就知道是这样。“刘掌柜，那29块香姨子都卖出去了？”“哎呀，都卖出去了。当日东家就拿了25块去州城里，店里只剩下了4块，城的好些小姐们都没能买上，整日都派人上门来催促。”“拿去州城了，可还好卖？”“都卖出去了，东家已经连续派人回来催促多送下去了。”刘掌柜朝沈小婉拱了拱手：“小娘子啊，这次就全靠你了。”“卖出去了就好，我还担心没人赏识我做的香姨子呢。”“哎呀，东家原说回来亲自见见小娘子的，
只是最近风雪较大，压断了一截桥，还没修整好，这才没赶回来。小娘子，你还有多少这种香姨子？有倒是有，只是……沈小婉话还没说完，刘掌柜就匆忙道：“我都要了。”停顿了一下，刘掌柜又说道：“只是小娘子，咱们文书已立，你可不能随便涨价了啊！”我按了手印自然是认的，不会乱涨价的。我想和掌柜说的是，我这次是最后一次送货过来了。现在下雪了，天气太冷，我这里已经没有做香姨子的材料了，而且过了年就是农忙了，估摸着得等到夏收之后才有时间做了。能不能早些做呀？开春天暖了就做不行吗？怕是不行的。我把我存放的170多块香姨子全部都给掌柜你送来了，再多的就真的没有了。这也不够。沈小婉摇了摇头。掌柜，你若是想让每人一块，肯定是不够的。但若真是每人一块香姨子，那它就不值钱了。物以稀为贵，掌柜的比我更明白这个道理。一个月拿出1-20块买，这些足够支撑8、9个月了。刘掌柜没说话。沈小婉又喝了一口温水，继续说道：“掌柜的，我也很想一直供货，但的确是有心无力。等来年找到新的原料，我再多做些送到掌柜这处来。”好吧。多谢掌柜的体谅。小娘子可说话算话，一定要送过来啊！掌柜放心，我们不是还有文书吗？掌柜，一共175块。刘掌柜拨弄着算盘。87两5钱银子，小娘子要银票还是要银子？银票是哪样的？是不是换成银子还需要给银钱？我们云凤楼的银票是通宝银号的银票，退换率最低，只需付3%即可。我可不可以换成金子？自然可以，10两银子换1两金。那劳烦给我换70两银子的金子，其余的给银子。从胭脂铺出来，沈小婉就去了约定的地方等张大嫂。等到张大嫂后，两个人就去菜市场那边买过年用的东西。幸好小婉你提醒我给大丫他爹送了些炭去，他们晚上穿着棉袄盖着棉被也不顶用，被冻得不行呢。沈小婉提醒着：“烧炭烤火可要开着窗，闷住了就不好了。”我都和大丫他爹说了，他会挤着开窗的。张大嫂抹了抹泪：“我都想让他回家去了，至少家里有柴火不冷啊，哪像在城里买炭都买不着，冻坏了身子可咋办呢？”县城没炭？沈小婉很诧异，县城里这些人明知冬日下雪，咋可能不准备呢？有，但价贵呀，你张大哥他们也是做工的，哪儿买得起啊？哎，我刚才从那边出来，看到好些人家都冻得直哆嗦呢，也没说烤火。嫂子，我有个主意。啥主意呀？赚钱的主意。县城里家家户户都要用炭，不可能每家都有钱准备的齐全，肯定有缺的。咱们村子一个冬日烧多少木炭出来啊？质量虽然不好，但便宜卖，肯定也有很多人买的。能有人买？张大嫂表示疑惑。要不咱去问问，他们要是需要，明儿就送来。那我去，小婉，你在这等我啊。张大嫂飞快地朝她刚才经过的巷子走去，不一会儿就跑回来了，高兴地说道：“小婉，他们要。”真的要？沈小婉以为已经有人卖了呢。他们说今年的炭呢特别贵，想买都买不到。小婉呐，那咱们赶紧的买完就回去，我们家烧了不少炭呢，都堆了一堆了，明天早些背到县城来。嫂子，你背能背多少啊？你要不找村子租借一下牛车，多驮一些来卖。那我家没多少炭呢，一趟就背完了。嫂子，光你自家的那一点能卖多少钱呀？咱们村子里那么多户人家，
肯定烧了不少炭。你低价买回来，再拿来高价卖出去，保准你赚不少。这样能行吗？他们能卖？咋不能行？他们留在家里也没用，烤红龙也要不到多少木炭呢。那要是被别人学去了咋办呀？咱们村的人都奸得很呐，看啥都偷学。所以我让嫂子你多弄一些啊，这2天争取卖个好价钱。过2天价格估计就卖不出好价钱了。张大嫂1文钱2斤的价格收了将近1000斤，张大嫂有些担忧明天的生意。小婉啊，你真不和我去了啊？沈小婉正在给张大嫂装家里多余的木炭。嫂子，按我和你说的去就行，挨家挨户的问一遍。要是卖不出去可咋办呢？嫂子，你别担心，会卖出去的。嫂子，你看那些人都冻成那样了，有钱买不到炭，你卖5文钱1斤也是有人买的。张大嫂一听到5文钱1斤，顿时啧舌。5文钱1斤？我想的是1文钱1斤呢。那嫂子你也赚不到什么了，就5文钱1斤，买得多呢你就便宜1、2文。张大嫂咬了咬牙。那成，我明天就这样说。顿了顿，他又说道：那咱们这个咋分呢？你多一点，我少一点。哎，嫂子我不要，这生意嫂子自己做，赚了的钱归你自己，我就不参与了。这咋行呢？这主意是你想的。沈小婉摇头。嫂子，我就说了一句也没有帮你什么，出去收货卖货都是嫂子你在干，我说啥也不会分你的钱的。这哪成啊？嫂子，你这样说就和我生疏了。时辰不早了，天快黑了，嫂子你快回去清理这些木炭，大块的和细碎的都分开了卖啊。沈小婉把手上的一筐木炭塞给张大嫂。我就不留嫂子你了。张大嫂抱着一筐木炭也是哭笑不得。那成，我先回去了啊，等明儿再说。第2天傍晚时分，去县城卖木炭的张大嫂就回来了，兴高采烈地敲响了沈小婉家的木门。小婉，小婉，卖出去了，卖出去了。沈小婉也替张大嫂高兴，忙让张大嫂进屋来说话。全卖出去了？都卖出去了。张大嫂靠着灶台边上坐下，顺便烤着火。我一到县城啊，就叫上你张大哥和我一道去那些巷子里，吆喝了几声，就有人来买了。好些人都说没存够过冬的木炭，都抢着要呢。我那600多斤木炭不一会儿就卖完了。我都按照小婉你说的分成大块的和小块的，大块的5文1斤，小的碎的1文钱1斤，买的多的还送1、2斤做添头。哎呦，他们高兴的不行呢。有些啊没买上的，让我明天再送一些去。嫂子明儿还去？沈小婉望着外间随着寒风飘落的雪花。又开始下雪了，明儿去县城的路怕是更难走的。得去呀，大家都等着我送木炭去呢，好些人都跟我预定了几10斤呢。张大嫂今儿除去本钱赚了近2、3两银子，她可舍不得把这生意给放下。下雪才好呢，越冷越有人买。我都和村长说好了，明天再借1天他家的牛车。顿了一下，又飞快地说道：我现在就去村子多收一些。村子里头还有吗？村口那边还有几10家，昨儿没去呢，我去看看。张大嫂搓了搓手。叶家肯定有多的木炭，我找叶家买去。哪个叶家呀？就昨儿早上替你说话的那个大娘，她就是叶家老太太。他们家是村子里唯一的猎户，家里可从来不缺野味木炭这些，人也好，平日里啊乡里乡亲的，有个困难也会帮个忙。那我去了啊！哎呀，不早些弄好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张大嫂匆匆说完，就匆匆忙忙地往村子里跑去了。沈小婉突然想起香肠的事儿，赶忙追了出去。嫂子先别着急，先回来一下，我给你个东西。啥东西啊？张大嫂又走了回来。那上次多亏了嫂子帮我洗肠子，给肉去毛清洗这些，给我省了不少功夫。这不做好了吗？嫂子拿点回去尝尝鲜。哎，不要，你自己留着吃。我们要是想吃啊，等村子里杀年猪了再买来做就是了。那得多久啊？嫂子拿回去尝尝，要是觉得味道好，就再做就是了。沈小婉硬塞给了张大嫂。嫂子快拿着，上次张大爷还帮我做了猪盒子呢，我还没道谢呢。嫂子回去帮我说一声哦。这下雪天太冻人了，我就偷个懒不过去了。哎呀，这咋好意思呢？我卖木炭还没跟你分银子呢。张大嫂说什么都不愿意收。都是嫂子你自己在倒腾，我又没做啥，咋还好意思分你银子呢？咱们就别和彼此客气了。我听石头说，你们家的房子漏雨，也住不开了。趁着这几天，嫂子多买些木炭，争取把房子盖一盖。还有这个香肠，嫂子你拿着回去做吃一吃，也尝尝我的手艺。那嫂子我就厚脸皮收下了啊。雪似乎下大了，嫂子你赶紧的去收木炭吧。要是不够，嫂子要是狠得下心，就在家里烧一堆，或者去外面的村子收一收。沈小婉提醒着。不过也别弄太多了，我估摸着这2天要买木炭的人都买好了。成，我听小婉你的，那我先去了啊。沈小婉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大丫，你们家的萝卜白菜都收完了？沈小婉洗着大丫和石头刚刚送过来的一篮子萝卜，打算把前儿个买的棒子骨猪蹄拿来炖了。娘怕被雪冻坏了，小的也全部收回去了。婶子，这些白菜你吃完了，我们再给你送来。哎，不用了，这么多够吃到春天了。大丫，你娘昨晚收了多少木炭啊？4筐。昨晚爷奶还特意去了水墨村找表姑婆帮忙收了些木炭，晚上分了好久才分完的，娘都没睡觉就赶着牛车去县城了。你娘赚了钱，来年可以起新房子了。娘说要起新房子，起2间，我和石头1人1间。大丫姐弟现在还和爹娘睡一个屋子。那可以，你也是大姑娘了，也是该有自己的房间了。沈小婉把清洗好的萝卜放到筐里，然后就开始熬汤了。锅里的水是一直热的，只需要把骨头放进去煮就行了。婶子，肉香。婶子用了野马了味儿，煮出来很香的。待会儿石头和大丫也尝尝婶子的味道。婶子自己吃，我们不吃。昨晚吃了婶子给的香肠，不能再要婶子的东西了。我煮得多，我和小宝也吃不完。不要，阿爷说了，不能再要婶子家的东西了。大丫怕沈小婉硬塞给他，飞快地跑了出去。跑了几步又折回来，把石头也给拉走了。沈小婉看着2人的背影，也是哭笑不得。你们俩跑慢点，别摔着了。夏晌时分，张大嫂一回家就朝沈小婉家里跑来了，一进门就大声说道：小婉，小婉，哎呀，那么贵的香姨子你咋给我们家用啊？你拿去卖多好啊，实在太浪费了。沈小婉愣了愣。怎么了？小婉啊，你别装了，我都知道了。就我卖木炭的时候，听到一户人家的下人在说，他家小姐上个月花了1两银子买了一块香姨子呢，好用的不行，还想再买一块，却断货了。有些人啊，想花5两银子买都没买着呢。张大嫂激动地望着沈小婉。小婉啊，你咋把那么贵的东西给我们这些糙人用了呀？哎呀，多浪费呀！你拿去卖还能卖1两银子呢。沈小婉倒是没想到县城的购买能力也这么强。张大嫂，我拿去卖也卖不到这么高的价钱。
卖不到，别是被坑了吧？我卖给胭脂铺子，铺子里宣传再卖出去，肯定要赚银子的。那让胭脂铺子给你涨涨价，你这香姨子可不便宜呢，你这也太吃亏了。都签了文书的，不能随便涨价的。沈小婉觉得云凤楼的东家还挺有本事的，现成都能卖到1两银子一块，那周府可就……想到这儿，沈小婉的眼神暗了暗。早知道签分成合约了，幸好这文书只签了1年，明年夏天之后，山里的无患树能结不少果子，能做不少肥皂。这铺子怎么这么坑啊？你这得多亏多少啊？张大嫂替沈小婉不平，要不是我多听了一耳朵，还不知道这卖的这么贵呢。现在说这些也没啥用了。嫂子，你今儿生意咋样？还行。张大嫂被转移了注意力。说到这个，我也是气。昨儿我去卖木炭的时候，也没看到其他人在卖。今天去就多了4、5户人家，价格比我卖的还低一点呢。那嫂子家的都卖出去了吗？都卖出去了，我的木炭啊都整理过了，看着好。只是我昨儿弄了1000多斤，有些多了，剩下的几百斤呢，卖了好久都没卖掉，最后就半卖半送的便宜卖了。大嫂叹了口气，哎呀，早知道就听小婉你的，少弄一点了。那嫂子明天别去了，估摸着明天有更多的人去县城卖木炭了。不去了，我都把牛车还给村长家去了，还给他们送了1刀肉。张大嫂比了一根手指头，笑得合不拢嘴。这2天我都赚了差不多这个数了。这么多啊，那挺好的。我给小宝买了套棉衣，你收着啊。小宝有穿的，嫂子你快拿回去。沈小婉给推了回去。拿着，我要和你分银子，你又不要，这个还不要啊？你让嫂子我以后咋还有脸见你？收着啊，我拿回去家里也没人穿，这不浪费了吗？张大嫂将棉衣放到沈小婉的手上，然后起身就往外走。对了，晚上你和小宝来家里吃饭啊。不用了，嫂子家里有吃的，嫂子你们自己吃吧。那可不行啊，嫂子已经占你便宜了，请你吃个饭你还推辞，那就是和嫂子生疏了。张大嫂大手一挥，就这样定下了。可就这样说定了啊。沈小婉捧着棉衣叹了口气。小宝过来，这是婶子给你买的新衣裳。小宝穿上了颜色鲜艳的新棉衣，像个小金童似的。好看。好看。沈小婉帮小宝把衣裳脱了下来。等过年的时候穿新，先放着。等到了晚上，沈小婉带着小宝过去吃晚饭，还把白天炖着的骨头汤也端了一半过去，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饭。转眼到了腊月20，张大嫂背着个背篓走到外间的田埂上。小婉，村长家杀年猪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呢？家里有肉了，我就不去了。去吧，反正在家也没事儿，过去摆会儿龙门阵，时间就打发了。我们都去，走吧。那成，嫂子等我一下。沈小婉回屋摸了100来个铜板，然后提着个篮子，牵着小宝也跟着去了。走到李村长家的时候，李家的院子已经挤满了人。李嫂子，你家这头猪养的可真好，怕是有200、300斤吧？今年吃的呀，都是老二帮工酒楼里的烧水，油水还算足，猪吃了也长膘，长得特别快。你们家养了2头，咋只杀1头啊？另一头卖了。啥时候卖的呀？半个月前，老二帮工的酒楼老板买回去做腊肉香肠了。他们酒楼老板买了不少大肥猪，
专门做腊肉香肠去店里卖，给的价钱也还不错，所以呀，我们就卖了。哎，那也是，这么大的肥猪，你们留着吃也吃不完呢。就是这个理。石头望着不远处的大槐树下站着的不少年岁相差不大的小孩正在玩雪，这心底呀也闹腾了起来。走，我们一起去。去吧，别走太远了。嫂子，你们要买多少？先看看，我想买点猪脚和大肥肉。张大嫂看着围在杀猪匠旁边的村民，就是不知道村长他们会不会把好的给留起来，到时候挑也挑不到合心意的。嫂子，村子里这么多人家，就1头猪够吗？够了，咱们村就40-50户，大部分人家买1-2斤就差不多了，只有10来户，估计割个10来斤，1头猪还能剩下不少呢。张大嫂看了看四周，又和另一户人家的女主人打了声招呼。小玉，你们买多少啊？买2-3斤就够了，也不知道猪下水有没有人要。那你得走前面，先去和李婶说一声，要不然等下被人先给挑走了。哎，那我先去前面了。小玉也跟着挤了过去。还没割下来就去预定了？还得看村长他们怎么说了。往年是放在簸箕里让自己选，谁抢到就是谁的。张大嫂笑了笑。往年都是你大嫂他们来的，你没来过就不知道。嫂子，你们也可以养一只啊，过年的时候杀来吃。张大嫂点了点头。我们就是这样想的，等明年开春去买1只猪崽子回来喂。哎，小婉，你要不要也抱2只回来喂呀？等过年的时候杀了卖了，也能赚不少银钱呢。我还是算了，忙不过来。嫂子多喂1头，我到时候到你家割肉。那也成。张大嫂左右看了一眼，看到江家人过来了，抬手撞了沈小婉的胳膊一下。你婆婆大嫂他们过来了。李嫂子呀，给我留2只猪蹄吧，常远说想吃。哟，你家常远回来了？还没呢，书院呀还没放假，后天就该回了。他读书累得很，我想着等他回来了，做些好的给他补补身子。你家秀香怀上了没？哎呦，这还不到2个月，哪有那么快呀？那也是，有的快的1个多月就怀上了，有的慢的呀，得1-2年呢。李村长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大伙安静啊，要买猪肉的都听清楚了，我定一下价格，肥肉15文1斤，瘦肉和猪蹄儿10文1斤，骨头这些8文1斤，下水这些都是3文1斤啊。话音刚落，那些人就都跑上去抢肉了。站在外围的沈小婉被挤得差点摔倒在地上，幸好被人扶了一把。谢谢你啊。沈小婉站稳了，回过头道谢，发现出手扶了自己一把的人竟然是个面目清秀的男人。三嫂，你小心一点，地上沾了水很滑，小心别摔倒了。这人叫他三嫂，他的记忆里怎么没有这个人？老二，你回来了，快进来帮忙，你爹记账没你记得快。好的，娘。李老二高声应了一声，然后又问沈小婉：三嫂，你要买肉啊？要买哪里的？我帮你留着，等会儿人散了你再去拿。不用，我待会儿再看看。沈小婉退到一边站着，张大嫂抢了2条猪肉，看着什么都没有抢到的沈小婉：小婉啊，你咋啥都没抢到啊？要不我分一点给你？不用，我买点瘦肉和肋骨就行了。沈小婉昨个挖到了一点冬笋，做个烧排骨应该还不错。那你快去，
别等下肋排都被人给选走了。哎，好，嫂子等我一会儿。李嫂子，你要不分2斤肥肉给我吧？全是瘦肉，咋过年啊？谁叫你们不早些来呀？我哪知道一下子都买光了呀？今年地里收成还不错，大家省着点儿都能买2斤肉，你们还以为是去年呢。就几家人没买到，一家人分1-2斤，咱们家这么多肉够吃了。不是说要做腊肉吗？我们留了40-50斤，你总不可能全都做完吧？李村长心很好，分几斤出去又没什么关系。那你们几家把这块分一分，一家能分1-2斤呢。多谢村长。几人把肥肉分了，都迅速地放到自己的篮子里。中一人看了一眼正在拿排骨的沈小婉，沈三妹，你要不要肥肉啊？沈小婉看了一眼肥肉，正想摇头，另一个妇人没好气地说道：杨家的，你问什么问？咱们还不够分呢。再说了，你问了他也买得起。沈小婉撇了撇嘴，直接接过杨家妇人手上的1斤多的肉。我要。同时又捡了2斤瘦肉和一些排骨，起身去找李村长他们称重来。村长，你这猪血多少钱1斤？沈三妹，你要猪血啊？沈小婉点点头。我要。要多少？我给你切一些。要2斤。李村长大海碗给他装了一大碗。那，你拿回去吃吧，不收你钱了啊。多谢村长了，那我晚些把碗给你送过来。张大嫂，走吧。沈小婉和张大嫂一起往家的方向走，走了没多远，就听到小宝的哭声。小宝！沈小婉忙朝那边的晒谷场跑去，远远的就看到7、8个孩子围在一起，打成了一团。隔得不远的几个妇人先跑了过去。等沈小婉到的时候，其中一个又黑又瘦的瘦弱妇人正抬手朝小宝的脸上打去。沈小婉飞快地跑了过去，拉着小宝朝旁边躲开，冲着那个又黑又丑的妇人骂道：你怎么回事？还打小孩？妇人叉着腰大骂道：我打的就是他咬我儿子，贱人生的小贱种，没教养的东西就知道咬人。沈小婉阴沉着脸，转头看向小宝，待看到他身上的脚印，还有脸上的巴掌印，沉声问道：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打架？一旁哭着的小宝没吭声，反倒是一旁也挨了不少脚的石头边哭边说道：他们骂小宝是小畜生，是野种，是扫把星，克死了爹，没爹养。是你们说的吗？沈小婉冷声质问着。几个小孩低着头没说话。骂几声怎么了？难道不是他克死了自己亲爹呀？还敢动手打我儿子，没教养的狗东西！我呸！老娘今天好好教教你！哎，王四娘，你还讲不讲道理啊？你们做错了还有理了？张大嫂跑了过来，帮着沈小婉骂道：呀哈，敢打老娘的儿子，老娘非好好教训你不可！王四娘咬牙切齿地骂道：扫把星，小畜生，贱人！沈小婉冲上去就和王四娘打了起来，专挑她身上的软肉最疼的地方打，打得她哎呦连天的叫唤着，最后翻身骑到了王四娘的身上，使劲地朝她的脸上扇去。你骂谁畜生呢？你骂谁贱人呢？看我不打死你！别打了，别打了，都住手！围观的人把沈小婉给拉开了。别闹出人命了！一群没教养的东西，还骂别人没教养是畜生！我看你们比畜生还不如！哪个好人家的会随便乱骂人，说人家是扫把星？我儿子要是扫把星，会克死人，怎么没有克我呀？
怎么没有把江家那一家子给克死？呸！别以为我们娘俩好欺负，我告诉你，你欺我1尺，我还你100丈，再敢朝我伸手，我直接拿刀给你剁了。王四妹被打懵了，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还大声嚷嚷着：老天爷呀，这还有没有天理了？要人打人还威胁人，哎呀，要死了，打死人了！王四娘，你还要不要脸了啊？不是你先扑上来打人的，打不赢又在这儿闹，真是够不要脸的！呸！你家儿子跟你一样，人家小宝被打成这样都没哭那么凶呢，你儿子挨一下打的叫的要死要活的。我儿子凭什么要挨打呀？就你儿子是宝贝，别人家儿子不是宝了。张大嫂气得直骂人：你儿子把我儿子踢成这样，我还没找你闹呢。哼，谁知道是不是我儿子踢的？你别冤枉人啊！王四妹梗着脖子说道：那么多娃呢，谁踢的还不一定呢。另外的几个小孩的爹娘听到这边的动静也跑来了，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也知晓是自家孩子骂人在先不占理，当即和沈小婉道了歉。哎呦，沈三妹真是对不住啊，你别和孩子一般见识，我回去收拾他。就是，一个妇人拧着自家儿子的耳朵：老娘怎么教你的啊？跟谁学的骂人的话？回去让你爹抽你！这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是栓子让我们骂他打他的，栓子说打了就可以吃他的糖。妇人气得直拧。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呀？他怎么没自己来？你没脑子啊？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让你吃屎，你去不去啊？跟老娘回去，让你爹好好收拾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了。好你个周翠花，怂恿我儿子自己躲一边去了，哪有你这么好的事儿？妇人抓着儿子就朝江家的方向走去，其余几家人也先后散去了。其中一个小孩喊痛，他的娘一巴掌就给扇了过去。比你小的娃你都打不赢，没用的东西。张大嫂一脸恶心：呸！这李家的也不是个好人，打人还有理了。沈小婉没说话，蹲下给小宝擦了擦眼泪。身上哪里痛啊？小宝摇头：不疼。穿的厚实，应该不疼的。张大嫂帮着把身上的脚印拍了拍。幸好穿了一层围裙在外面，要不然全弄脏了，不好清洗啊。哪里疼就和娘说，别硬撑着。年30过后就是春节，初6的时候，沈小婉就请了张家人和李村长他们过来吃饭，感谢他们去年的帮忙。翠花，你二弟妹今天请客吃饭，咋没喊你们去啊？刘三娘靠着自家的围墙，看着从外经过的周翠花，故意挑拨着。听说吃的可好了，比我们过年吃的还好呢，7、8个菜全是肉。哎，你二弟妹咋这样啊？吃肉都不叫你们，这得是多大的仇啊！周翠花这人虽混，爱占便宜，但也还算是个聪明的，知道不能中了别人的套，冷冷地说了句关你屁事，就走了。啊，别走啊，还进来坐会儿。呸，装什么装？谁不知道你们把人欺负狠了给撵了出去，后悔了吧？哼！周翠花气冲冲地回了家，进了屋，冲着躺在炕上的男人发火。就知道在床上躺尸，什么也不干，我怎么就摊上你这样的男人了？干啥呀，媳妇儿？谁惹你了？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发火了呀？谁惹我了？你一家子都惹我了。周翠花一屁股坐在炕头上。你知不知道，二弟妹分了家，日子就好过了，还大鱼大肉的吃上了，今天还请村长他们吃饭。你说他吃好的也没叫上我们，我们对他也不薄啊。江铁柱翻身坐了起来。真过好了？
我骗你做什么？周翠花哼了一声，也不知卖什么发财了，我可不信他卖几斤笋子就能置办那么多的肉菜。江铁柱摸了摸下巴，别是他偷偷藏了银子吧？怎么可能？就他一竿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个性，能有什么银子拿来藏呢？要真有，前几年病成那样，咋没银子看大夫啊？周翠花越想越想不通。哎，别是爹他们偷偷给了私房钱给他吧？听到自家媳妇儿这话，江铁柱被逗笑了，直接躺了回去。我爹有钱能给他呀？我说呀，你就别乱猜了，反正和咱们又没关系。周翠花凑近了问：我就想知道他哪儿来的银子。江铁柱翘起二郎腿：哪儿来的也和咱没关系，都分家了，断了关系了都。周翠花抬手朝他腿上打了一巴掌。我和你说啥都是这语气，真是个窝囊废，我怎么就嫁给你这个人呢？你咋读书就不厉害呢？你看你爹娘都偏心成啥样了啊？过年的肉全部给锁起来，说是要给常远他们两口子回来了再吃。要我说，我们也分家算了，人家沈三妹一竿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老实人，分了家，日子都过好了，我们分家了，肯定比他过得还好呢。到时候咱们就不用偷偷攒私房钱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现在分什么分呀？你傻呀你！老四今年就要考童生了，马上就是秀才老爷了，咱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江铁柱没好气地骂道：我怎么有你这么蠢的婆娘啊？周翠花一口气憋在了心口上。要是没考上咋办？上次说会考中也没考中啊，这次……你这婆娘说什么丧气话呢？必须得考上啊！行行行，每次说到这个你就这样，我不管你了，下次你做工的钱可必须得全都给我啊！现在老四也成亲了，总不能还让你这个做大哥的拿钱养着他们两口子吧？刘秀香家里有银子，让他自己供老四读书去。周翠花越说越气愤。刘秀香天天在县城里吃好的喝好的，没道理我们在地里累死累活的供着他们吧？咱们供了也讨不了好，过年他们两口子回来买那么多好东西，也没说给一点给你这做大哥的。栓子和小月想吃刘秀香的一块糕点，他都不给。娘不是给了吗？那也是后来栓子哭闹了，你娘才给的。哼，你就看着吧，你娘啊就是偏心的很。哎呀，好了，别说了，睡觉。周翠花恨得牙痒痒，嘟囔着：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栓子从外跑了进来：娘，我想吃肉。周翠花没好气地说道：找你奶去。而另一边的正房里，常远两口子初二回娘家，都几天了咋还不回来呀？要不我让铁柱去县城催一催，这大过年的一直住在娘家想什么事儿？秀香不是说了要走几家亲戚，得晚几日回来吗？那也不至于晚回来这么多吧？那还能咋的呀？你还真让铁柱去催啊？别让亲家看了笑话。常远不是说亲家要带他去县衙走动走动，应该是有事耽误了，你别着急。江老头慢慢地说道。江婆子叹了口气，片刻后又说道：村委的那小蹄子竟然大鱼大肉的吃上，也没说喊我们去。他哪儿来的银子？切，谁知道他是怎么不要脸得来的？他当初要死不活的要分家，肯定是找了野男人了。切，真是不要脸！呸，怎么没撞死他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他的脏钱老娘不稀罕，我怕吃了得脏病。江老头吸了口旱烟，没说话。奶，栓子从屋外冲了进来。奶，我要吃肉，我想吃肉。吃就知道吃，你个小讨债鬼，那是给你小叔留的。江婆子骂道：奶，你别吸，
吃素肉，我要吃肉。姜老头皱了皱眉，给他吃。哎呀，好了好了，我的小祖宗别哭了，赶紧的起来，奶给你拿，只能吃一块啊，其他的都是给你小叔留的。沈小婉挑着水往家走，刚走到竹林里，就遥遥看到自家屋子外面的田埂上站着几个人，走近了才发现是云凤楼的刘掌柜。崔婆子指着沈小婉，喏，他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刘掌柜，你们怎么来了？哎呦，小娘子你可回来了，你可是不知道香姨子卖的有多好，东家让我来问问能不能再供些。刘掌柜先等一下，我把水放好了再说。说着又转身同目光闪烁的崔婆子说道，婶子，多谢你帮忙带路，你先忙你自己的去吧。我回去也没事儿，要不我帮你们烧开水吧，你们谈你们的。崔婆子瞅了瞅穿着好料子的刘掌柜，什么香姨子生意还卖得很好，这香姨子到底是啥生意，连县城的掌柜都寻上门来了。哎呦，真的不用了，我刚才听到崔大叔在叫你回家做饭。哎呀，一顿不吃又饿不死，我帮你们烧开水。崔婆子说着就朝屋里走，刘掌柜见状，忙和身侧的学徒使了个眼神，学徒摸出10文钱来给崔婆子。不用婶子忙活，我来弄就成了。这个给婶子，今天可多谢婶子带路了，要不然我们都找不对呢。哎呀，这有啥的呀？崔婆子接过钱数了数，脸都笑开了花，带个路就10文钱，这县里的大户就是有钱呐。那我先回去了啊，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喊一声就行。那下次还请婶子帮忙，这是今日之事，还请婶子莫要泄露了出去。行，我懂的，我懂的。崔婆子目光闪了闪，笑着应下了。刘掌柜，我们不是说好了得等到夏天农忙过后才有货吗？你们这样大大咧咧的来，若是被人知道了，其他人也来找我可怎么办呢？是我思虑不周了，只是年底因着购买的人实在太多，我们便全卖了出去，连现成的存货也调去了州府，但还是有贵人没有拿到。小娘子，这香姨子现在真的没有了吗？州府那边的贵人身份斐然，我们东家也不敢得罪啊。小娘子这边想想法子。掌柜，真的不是我不想法子，是做香姨的材料我没有，得等到夏日里才有。你现在让我给，我也给不出啊，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和皂角一样，夏天才长出啊。沈小婉点了下头。刘掌柜，我们彼此合作应该互相信任，况且我们也是签了文书的，我不会再把香姨子卖给别家，保证整个县城就你们一家独卖。我自是信小娘子的。但愿如此。沈小婉心底发凉。刘掌柜，我希望下次莫要再这般随意来村子了。我一个寡妇在村子中的处境并不好，我不想我们合作的事情泄露了出去，到时候会惹很多麻烦。哎呀，是我们心太急，思虑不周了。回去后我会同东家禀明的，今日便先告辞了。等一下。沈小婉回屋，把之前试验做的剩下的几块大肥皂拿了出来。我这里有几块最开始做的，形状不太好看，你们要是急着，便拿去自己处理一下，再给贵人送去吧。但这真的是最后几块，再多我也拿不出了。刘掌柜看着形状不规则的大肥皂，的确不好看，不过胜在大，可以切割成数小块。多谢小娘子。说着又掏出5两银子递给沈小婉，他也没推辞，把银子收下了。待刘掌柜他们走之后，张大嫂他们走了过来。那是谁呀？是收我香姨子的铺子的人。嫂子，你今日去找工匠起房子，
可找好了？已经说好了，初10是个好日子，就那天开动。你们砌几间房子啊？我们加上灶房、堂屋有4间，我想着盖2间给石头他们弄2个老实一点的房间。但大丫他爹说，像家里屋子的泥土啊，墙有点松软了，想全部重新再夯实一下。哎，但全部弄一下得花多少银子呀？太不划算了。全部弄成新砖瓦房？沈小婉问。张大嫂忙摆手：那得花多少银子呀？不成，我们就起土坯房子就行了，牢固一点也能住不少年呢。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还是大丫他爷刚搬来的时候修的呢，30多年了，那还能将就着住呢。那也行。沈小婉没有再说什么。哎，小婉啊，你要不要一起修啊？等他们把我们的屋子弄好了，就给你们弄。到时候再看。那也成。江家，周翠花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跑了回来，冲着坐在屋檐下纳鞋底的江婆子说起了外面的传言。娘，这2弟妹真的发财了？他那倒霉相能发啥财？有个几百来文钱，就是烧了高香了。咋不可能啊？说是啥香姨子，连县城的东家都来寻他了。那谁知道是不是他相好的呀？不守妇道的东西！不行，她是我们江家的寡妇，死也得是我们江家的鬼。不行，我得找老头子说说去。娘，大嫂，你们刚才在说啥香姨子呢？一直待在屋里的刘秀香从屋里走了出来。咱们村有香姨子？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江婆子不在意地说了声：秀香啊，你不在屋里陪着长远了，他冷着了可咋办呢？就是四弟是咱们家的宝贝疙瘩，弟妹啊，你可别把四弟给冻着了，到时候娘可饶不了你。没事的娘，我刚刚才添了炭。刘秀香干笑了一声，转而和江婆子说道：娘，你刚才说的香姨子是不是洗澡的？我不知道，是沈三妹那个贱人弄的。江婆子又把村子里说的事儿说了一遍。我看呀，就是勾搭野男人了，什么生意？谁和他一个寡妇娘们做生意？刘掌柜，如果是香姨子，那咱们可就发财了。秀香啊，咋了呀？江婆子和周翠花齐声问道。卖的可贵了，好多人想买这种香姨子都买不到呢。我们家的胭脂铺子要是能卖香姨子，那可就发财了。周翠花觉得不太现实。可他能同意给你们家铺子卖吗？咋不能放秀香家的铺子卖？他给外人卖都不给自家人卖，还有没有道理了？翠花，你去把他叫过来，我们好好说说。还有啊，让他把赚的银子也拿来孝敬我们。真是不孝，自己赚了银子还偷偷拿着用，不知道家里这么苦啊。大嫂，你可得和三嫂好好说说，咱们家能不能做上这门生意就靠你了。到时候咱们分钱，大嫂每月至少能分2两银子呢。2两？这么多呢？哎，那我现在就去。让我回去做什么？沈小婉抱着双手，戒备地看着一脸笑意的周翠花。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娘说好久没见你了，让你过去坐坐，顺便说说话，等晚上一起吃个饭。没啥好说的，我不去。周翠花生怕他不去，立即威胁他：你咋这样呢？娘叫你去你还不去，让外人知道了会说你不孝顺的。沈小婉冷笑：我们都断绝关系了，什么娘不娘的，别乱攀关系。要是被人听到了，还以为我不要脸又去攀你们高枝儿。嗨，你这话说的，都是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虽说分了家断了关系，可咱们还是要走动的呀。我不去，
听不懂人话呀？周翠花立即撒泼了。沈三妹，我好心好意来喊你回去，你还给脸不要脸了你？你以为你做了生意发了财就了不起了？哦，原来是知道我做生意发财了就来叫我回去了。我就说嘛，平时恨不得掐死我的人，怎么今儿就上门来请我去吃饭？原来摆了鸿门宴让我去跳坑，真是够不要脸的。沈小婉端起地上的脏水盆就往周翠花脚边一泼。你们打的什么主意我知道，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没门。周翠花往后跳。你再不走，我拿锄头打死你！我告诉你，别以为我好欺负，现在天大地大，老子最大，没谁能欺负到我的头上。沈小婉说着就去拿锄头，周翠花吓得拔腿就跑了。哼，这江家可真够不要脸的。张大嫂呸了一声，知道你赚钱了就找上门来了，早干啥去了？我呸！沈小婉问道：嫂子，你从村子里回来都听到了？听到了，一路上都听到人在说呢，还听到江婆子骂你不孝顺呢。你们都分家了，他们当初对天发誓要断绝关系的，现在还来说这些，真是够不要脸的。哎，你也别放在心上，这事说破天去啊，江家都没理。我知道的，嫂子，我没担心这事儿。沈小婉望了望远处已经恢复了青绿的远山，今儿这事儿给他提了个醒，山上的那一片无患子树还是自家的才行，要不然被有些人给夺去就惨了。嫂子，后山是谁家的，可以买卖吗？是无主的，不过也算是村子里的。不过你买山干啥呀？那除了砍柴以外还能干啥呀？划不来，你还不如去村外买几亩田地来种着呢。嫂子放心，我自有打算。江老头坐在堂屋门槛外的石墩上，抽着旱烟，半晌才说道：他真这样说的？爹，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不来，除非你们死了，他会看在死去的老三面上过来烧烧香。周翠花添油加醋地说道：好他个沈三妹，叫他不来还咒我们死，大正月间的天就被这个倒霉的东西咒，真是要死了。老娘给他吃给他住，怎么养出来这样的不孝不悌白眼狼？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摊上这么个人。娘，你也觉得你带三弟妹好，可三弟妹不这么觉得呀，他肯定记恨着娘你们呢，要不然哪会放这种狠话啊？哼，还反了天了！老娘对他不好又怎样？老娘打他骂他，他也得给老娘受着。老大，给我拿条棍子，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刘秀香瞪了一眼不停怂恿的周翠花，暗骂了一句白痴。娘，你先别着急教训三嫂，现在咱们是要想法子让三嫂把香姨子交给我们家的铺子，那香姨子真的很赚钱的。说着又抬手撞了一下旁边的江长远，打了个眼色。江长远会意：娘，秀香说的对，他就是仗着有个赚钱的方子才给娘你们甩脸色，咱们拿了方子看他还敢不敢闹，到时候娘想怎么教训他就怎么教训他。分家书上都写了断绝关系不提奉养的，咱们现在去闹也没理啊。要什么理啊？我们是他公婆，公婆要银子方子怎么就不行了？是啊爹，三哥不在了，三嫂孝顺你们本就是应该的。虽说写了分家书，可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还是一家人啊。说实在的，我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去找三嫂，可是相公读书科考，甚至以后做官了，都要不少银钱打点的。若是三嫂能帮个忙，等赚了钱，相公读书的束修啊，还有参加科考的银子，可就都有着落了。就是啊爹，我出去会友读书都要花不少银子，而且秀香也怀孕了，以后还需要花不少银子的。怀上了几个月了呀？这话一出，江老头、周翠花几人都纷纷朝刘秀香平坦的肚子看去。前儿在娘家觉着身子不舒坦，我娘替我请了大夫瞧了瞧，
说已经2个月了。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江婆子笑得脸都开花了。你咋不说呢？我们都不知道。秀香呀，你快坐着莫站着，别累着我的乖孙子。我娘说等再稳一稳，而且我也不累的，娘。咋不累呢？我也是过来人，你这是头一胎，更不好过。娘，弟妹这才刚怀着，咋知道是男是女啊？说不定是个闺女呢。嘿，胡说什么呢？就是个孙子，我一看他肚子就晓得了。那可说不准。周翠花咧了咧嘴巴。娘，我这孙子都要给你生了，家里也没啥存银了，让三嫂把香姨子拿去秀香家的铺子卖，到时候赚了银子，咱们就能在县城买铺子买房子了。在县城买铺子买房子，家里的房子不要了？江婆子诧异地张大了嘴巴。江长远刚要说不要，刘秀香连忙插嘴：要的，还把家里的房子修成像县城那样的砖瓦房，到时候娘在家住的也舒坦。哟，那得修几间呢？以后栓子也要娶媳妇儿呢。江婆子瞪了他一眼：眼皮子浅的，我还少得了栓子的。几人这话说的好像香姨子已经是他们家的事了。哼，真不要脸。老头子，以前看他老老实实的，没想到我瞎了眼。他呀就是个搅屎棍儿，搅得我们江家不得安宁，一点银子都赚不到。我们必须把银子和房子拿过来，交给秀香娘家铺子上，要不然我们一点银子都拿不到的。那你咋拿？我去拿，他还能不给？要是不给啊，打死他！刘秀香翻了个白眼，就知道打死打死，我看先打死你这个蠢货算了。娘，你打死了他，我们找谁要香姨子去啊？那咋办？让你娘家表哥把他抓起来，逼他说。我表哥押犯人去州府了，得下个月才回来，这时间可不等人呢。刘秀香看了一眼周翠花：娘，咱们和三嫂好好说说，可不能像大嫂今天那样和三嫂吵起来了。我们得好好说话，言归于好，要不然他不可能把香姨子交给我们的。啥？叫我给他低头下四的？我可不干。他是个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跟他低三下四的说话，他也不怕折寿。娘，不是真的叫你低三下四的讨好人，就是装的想和他言归于好。你想想香姨子能赚多少银子呢？可千万不能发火。刘秀香一只手拿着一块没有糖纸包裹的糖块：小宝，小婶这里有糖，过来拿。小宝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糖块，另一只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摸着放在里面的花生糖，咧嘴笑着。他有糖，不吃坏人的糖。小宝怎么这么怕生啊？不吃就不吃，没吃过好东西，怕不知道糖是什么滋味。你们来我这做什么？老三媳妇儿，搬2张板凳出来。你看我这里像是有板凳的吗？只有小木墩子，还是从山上捡回来的。昨天叫你带着小宝回家去吃饭，你也没去。没人叫我呀。沈小婉装傻：什么没人叫你？翠花可是专门过来叫你过去的。沈小婉斜了他们一眼：他气势汹汹地跑来叫我去江家，我可不敢去，万一挨打怎么办？刘秀香忙道：三嫂，那是咱婆家，怎么可能打你呢？那可说不准，以前我可没少挨打挨饿的。老三媳妇儿这是还记恨我们？江老头敲了敲烟杆：我让你娘给你赔礼道歉。不用了，老爷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必要这么拐弯抹角的绕这么一大圈。你说的累，我也听得累。江老头点了点头：啊，
县城里卖的香姨子是你做的？不是。江婆子立马沉不住气了。怎么可能不是？昨儿云凤楼的掌柜都来找你了，就是为了香姨子来的，你还说不是？沈小婉笑了下。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和你们又没关系。江婆子大骂道。我说你的心怎么这么冷血呀？怎么总偏帮外人？赚钱的好东西不给自家人，拿给外人赚钱，你是不是个猪脑子？我真是恨不得抽死你！老子猪脑子才会拿给你们江家人去赚钱，老子没那么善良。我们的分家书上可是写明了断绝关系，老死不往来。你们对我而言也是外人，我选谁做生意和你们有关系吗？还有，请嘴巴放干净一点。那怎么一样啊？就算分家了，你也是从我们江家出去的人，就还是我们江家人。啊，你娘说的对，就算分家了，你也是老三的媳妇儿，也是我们江家的媳妇儿。你这样偏帮外人，实在是不像话。以前我就当作不知道，不去计较了。但是现在，你立刻和那个云凤楼断绝生意，把香姨子拿到秀香娘家的铺子去卖。到时候1月分你几百钱银子，算作你的辛苦钱。把香姨子拿到刘秀香的娘家去卖，谁想的这主意？你们可真不要脸！江老头眼都瞪圆了，指着沈小婉：“你！”沈小婉哼了一声：“我难道说的不对？我们早就没关系了，你们还跑到我的地盘上来对我指指画画的。我的赚钱法子凭什么给你们？你们这是强抢，我可是可以去官府告你们的。你去，你以为我怕你啊？我与云凤楼合作，他们东家可是在州府有关系的，你们想抢他们的生意，也要问一问他们同意不同意。三嫂，看你说的，咋有那么严重呢？我们不会和云凤楼抢生意的，就是三嫂平日也供些香姨子，给我们拿到铺子上去卖就行，不用多少，几百块就成了。真够不要脸的，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沈小婉冷笑了一下：“可以啊，只要你把银子准备足了就成了。”多少银子？三嫂，咱们是一家人，你可得便宜一点啊。1万两。什么？1万两？几人皆惊落了下巴。是啊，我与云凤楼签了文书，若是我供给别家，就要赔偿1万两银子。你若是要我给你们供货，可以啊，你先把赔偿的银子准备好就成了。你要多少货，我给你供多少。这想钱想疯了你，别蒙我！我蒙你们做什么？你们不信，大可以去云凤楼问。老爷子，你算是江家最明白事理的人了，你肯定也知道签了文书就该遵守的道理。无论是云凤楼的文书，还是咱们分家断绝关系的文书，既然签下了，咱就依照这上面的来做，请不要再让这些人来我这儿闹了，最后被人知道了，丢脸的还是丢的你的脸。外面可有不少人说，老爷子你一把年纪了还管不住婆娘。江老头浑身郁气：“住嘴！”好吧，那我不说了。沈小婉捂了一下嘴巴，然后又笑着说道：“咱们分家断了关系，梁老的气色好像变好了不少，最近是不是天天吃肉啊？”江婆子心底一沉，果真是克到他们了，要不然一分家断了关系，他的脸色就好了。江老头哼了一声，抖了抖烟杆，转身就走。慢走不送。沈小婉挥了挥手，得意的一笑。江家来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出什么幺蛾子了。李村长吸了口烟：“你真打算买下这片山头？”沈小婉点头：“是的，这一个山头都要。”这片山头差不多有50多亩，上面全是些杂树，连木材都做不了。你买下来做什么呀？而且地也不平整，不能开荒。老三以前叫我一声李叔，我也不能坑你。这片林子呀，是真的不值得买。唉，
你若是想种地，我可以帮你留意一下，买几亩上等的良田。村长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片林子我有用，还请村长帮忙量一量，到时候再做一个红契。哎呀，我听村子里的人说了，你和县城的人做了生意，赚了几个银钱，但这银钱不是这样用的，你非要花银子买这种废地，我也不拦着你，但你可莫要后悔啊。我知道村长你的好意，但我不后悔的，还请村长帮忙把这片林子量一量。那随你。见他不听，李村长不满地摆了摆手。山地的价格比宅基地便宜一些，我就做主1两银子1亩卖给你，一共50亩，折去零头，算你50两银子吧。多谢村长。待会儿我就让人来给你弄界碑，明天去县城再替你办地契啊。那银子是什么时候给你？明儿你一道和我去吧，到时候还得准备2、3两银子疏通关系呢。李村长提醒道。哎，好的村长。第二天赶早去了县城，沈小婉看着手中盖着红印的红漆，心底这才松了口气，小心放好之后和李村长道了谢。以后莫忘了村子便是。沈小婉点头。我记得了。你要去买东西便去吧，晚些时候到守信上宫的酒楼来寻我。李村长说罢，便朝县城的酒楼一条街去了。沈小婉则往另一边的市场上走去，她要买些菜种子，还要帮张大嫂买猪下水和猪肉回去招待做工的人。刚经过一条巷子的时候，就碰到了杨二郎。小婉妹子，怎么就遇上他了？沈小婉扭头就想走。哎，走什么走啊？杨二郎大步跟了上来，伸手拉沈小婉的手臂。你干嘛？沈小婉忙躲开，沉着脸说道：别拉拉扯扯的，男女授受不亲，让人看见了误会了不好。嘿，那你别跑啊。杨二郎咧嘴一笑，露出了洁白的大牙齿。你怎么每次见到我都跑啊？我有那么吓人啊？有。沈小婉不愿意和这种地痞流氓打交道。我还有事先走了。哎呀，急什么？去我那儿坐坐。杨二郎挡在前面，指了指赌坊的方向。晚些我再驾马送你回去。我和你非亲非故的，咋能劳你送呢？我还得去买东西，就不和你说了。沈小婉想绕开杨二郎，但左右走了几下都被挡住了，气恼地瞪着他。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嘿嘿，我救了你，你不该向我道谢啊！我的野物呢？杨二郎露出痞子的坏笑。我去山上找了，但是没抓到，下次抓到了再请家里男人给你送过来。你有男人？杨二郎声音沉了下来，浑身散着杀气。沈小婉黑着脸：我都有儿子了，咋没男人？还请壮士让开，我赶紧回去了。杨二郎挑眉：是吗？我怎么听说你是个寡妇？你听谁瞎说的？我不光知道你是寡妇，还知道你是槐树村的，就你和你儿子单独过日子。我看上你了。我要替我家男人守寡，是不会再嫁人的。壮士，你何该找个未嫁过人的黄花大闺女过日子？我就喜欢你。我又丑又臭，我……沈小婉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杨二郎打断了。我看你还挺顺眼的，就喜欢你这样的，而且我正好缺个婆娘，要不你跟了我吧，回去就把你儿子带上去我家，就给伺候我和我老娘，你也不用再卖菜讨日子了。我不喜欢你这样的，我宁愿给我男人守寡一辈子，也不会再嫁的。我警告你，你别拿我主意。沈小婉说完，转身就走。嘿嘿，还挺泼辣的，我喜欢。杨二郎嘿嘿一笑，心肝颤着。
这时跑来一个17、18岁的半大小子，看着沈小婉的背影。二哥，我找你半天了，你在这儿会女人啊？瘦不拉几的，屁股又小，还没怡红院的小桃红好看呢。杨二郎抬手给了这小子脑袋一巴掌。嘿，瞎说什么？窑子里的婆娘哪有良家妇人好？二哥，你喜欢妇人啊？你咋不喜欢黄花闺女啊？哦，我明白了，黄花闺女放不开，哪有妇人风骚的呀？有些妇人骚起来啊，比窑子里的姐还浪呢。杨二郎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你晓得个屁！嘿嘿嘿，我晓得。小子又看了看沈小婉消失的方向，这妇人应该是有男人的吧？二哥口味还真独特，真偷人啊！果真应了那句老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啊！杨二郎朝赌坊的方向走。你来找我干啥？小子立即说道。哎呦，我差点忘了，东家来了，让你赶紧的回去。杨二郎嗓音一下子就提了上去。咋不早说？我忘了。有没有说啥事儿？冯家抢了我们生意，东家现在正发火呢。嘿，狗娘养的东西！上次冯老七被断了根儿，还不长教训，还敢踩到我们头上，老子剁了他！沈小婉飞快地逃离了那条街道。哎，三嫂，你跑啥跑？发生啥事儿了？李老二正在跟李村长说话，见他满头是汗地跑了进来。去后面茅房洗洗吧。沈小婉这才发现全身都是汗。没事儿，就是担心过来晚了让村长等久了。哎呀，急啥？时辰还早着呢。李村长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老二，我去后面把烧水的给装上，就赶车回去啊。吃了晌午饭再回去吧。这还不到5时，吃啥晌午饭啊？别耽误你功夫，待会儿惹了东家不高兴可就不好了。早些回去，还能收拾收拾地。你娘他们在家也忙不过来。村长赶着牛车就往家走了。沈小婉坐在牛车边上，只听到了汪汪汪的声音。村长，我怎么听到有狗叫声呢？李村长看了一眼路边，估摸着是哪家的狗生了崽子，养不起就丢在路边上了。沈小婉心思一动。村长，我想过去看看。你想养狗啊？想养一条，家里就我和小宝，如果有条狗也能安全一点。李村长把牛车停下，指着右手边的小路。那边有条小河，你去看看是不是丢河里了。沈小婉跳下牛车，朝旁边的小路走去。他一眼就看到了在河边上挣扎的小奶狗。小奶狗是纯黑色的，弱小可怜得很。小家伙，就你一个吗？还有没有兄弟姐妹啊？沈小婉说着，又朝河里看了看，发现没有之后，便抱着小奶狗往大道上走去。没有的话呢，你就跟我回家，以后就帮我看家了。小奶狗又呜呜地叫了几声。沈小婉抱着小奶狗重新坐回牛车上。只发现1只，估摸着只下了1只就扔了。母狗下崽下一窝，至少3、4只呢，估摸着有些被水冲没了都。李村长看着趴在沈小婉身上的小奶狗，笑了笑。倒是个好运气的家伙。这狗尾巴有点卷。沈小婉摸了摸小狗的尾巴，觉得怪有意思的。运气倒是好啊，这狗尾巴卷着是好事儿，说明这狗通人性。你好好养着吧，以后肯定看家护院，绝对是顶用的。那我运气真好。小宝一回到家，就看到正在吃饭的小狗，立即蹲了过去。娘，小狗狗，我可以摸摸它吗？可以摸，不过要轻轻的。娘，它叫什么名字啊？还没取名字，小宝给他想一个。小宝绞尽脑汁，
我叫小宝，他就叫小黑，他身上全是黑漆漆的。好，听小宝的，就叫小黑。嘿嘿，以后你叫小黑了。嘿嘿嘿。小黑呜呜叫了2声。小主人，你高兴就好。转眼到了正月底，天气回暖，阳光明媚。沈小婉脱去了臃肿肥厚的棉衣，换上了比较轻薄的棉衣，扛着锄头往地里种菜。张大嫂那边的屋子已经在砌墙了。小婉，我和你爹来看你啦。沈婆子提着篮子从田埂那边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沈老爹。你们来有事？你是我和你爹的闺女啊，还不能来看你啦？沈婆子假模假样的拉着沈小婉看了看。来，让娘好好看看。哟，怎么瘦了呢？我的乖外孙呢？咋没看见呢？沈婆子看了看四周，见没看见，便也没有再追问了。哎，可真累呀！我和你爹呀，特意过来看你的，天还没亮就出门了，走了3个时辰呢，可把我们累着了。哎，快煮点吃的给我们吃。沈小婉没动，沈婆子直接走到锅旁边，打开锅，从里面舀了中午吃剩下的红薯稀饭。老头子，还只有稀饭。哎呀，稀饭就稀饭吧。沈老爹端过碗，稀里呼噜地喝了起来。你们来做什么？这房子也太破了，上次来这里都没缝呢，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别人不要了屋子，肯定破了。沈小婉冷淡地说。夏天要是刮风下大雨，这房子怕是受不住。三妹呀，你带着小宝搬回家里来住吧。我和你爹想了许久，总不能让自家闺女在外面受欺负啊。回了家，爹娘也能护着你。沈老爹吸了口烟，也跟着点点头。哟，这今儿个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沈小婉觉得自己一定是没睡醒，要不然原主这对重男轻女、贪财贪便宜的爹娘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又有什么阴谋？沈小婉抿了抿唇。我和小宝搬回去住家里。沈婆子点头。是啊，哎呀，我们把小偏房都收拾好了，回去就能住人了。我一个出嫁的女儿回去，怕是不好吧？村子里有人说闲话咋办？还有宝叔，他能让我这个出嫁的姐姐回去？哎呀，你是他姐，他咋能不让你回去呢？他都16了，还不娶媳妇儿，未来弟媳妇儿怕是会不高兴的。哎，那还得有1年呢，等他成亲的时候，你都嫁出去了。你说什么？嫁出去？沈小婉嘴角勾起一抹嘲讽。我就说你们今天咋这么不对劲，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我打什么主意？我是为了你着想。你年纪轻轻的守了寡，男人都没碰过几回，你这样甘心啊？我请村子里的福嫂子给你看了几个男人，一个30多岁的，就在我们隔壁村子，有2个儿子1个女儿，婆娘前几年病死了啊，还有一个没成亲的，只不过是个瘸子，但他可以上门入赘的。你跟我回去看一看，看合适了就挑个好日子住过去就成了。我觉得那瘸子不错，虽然是个瘸子吧，但人家没成过亲呢，能看上你这样有儿子的寡妇是你的福气。我不嫁。哟，你还看不起人家呢？你也不想想你啊，又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又不是什么值钱货，人家能看上你就不错了。你今天就跟我回去。沈小婉冷笑。你要嫁你自己下去，我是怀寿村的户籍，我就是这里的人，你们没权利管我。老娘怎么没权利了？你是从老娘我肚子里爬出来的，老娘还没权利管你了？说破天去，老娘都有理。
沈婆子说着就过来抓沈小婉的手。为了给你说亲事，老娘特意跑这么远，腿都走断了，你还敢说不去？老头子，抓住他！沈小婉连忙往旁边一躲。你们赶紧的离开这里，要不然我不客气了。老头子，咱们把他给绑起来，别让他跑了，咱宝叔娶亲的银子就全靠他了。沈婆子说着就朝沈小婉扑了过来，面露凶相，哪里还有刚开始的为女儿难过的作态。沈老爹一心为了儿子，也根本不在意这几个女儿，当即也跑了过去。你们不准欺负我娘，我让小黑咬你们！小宝抱着小黑从屋里出来，哭着大声喊道：你们是坏人，都是坏人，欺负我娘！小黑汪汪汪地叫着朝沈老爹跑了过去，咬着他的裤腿拼命地往后面拽。沈老爹一脚把小黑给踹开。滚远点，死狗！坏人，你踹我的小黑！小宝越哭越大声，冲上去抱着沈婆子的大腿就咬了起来。沈婆子只穿了一条单裤，一下子就咬到肉了，当即哎呦地叫了起来。哎呀！啊！这死孩子怎么跟狗一样啊，还敢咬老娘！老娘今天非打死你不可！